过之转结所。人群甚多，不论东洋、西洋各国人种都有，他们都是准备投生吗？明王世人死后，凡犯罪者，皆要经过各狱之审判，故地狱即如国际法庭。各种人士转轮投生皆需领凭，如阳间出国要办理护照相同。阳生已到受生司，这里人群更多，拥挤的好像车站候车情形。祭佛哈哈，这些都是要上转轮台的人，如杨氏在车站候车，车一启动，轮子不停转动，而个人买票的地方与所要到的目的的不同，如阴魂转轮投生于世界各地。明王祭佛说的是，世人死后经各殿审判执行完毕，按个人去路投生。轮回道上无情，虽同乘一辆转轮车，但个人目的的不同，各就因缘挥手下车，一生中也只好生活在其环境中了。阳生前面人群甚多，好像在喝凉茶解渴，这个大热天，我也正渴，前去喝一杯解渴好吗？明王千万不可。那里是孟婆亭，投生之人正在喝欲望汤，你一喝下，回阳后岂不变成迷迷糊糊的人？阳生有这么厉害吗？祭佛你不要开玩笑，明王绝无戏言。阳生凉亭果然书有孟婆亭三字，请明王介绍此的情形好吗？明王好的，于婆亭由孟婆主掌，其乃奉玉帝之命，负责投生前之欲望工作。因人若不喝下欲望汤，则投生后犹记前生之事，如此一来，小孩追认前生亲属，造成长幼无序，五伦不分，或生而寻仇报怨，天下事将大乱，故造物妙化，以欲望汤使投生者饮下，忘记前生一切事。此汤有甘辛苦酸咸五味混合，故喝下后不知东西南北，迷迷糊糊乱闯，而自堕入于六道书回。祭佛此种欲望汤就是迷魂汤，喝下后神魂颠倒，凡间亦有此物。阳生我未曾听过。祭佛就如酒也。你看喝酒过度的人，东西南北往往走错路，甚至跑错家，如失灵魂一般，如此才能打入轮回。否则要投身恶道的人，谁甘愿前去呢？酒醉的人，大海敢跳，轮下敢闯，水火不怕，何等胆大！其在不知不觉中堕入轮回而不知，一旦酒退醒来，已是隔天了。正如投生转世，一旦醒来恍然隔世，已在另一个天地之中。阳生既然欲望汤有这般妙用，世人死后谁也不喝了。明王你有所不知，阴魂经各殿审判后，到此已是饥可交之，有10殿已残接近阳间，于婆亭外又有一种热气逼人，凡是阴魂到此，都想进入亭内饮凉茶解渴，那有不自投罗网呢？如炎热的夏天，你行万里路，必觉口渴异常，在尽头处
有一凉亭，又备有凉茶免费供应，那有人不抢先喝呢？有者一杯嫌少，还猛灌不止呢。虽然有部分狡猾之辈来此，虽然口渴，但知此物之妙用，不入孟婆亭饮用，但地上自然射出铁钩钩住，使其不能动弹。由于婆四女强灌之，此谓之敬酒不吃，吃罚酒也。杨生既然饮下此汤，渴望前生之事，为何现在世间小孩已出世，即比以前聪明懂事，是否此汤品质有差呢？明王你有所不知，因自无始以来，人经过千万劫之转轮，喝欲望汤之次数亦多，久而变成习惯性，故当今之小孩出世，似乎巧智万分，所谓鬼头鬼脑也。此乃是喝此汤多次，渐成习惯，故其头脑灵精，但是此亦非好事。你看上酒饮者喝下一打亦无醉意，这是麻木不仁。故世间不仁不义的人越来越多，而太过精灵之人容易走入歧途。所以巧智又有何可喜呢？杨生原来如此。祭佛时刻已到，六道转轮情形下期再来参观就可。杨生感谢明王指点迷津，开示甚多妙理启化众生，难得。先告辞了。明王既然要回，我亦不留，悉在驾临。祭佛杨生速上莲台，准备回堂。杨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回堂。祭佛圣贤堂已到，杨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58地狱游记第58回，由十殿观六道轮回复058。济公活佛降，戊午年6月初3日、7日7月1978。诗曰：一师人生万劫难，端行道德正衣冠。披毛戴角非为备，水陆投身双月寒。祭佛今日准备游明，杨生速上莲台。杨生遵命。为何不多谈两句呢？祭佛言多必失，话多必怪，还是少说为妙，话多了就不值钱。杨生实是，我已坐稳莲台。祭佛已到了。今日再次到十殿参观六道轮回实况，你要提起精神。十殿明王已来。杨生叩见明王。明王欢迎二位今日在临本殿，前次只参观于婆亭，今日要参观转轮台情形，请祭佛及杨善生随我前去吧。杨生感谢转轮王一再费神引导与说明。明王那里，此乃职责，杨氏众生若不改邪归正，则转轮台无时停息，那也是众生不幸呐。杨生前面河中洪水滚滚，这是什么东西呢？明王赤河也，即是众生精血交合之河流。你看赤河滚滚，如众生之情欲起伏不定。杨生河边又有一车轮形状的东西，不停转动，这是什么东西？
明王这就是转轮台，亦即子河车。现正沉浮于赤河中，旋转不停。阳生那边为什么又有桥梁呢？明王本殿为转轮之处，因间至此告一段落，桥梁是通往各地之道路。前面既有金、银、玉、石、木、竹6种不同质料所铺成的桥梁。经桥者，凡是在世基有大善功，参观各狱后的辅销案，然后经由此桥往天堂而去。至于功果圆满或修真之事，于去世后，有者直接从阴阳界升往天堂极乐界，不必再经由此桥。迎桥者，凡是在世基有中等善功，死后到具善所修炼其满经考试，合格后至九泉瀑布净灵，经由此桥到阳间历任神位，接受万人朝拜，香烟不断。遇桥者，凡是在世基有善功，经各殿判决完毕，要投身人间福地，为富贵人家，必经此桥而进入转轮台投身。识桥者，凡是在世功过相伴，要投身为平民，必经此桥养进入转轮台。木桥者，凡是在世过多于功，将投身为贫贱孤苦等下级轮回，必经此桥而入转轮台。竹桥者，凡是在世罪大恶极，违背天理人伦，杀盗淫乱等恶业积满，将投身为胎、卵、湿、化等四生道，必经由此桥而进入转轮台。阳生多谢明王开示。那金银桥上人迹不多，其他各桥则拥挤不堪，好像要赶时间似的。祭佛我走我的独木桥，他走他的阳关道，互不相干。这些将转轮之阴魂，喝过欲望汤后，昏昏醉醉，庸往自己所选择之道路。有者穿官服，有者提工具，有者拿文笔，有者披兽皮，有者带头角，有如疯狂各显技能，要到阳世逞威风。明王他们都是失去理智，像拿刀的不知此去非你死就是我死，还自鸣得意。阳世之情形与此相同，明知深坑陷人，看见热火还扑焚，轮回现象也就如此产生了。阳生他们昏昏沉沉走在玉、石、木、竹桥上，向转轮台而入。一堕下，便无声无息了，不知他们如何投胎转世呢？明王世人最想明白此理，我详细说明之。万物转生，必由阴阳二气构合而生，此转轮台就如阳人之阴阳官道，男女移动情欲心神必婚，而精血外溢，即如转轮台下之赤河水一般随波荡漾。流水一滚动，转轮台则如水车随之旋转，而产生吸力。这些阴魂迷糊糊随其因缘被吸入转轮台内，亦就是人类之母体，故精血构合而怀孕，灵性已附在胎中。如人类10月怀胎，一旦时到，则此灵体由转轮台奔出，一喊声由子河车而出，
血水直流，哭叫一声，惊醒一看，又到人间其他胎卵湿化亦各随其生育不同期间，而在转轮台内孕育。世人如果怀孕，因合车转动，故常有呕吐情形，此为子晕，如坐车晕车形状。阳生原来如此。明王若不说破，世人实在不知。明王转轮台上呈八卦形状，内有一圈为太极图，所谓无极移动。生太极，太极为阴阳，故转轮台转动，自然生化不已，其中有六孔而出，故称六道轮回。第一孔道转生为公侯将相，第二孔道转生为士农工商，包括鳏寡孤独。第三孔道转生为胎生类，第四孔道转生为卵生类，第五孔道转生为湿生类，第六孔道转生为化生类，各按其功过而分别成形。祭佛正如阳间工厂一样，原料优劣，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就不同。如高贵木材可建造楼房，朽木则只可用来烧水煮饭，人之转轮语。此相同，前世具有善根，转世也就有好的出路，所以众生品种虚，要好好改良，才不致生出一个恶人来。阳生六道轮回不是另有一说吗？继佛六道又有一说，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等六道，这是一种按级分类。天道及天堂道，包括仙佛圣神在内，均属于天道系统。他们成道正果后，不必喝欲望汤，在经由转轮台而上升天堂，此点析众生了悟之。但既已脱离六道轮回，其有愿力或宿缘者，慈悲常怀，不忍众生未度，故常投胎转世，修真学道，立下楷模，以启迪众生。如各教教主、祖师等，无非仙佛之根骨。所谓仙佛不离众生，历劫以来发愿下凡度众之仙佛多矣，故在不生不灭境界中，仙佛常临凡间的福，因此轮回应作来回观，并非投胎转世方称轮回。其实3000大世界来回之道何止分为6种，故应言万道轮回灵性之沟通是无止境的，如一本散万书，万书归一本，众生应悟之。阳生今日所观，才是真正的6道轮回。明王十殿转轮大概情形，已泄露于《地狱游记》书中，希世人好好体悟。转轮投生虽然是地府所判，实是世人自寻之路。如不趁早修身养性，一旦失去人身，则万劫难复。奉诵祭佛吉阳，善生回圣贤堂，并祝著书顺利完成，众生早日度尽。阳生感激明王金言，点破千古之谜，世人有福了。再见，我已上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十殿地狱至今全部游玩，这负重担轻松了一半，阳生也辛苦你了。
8月15日，地狱游记印成角书。3曹神人鬼欢心之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愿天下众生多应诵此书，将真理普传，正法弘扬，也是老衲的心愿。十殿地狱一过，将是黎明曙光，愿众生能如悟书中真理，除去窄狭自私心理，放开心胸，慈悲喜悦充满着大地，天堂的道路就在眼前了。圣贤堂已到，扬声下莲台，魂魄投体。加59地狱游记第59回，游的府平民区负059。济公活佛降，戊午年6月初9日，13日7月1978。诗曰：人间百业尽纷争，的府平民心夜营。大幻屈身难看破，阴魂到此动幽情。即佛世间百业竞争异常，的府在暗淡星夜之下，仍然到处充满着各种行业。老子说无所以有大患，谓无有生，即无生，无有何患。这句假躯壳，既然看不破，舍不弃，所以世人来到阴间还动起幽情来，你说妙不妙？今日我带杨生参观贫民区，就知一切了。杨生快上莲台。杨生遵命。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杨生下莲台。杨生这个府城异常热闹，出出入入的人非常多，面上都带笑容，并没有阴差插压，壮盛自由。城门上写有贫民区3字，不知内中情形如何。祭佛贫民区即是贫魂区也。凡是世人亡后，功过相抵平平之魂，其在阳间与人无结和大恩怨者，则不必投生，归入阴府贫民区内。所谓贫民区，即是自由业，在世若是耕农或经商，来此亦可重操旧业，但以商农为主，自力更生，并不像阳间科学如此进步，切不必操劳。来此地者，仍然要凭双手操劳为生。我们到里面参观吧。将军何方神圣闯入区内呢？祭佛，我是济公活佛，奉旨带领洋人参观贵区，以著书劝世。将军本区情形怎可泄露？祭佛谕旨在此，快入内通报。将军请活佛赦罪，卑职冒犯了，我进去通报就是。区长请祭佛原谅，杨善生多语包涵，因将军不识您们。今日2为驾临贫魂区失迎之处，请赦罪吧。祭佛因未事先通知，请不必见怪。区长2位请入区内参观吧。杨生感谢区长之接待，这个区长不是凡间之区长吧？祭佛杨生，你勿多言，所谓长者，乃是尊称及贫魂区之主管。杨生区内建筑各式房屋，但都是木屋，并无阳间之高楼大厦。区长贫民区乃是阴魂所居，
木土之性相连，故阴魂住木屋，较为适合。阳身有饮食店，也有杂货店，人群与阳世之人无异，但有些人留长发，穿着古装，不知何因。区长区内有不同朝代之魂，因各职生前生活，故你看来自然有些两样了。我带你到野外看看田中工作情形。祭佛阴阳两隔，但是心理相同，生时不修真悟道，死后犹然不忘前业。所谓待业往生，就是如此情形，前业不放，来此只好重操旧业了。阳生野外田地，各处有人耕作，但都是靠双手操作，并无牛只或耕耘机等帮助。区长死后不比生前那么享福，只有凭自然能力操作为生。阳生这些人生活情形如何？区长与洋人生活相同，三餐必饮食，作息有序，且因其魂魄上迷恋七情六欲，所以也有婚姻往来。平常操作虽然辛苦，但久成习惯。阳生不知他们是否永远在此工作。区长非也，其亦有寿命之管制，时限一到即行退休，再行投胎转世。阳生不知阳间所焚化之金纸、往生前、库钱或拜祭物品，他们有否享用？区长这个问题是阳世争论不休之疑。我特述之阳人祖先去世后，有着焚金银纸、往生钱、库钱等物，要给亡者使用，但一般亡者都以呆醉之身入阴府，所以也想不到这些银钱。俗语云运来黄土变成金。以现在阳世而论，都市寸土寸金，故土可以变金是实事。至于金银纸、往生钱等纸灰，最后也是归土，故土能生金，源于五行相生相克之理。纸必经火使成灰，然其金箔不灭，灰化成土，而水气失之，可谓的五行之气。阴魂的后世子孙之金纸，乃是由五脏而得其气也，如人吸收营养分一样，可以促进生长。阳生为何曾听亡人梦中向子孙要钱花用呢？区长亡灵所食者，气也，故祭拜之物不曾被亡魂吞没，其只是吸其气味而已。亡魂因靠操作为生，或被刑罚后元气不足，故有者回阳向亲人乞食讨钱，是在求助元气。焚化金银纸不必太多，取其子孙一点孝心，因为自己在阳世富裕生活，祖先也无法想到这份福气，故祭拜一番，以慰亡灵，是有道理存在的。如福气、霉气，不是都是一种气吗？故焚纸有火气，而化亡魂之阴气，而助其元气，有一番妙用，阳人勿轻视之。然不必焚化太多，否则其无福可受，等于浪费。因此，焚化纸钱，亡魂仅吸取其气，非用来买卖。
民间另有其他证卷流通，绝非靠杨氏供给。祭佛纸钱只是一般亡魂有用，若是在世有大善功者或修道者，亡后归礼，其元灵道气冲天，不用俗钱俗气补充，这点希望重。生了悟之。杨生说的有理，不然阳间制造明钞工厂不一，所造品质差异甚大，来到民国银行，不知如何通用。祭佛哈哈，阳间制造明钞工厂甚多，只管赚钱，偷工减料处处可见，若不按时制造，我看来到民府遭到退票，那就自作孽了。杨生贫民区之阴魂与犯罪亡魂有何不同？祭佛贫民区之亡魂较为自由，不太受到拘束，但要到阳间，需要批准方可，不过7月可以轮班外出。若是罪魂，则大不相同。平时受刑罚，除非自己继承或特殊情形，难以外出。7月则例外，罪较轻者可以外出游玩。杨生原来如此。祭佛劝世间洋人多修身悟道，了觉真理，看破幻生是假，以免死后仍然如在世间想法到贫民区来，还要操劳工作，那太不值得了。不得超生了死之道，则生如死，死如生，生生死死，在轮回圈内打转，永无出头之日。今日时刻已到，准备回堂。区长命各官员排班送驾。杨生感谢区长之指导，先告辞了。祭佛圣贤堂已到，杨生下莲台，魂魄投体，60%加60。地狱游记第60回，游具善所，赏善思，罚恶思负060。济公活佛降，戊午年6月16日，20日7月1978。诗曰：魂归具善在修功，炼性魔辛苦用功，道法闻师深究学，人间旧事显灵通。祭佛今日由民安排往具善所，即赏善思，罚恶思，地狱游记善作至今已将近结束，老衲深喜发善心捐印者甚为踊跃，真是善与人同。如此时不负2年来神人奔波于的府之苦心了。唯愿天下苍生认理归真，善道是从。地狱游记一书乃是各教同寻之真理，凡言阅者，其身心受益非浅。老衲不费唇舌唠叨一番，无非希望众生戒恶从善，所做是好事，人称是好人。一片苦口婆心，愿天下有心人共鸣吧。杨生准备上莲台。杨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杨生下莲台。杨生具善所已在眼前，好像一座学校，外面干净万分，还种有各种花木，不像囚狱阴森森的。祭佛具善所就是阴府之学校，专门培养神职人员。杨生所门已开，
官员们正排班迎接我们。祭佛所长及所内官员已出来，杨生你快向前参驾。杨生拜见所长及众仙官。所长杨善生免礼，欢迎你及祭佛驾到，实在久等了，请二位随我进入里面以便参观。祭佛甚谢，今日来此打扰，请所长多次指教介绍贵所情形，让杨生知之。所长理所当然，本所名曰聚善所，又称极善所，凡是洋人在身，功德不少，但尚未达到上升天界正果之标准，皆须引入聚善所修炼，以准备上升天界，或到凡间历任神职，就是又名。杨生前面那人不是本堂已故孪生庄建安吗？祭佛是的。你们今日在此相会，可谓有一段姻缘。杨生庄前辈看到我眼泪直流。所长庄善魂，你勿悲伤，今日特安排你们同道在此相会，可以说你离开杨氏后之情形吧。庄魂今天能在此的会见杨先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亦不尽悲伤之泪。生前入銮于圣贤堂，受观恩主之教化，并多蒙丘堂主及各位同修之照顾，所以我也兴趣效劳工作，每日到圣贤杂志社抄写记书封带。本来心想一意效劳，将来可以往天堂逍遥，但因过于痴迷，尚留一丝情缘于世，故离开杨氏后，虽有福神引路及恩主之保护，可是造过甚多，功过相抵，不能符合往天堂之资格。在世时，恩主对我之期望甚大，屡次训勉，奈自己智慧浅薄，未能体悟圣意，身不由主愿未了，而身先死。幸生前一片愚诚，恩主仍然带我参观各狱刑罚情形，再归入聚善所修炼。我肉体出殡时，蒙受堂内诸位同修拈香诵行，内心有说不出之感激，请杨先生代我向他们道谢。我在此每日学文学道，而且还常举行考试，磨练我们的心性，如看财不动，看色不迷，富有慈悲心等等，才能过关。这些考题都是仙佛化境，如要我们走往某地，突然路边出现黄金美女来引诱，如果心神不定被考到，便算不及格，须再修炼之。平常有仙佛圣真来此讲道教法，虽然不受刑罚，但读书考试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所长聚善所是训练接任神位之神灵，为防神灵道力不足，所以要时时考验，使其达到神格时才算毕业。有者毕业后，再由各有缘仙师渡回天堂在家修炼，有者到阳间历任神职。庄魂拜托杨先生告诉我的儿女，要他们好好修身学道，我儿闻贤性直，做不了大事，
真是可叹。希望堂内同修好好认真效劳。想当初，我亦想随你到地府一游，哪知一语成谶，变成事实。想再修点功果，但肉身已失，也是无能为力了。继佛具善所大概情形如此，我们当赶往赏善罚恶二司参观。就此告辞。杨生请庄前辈好好保重，堂内之事不用挂心。庄魂感谢你了。所长命众官员排班送驾。继佛杨生上莲台，我们另移他处参观。杨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移驾吧。继佛赏善司已到了。杨生果然不错，前面匾书赏善司3字。司尊欢迎继佛及杨善生驾到。继佛今日我们师徒到贵司参观，请介绍大概情形吧。杨生来此之亡魂由福神引路，并无靠压或鞭打，状甚自由。司尊凡是洋人去世后，功多于过者，一部分先来本司等候处理。来这里之亡魂均自由自在，可以喝茶聊天，或下棋消遣，赏善司，就是一种善魂暂时休息地方而已。来此地者，待一段时间后，就移送具善所，或送至各店消茶抵案。杨生原来如此。继佛因时刻有限，我们再到罚恶司参观，告辞司尊。司尊命官员排班送驾。继佛杨生上莲台，离此不远就是罚恶司。已到了。杨生这里与赏善司完全不同，门匾书有罚恶司3字，来此的亡魂都被阴差插压，好像刚受逮捕。司尊欢迎二位道长驾到，今日光临，本司感觉光荣之至，你们为著书劝世，功德无量。继佛司尊夸奖了，我们师徒到此，因时刻有限，请司尊介绍贵司情形吧。司尊好的。本司曰罚恶司，凡是洋人在世为非作歹，违背天伦者，三师神或日夜游巡，随时记载，回阴府报告。若过重者，本司则设其元神来阴府惩罚，受罚之人在阳世只觉迷迷糊糊，痛苦万分。此时就是凡人生病之刻，有觉头晕、头痛、浑身不舒服，世人只知自己有病，身心不爽，但不知其魂魄已受到处罚。病好时，就是魂魄放回阳之刻，精神也觉轻松了。刚才那些被压之人，就是阳人魂魄，此为本司第一种罚恶工作。第二种惩罚工作是阳人亡后，因罪恶甚重，有者先交来本司惩罚一番，待各店查其案证完毕，再移交各店办理，故本司乃是暂时拘留所而已。杨生原来如此，感谢司尊指教。继佛时刻不早，我们准备回堂。司尊命众官员排班送驾。继佛杨生上莲台。杨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圣贤堂已到，扬声魂魄头体。加61地狱游记第61回，有血污地及东岳殿赋061。济公活佛降，戊午年6月念5日，29日7月1978。诗曰：游名历尽万重山，血汗如流不厌烦。善恶谁言无报应？天堂地狱现斑斑。祭佛历尽了幽冥道路，所见都是痴迷亡魂。未生我之时，不知谁是我；生我之后，不知我是谁。两眼朦胧，又不知谁是我。众生迷来迷去，好像一个不想学的学生，带着饭包跟人上学，只知吃饭玩耍。一到考试，一问三不知，可谓白费父母心机，养一个一窍不通的痴儿。老衲在此寄语天下苍生，身为人类，就要顶天立地，多做些好事，不要鬼鬼祟祟，专做些缺德事，以免生前惯走暗路，死后做个缺德鬼继续摸索，那就惨了。今日准备游冥，扬声上莲台。扬声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扬声下莲台。扬声今日我们到此，为何只见前面一池，远远望之，好像池里有沉浮人影，还传来救命呼声，哦，还夹着一股腥臭味道呢。祭佛前面就是血污池，今日带你来此参观，需振作精神，快向前走，以便详细观个究竟。扬声路上因岔压着许多人往池内前进。祭佛这些都是送往血污池之罪魂。扬声心会味更重，救命喊叫声也更响了。原来池中之水如污血一般，腥臭无比。将军欢迎济公活佛及杨善生驾到，本处已受到通知，知道二位今日驾临，请进内参观吧。杨生因为在这里已看得很清楚，我看不用接近池边了，但望将军说明血污池刑罚罪魂情形。将军是。本池名曰血污的，位置于奈何桥下游，罪魂刑。经奈何桥跌落桥下之毒蛇坑后，因受毒蛇吞食或咬伤污血成河，汇聚流入本池，而成血污池。本池所进者，都是犯污秽罪过之人。杨生请将军详细说明之。将军神圣本来不可冒读污秽，但有不少人常咒骂神明，或出秽与污骂常上，即嫁祸于人，诬赖他人，均属污秽心肠。有者白昼宣淫，露天交合，不畏三光，不计人见，丧失廉耻，污秽之至。有者专门卖色赚钱，出口无非秽语。有者贪淫过度，采花不止，污染灵体。或口喜食秽物，以为补益身体，这种恶不是邪门中人。或是人喜好宰杀生灵，
污秽神佛庙堂、经典书章等，死后皆要入血污池受苦。祭佛俗传，凡妇人生产不幸死亡，皆要入血污池，此乃讹传。生欲为天地造化之常，不幸暴亡，已属惨事，那有进入血污池之理。故世人如有亲属生产病亡，只要多做善事，或诵经忏，或应诵善书，以此功德回向，则可助其减轻恐怖惊慌之心。因产妇临盆时，最为心慌痛苦，如不幸死亡，一时魂魄不安，家属宜多修功德，以求圣神仙佛度化之。将军祭佛所说正是，悉世人了悟之。祭佛因另有他处要去，血污池大概情形已知，我们先告辞了。杨生感谢将军指导。将军那里失礼之处请包涵。祭佛杨生上莲台，准备往东岳殿。杨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东岳殿已到，杨生下莲台吧。大帝迎接祭佛及杨善生驾到，二位奉旨著书，今日方到本殿，实在久候了。祭佛因大帝权威无上，老衲由一殿游起，贵殿安排于后，事后来居上之意，请大帝勿见怪。大帝祭佛不用谦言，既来本殿，我已心欢。尔台中圣贤堂阐扬道德真理，开堂以来，著作太上无极混元真经、玉皇普度圣经、修道指南、浅述古今善恶因果报应、圣贤真理等经典善书，广印赠送，劝化四方，世道人心受影响而向善者不计其数，我心中早已感慰万分。今日杨善生能随祭佛驾临本殿，理当招待一番，二位请进入殿内休息，我们谈谈吧。杨生感谢大帝爱护。大帝二位请坐吧。命将军速献茶果。将军遵命。已呈上。大帝请二位不必客气，用吧。祭佛感谢大帝惠赐。杨生干茶美果，滋味不错，可以带几个回阳吗？大帝亲果在这里吃就好。祭佛杨生，你勿贪吃，你家那棵果树已结实累累，只要好好保养，已足够你受用无穷了。大帝道果才是实用的东西，那些有形果品，吃得完，用得尽，而且还会腐烂，皆非实用之物呀。杨生恩师及大帝之言，我领悟了，惭愧，惭愧。祭佛请大帝介绍贵殿之职司吧。大帝好的。东岳为泰山，是五岳之首，并直辖的府十殿各司，可谓最高司法单位，四阳间之最高法院。本岳并统治管辖一切幽魂散魄及的俘获阳间鬼神升降之事，因本殿可直奏玉帝，而发令执行任务。如山神、土地、境主等神只皆在东岳辖内，凡是十殿有何疑难案，见未能解决，
即移送本殿办理，故本殿位居十殿之上，但东岳之上尚有幽冥教主管理普渡事宜，无则管辖的府检察之权，职司各有不同。阳生我有一疑，提请大帝指教。贵殿既管一切游魂散鬼，但阳间为何常听见某人被邪虫或鬼魂冲犯？难道因司法律上有漏洞吗？大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罗森森，漏而不久。杨善生说的是，阳间上有不少游魂散鬼存在，音律虽严，但不离慈悲之心。所谓情理法坚固，不少亡魂因生前受屈而死，因思准其报怨，但其到阳间，往往意气用事，不分早白，见人即缠。但若阳人元神旺盛或道德升高，其则不敢近身。不过，这些游魂散鬼若不遵法令，在阳非位者，一旦被发现，则由阳间神圣或本殿之巡查逮捕归案，斯时其也无话可说，而依法审判功过。因地府诸神不愿众生怨恨不消，故释放鬼魂，以便报怨。但如阳间之罪犯，释放后，有者变本加厉，鱼肉相邻，阳人被鬼魂缠身，就是此种情形。阳生大帝说的是，祭佛感谢大帝开示，时刻不早，我们准备回堂。大帝二位辛苦，愿助地狱游记早日者成，普化苍生，亦能早见功效，命众官员排班送驾。阳生感谢大帝及众仙官，先拜辞了。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祭佛圣贤堂已到，阳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62地狱游记第62回，拜会地藏王菩萨，游记者诚开盛会复062。济公活佛降，戊午年6月念6日，30日7月1978。诗曰：天花法语节谣篇，玉卷修成一朵莲，圣侧福光垂万古，由书字字迹完全。祭佛今天是个喜悦的日子，废12年之地狱游记，今日未完结篇。这部稀世宝书道尽了人生真理，也许有人不信，但诸生2年来所观游民实况，如一幕真人实事电影。故老衲希望天下苍生，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领悟生是一个小的开始，死才是无限的延续，也是生的前兆，切不可认为一死百了。你看那一缕缕幽魂，都自冥路而来，自古及今，忠孝节义之士，其死后一道灵光飘飘而上天堂，万古流芳，显出他的忠贞大节。但若违背真理正义伦常之辈，死后灵魂污秽不堪，阴森而沉沦于地狱。愿众生阅读《地狱游记》一书如大梦初醒，勿再迷痴于花尽俗情之中，而越堕越深，终而不可救药。今日为游民最后一次，
杨生提起精神，端庄衣冠，准备赴幽冥岭。讲杨生恩师呐，我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师徒奉旨著书，任务即将完成，也可以轻松一下了。既佛有志者事竟成，皇天是不负苦心人的。悉好好精进，快上莲台。杨生今日这朵莲台为什么特别大，而且还毫光四射呢？继佛2年来，这朵莲花为我们进出阴阳服务，磨练的壮大生光。杨生原来如此，真是奥妙无边。继佛已到了，杨生下莲台吧。杨生哦。前面广场好不热闹，仙乐演奏不绝于耳，排满了宴桌。都是玉石所雕，来来去去之人都未曾见过，有者穿着飘飘道袍，亦有沙弥、儒士及各国人士等打扮之人，不知他们是何的而来。继佛因地狱游记奉旨著作即将结束，幽冥教主特在地藏宫前设宴，以资庆祝。今日我们是为上宾，你看仙使、沙弥、儒士、各位宾客及地藏王菩萨四出来迎接我们，快前去参驾。杨生参驾地藏王菩萨及诸位道场，在下是台中圣贤堂观地恩主门生，奉旨随继佛游冥著书，蒙受地藏王菩萨慈悲，敕令幽冥各御司协助著书工作。今日任务完成，特随恩师齐来拜谢，不敢劳动教主摆设如此场面，实感惶恐。教主杨善生请起来，你及继佛太辛苦了，2年来奔比于黄泉路上，度世之心难能可贵。我今日特别设宴庆祝，功成书一成，请继佛及杨善生入内，登上坐吧。杨生不敢当。继佛今日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特为我们设宴，我看不必推辞了。忙了2年才有这份殊荣，跟我坐吧。杨生恩师既坐，我亦陪坐了。这个宴会人群越来越多，个个都头伏金光，相信是道行不浅。教主今日之宴乃是庆祝地狱游记者成，因地狱为世界各宗教所承认，故不论如道士耶回或其他新设教之教主及有修行之教徒，均被邀请列席，所以诸天都派下仙使、天使同参盛会，瑶池金母，并特赐下蟠桃琼浆。杨善生你有福了。杨生感谢诸天圣佛仙神之眷顾，现时天乐大享。教主盛会将开，各教教主及观音大士亦降临。大士今日幸会继佛及杨善生。杨生参拜观音大士。教主现在盛会开始，奏圣乐。诸位安好，大家都是天堂贵客。今日驾临的福，使幽冥大放光明，滋阴南赡部洲台湾省台中圣贤堂亲奉玉帝指令，游冥著书，以劝化世道人心，清平污浊之气。济公活佛，信喜诙谐，
世人见之心欢，借机扬狂济世，一言一语如妙药甘露，皆能起死回生，故玉帝令其导游，不但能洞见幽冥，更可禅机深妙，可谓最佳导游人才。杨善生为圣贤堂正鸾，灵性清明，随活佛历尽十殿各狱，劝世功深。今日书成，特举行此宴，一表庆祝之意，二表世界虽大，但在灵界则各教并无门户之见，如今日在场，各教人士皆安排就坐，和气融融，显示出大道无私景象。昔天下苍生认理归真，修身养性，遵守孔孟道德，否则毁气伦理纲常，喜增野蛮习性，绝非文明之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由小康而促进世界大同，此乃众生之福也。至此，开宴。祭佛扬声不必客气，此乃琼浆玉液，及王母之蟠桃，吃后可以延年益寿。扬声感谢恩师，我不客气了，趁这个机会多吃几个。教主恭迎吕纯阳祖师驾到。吕祖请教主不用多礼，吾亲奉玉帝御派，特带赏状一卷，交由杨生带回，以作圣贤堂著书之奖赏。杨生叩谢天恩，教主请祖师用宴。吕祖谢之。教主因时刻不早，招待不周之处，请诸位高真原谅，祭佛及杨善生今日到此参会，吾感万分欣悦，鸾门阐教，应机说法，是为顺天应人之举。地狱游记以书者成，全凭古圣所传之陶记，六笔通灵传真。世人应了悟上苍用心，好好遵循天理良心，死后方免受十殿之刑罚。的藏菩萨为佛门之尊称，若道门则尊称无畏丰都大帝，故地狱又称丰都地狱，世人大都不知。今日趁地狱游记者陈复言书墨，以小世人。祭佛这个莲台现时浮于半空，乃2年来圣贤堂诸生辛劳所获之道果，老衲无礼物相赠，愿将此座莲台赐予杨生，作为2年来师徒出入幽冥著书之纪念品，希望杨生好好珍惜之。杨生感谢恩师惠赐莲台，但受之有愧，愿遵师训，但望今后恩师能随时开导。祭佛在你左右，只要你把握住佛心，则佛可成也。教主此贫穷将，特请杨善生带回圣贤堂送给全体鸾生饮用之。他们也太辛苦了。凡是应送或宣讲地狱游记劝世者，日夜由神随时巡查回报的，府皆有录案，凡有所求皆能应验如响，希望天下苍生多与广应流传，劝化人心之功德，是无可限量的。最后祝圣贤堂诸生功果圆满，堂运兴隆。祭佛扬声，我们准备回堂。扬声感谢玉帝、教主、恩师及在座道场，
多蒙指导，永难忘怀。再见。教主在席诸位请起立，奉送祭佛及扬善生回堂。祭佛琼将要提好，这是2年来的收获。扬生我不会衰落，已紧握住这份成果，赏状意在怀中，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为谁辛苦为谁忙？阴阳界鬼门关，走遍了阴曹的藏2年来，土尽心血抛出金砖，为的是望众生改恶从善，如今愿已完，留下的只有看众生是否回头向岸。地狱游记者玩，落得一身清闲，要修不修我不管，堕地狱升天堂都是世人自己往。叮咛再叮咛，愿众生如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圣贤堂已到，扬生下莲台，魂魄投体。我即玉虚童子要回天脚趾，回家家家。77预兆，本堂司礼神登台复临 C1。戊午年5月初3日、8日6月1978。盛世县客谕旨将降，命城隍5里外，福神10里外迎接。诸生肃静后驾。金阙内乡，徐将。诗曰：8月中秋颁圣典，大千世界放光明。缴书仪式宜隆重，赦罪消迁公告成。盛世无今夜奉命代旨宣读，神人俯伏。亲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察尔台中圣贤堂前经凌霄盛会决议，奉命著作《地狱游记》，由丙辰年中秋开笔，至今戊午年8月15日，是期满2周年。扬生神游十殿，暗喻访问，暗证如山，均泄露于《地狱游记》书中。其期刊登于圣贤杂志，为普化苍生世切，故该书须于今年8月15日夜印成角书，届时将《地狱游记》108册置于香案上，另焚3册，一角天庭，2角的府，3角人间天下都城隍，3曹对岸，以示尊岁。家的府各司参赞有功，除按功行赏外，并大赦罪魂以次，举行庆功盛会，详情另批交幽冥教主办理。人曹部分，凡著书中护法者、效劳者、者成后、应诵者、宣讲者，皆按功行赏。缴书时，应将所有捐印者之姓名、住址、册数、其愿制成表彰，焚呈上苍，以便汇集普化成果，按情施印。2年来诸生辛劳，各的妙化之果无边，悉在接力，以匡正世道，力化颓风，而尽大同。勿为正命，轻灾勿忽，叩首谢恩。天运戊午年5月初3日、8日6月1978。家78。济公活佛降，拔复临 C2。灵魂学说，近代已可由科学仪器略窥1、2，然要观其全貌，
非由精神潜修开通慧眼不可。人体原由精、气、神三种元素所组合，这具幻躯犹如搭棚骨架，一旦风火水土变化，则支离破碎，人去楼空，难以久存。灵魂之转世由此而生，改头换面，各以另一新面目示现，古今中外。宗教先觉者或具通灵超能力者，都能目睹此事，见证无言。加地狱游记之著作，乃系上天慈悯众生九堕红尘，贪嗔痴三毒旺盛，造业多端，造成道德沦落，社会问题不断滋生，为匡正世道，造就更美好人生，呆准泄露民腐实况，以警示化俗，倡导善行人风，推弘真理道义。相信凡有良知写信之人，见此邮书，阅读之后必能放下屠刀。吾也愿助其立地成佛。2年余资，感触良多，仅引太上感应篇。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语作世书之结语。贫僧济公，仅拔于台中圣贤堂。戊午年6月念9日，2日8月1978。加79。后继复临 C3。本书合蒙各地公堂庙寺先进大德及各地读者同修协助支持，使能如期出版，在此仅表由衷感激与无限谢意。了悟犹如夜的灯，无窗暗室忽开明。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地狱游记完。玉历宝钞。林凤止著作林目录缘起注1注2注3。01一殿秦广王陵22殿楚江王陵33殿宋帝王陵44殿武官王。055殿阎罗天子066殿变成王077殿泰山王088殿都市王。099殿平等王10殿转轮王11转解锁12孟婆神。传流弹吃道人血污池雾迷道人勘印。考证1考证2考证3。前言。玉历宝钞 Yuli Baozhao。奉旨著作。加000。前言。时间：辽、契丹、太平10年至庚午，公元正1030庚午。中元3523宋朝07仁宗，天圣08。地点：地狱，地狱游记第42回。访客：但吃道人。正本：雾迷道人戊生下6月受册正1068戊生3561宋109神宗，熙宁01。甲版：东复版，大宋绍圣5年以前，公元正1098戊寅。中元3591宋139哲宗，绍圣051041年发明活字印刷。乙版、武陵版，正1130庚戌3623宋171高宗，建炎04。版，契录。感恩
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阅读编辑1自动唤醒 W 斜线或斜线检视 V 选项 O 自动唤醒 W 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30K 绪论记录图画记录印证记录本版宏大斜线广兴加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 0A1 缘起001一电秦广王0022电楚江王0033电宋帝王0044电武官王0055电阎罗天子0066电变成王0077电泰山王0088电都市王0099电平等王0110电转轮王011转解锁012孟婆神传流0C1旦吃道人0C2血污池0C3雾迷道人0C4勘印考证0C5考证1 0C6考证2 0C7考证3注解 0x1 注1 0x2 注2 0x3 注3加玉历宝钞加 0A1 缘起0A1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诞辰7月30日十殿阎君诸神合掌拜祝菩萨大发慈加悲曰我欲超度众生每逢此系降狱将诸鬼犯各罪分别设诱惑减等放令往生六道乃因为善者少作恶者多我是因思所设刑罚甚惨当令细细校核如有犯过能悔在阳世曾转劝1、2善事者从宽谅减抵免是时十殿阎君会议加凡人在阳世自幼存心行善者至寿终应得引登仙道功过两平者命中免入三途受苦即令脱生人道遂了恩义宿缘善少恶多者勾入诸狱受苦人今往生人道分别贵贱受妖及废在世心性增善者转生福地多孽者复刹厉鬼摄入诸狱受苦再令极贫极贱极苦之处深受灾殃死归地狱沉沦所以不忠不孝妄自轻生任性好杀多伤物命不信因果谬允
人死则精气散尽，丢下皮囊，无生何苦？只有活人受罪。那见死鬼待家，死了是死了，都皆不得知的了。家世人殊不知身落空亡，魂魄终在，生前所作种种之恶，死后必有种种之报。凡贻害损恶后世者，现皆永尽无间等狱受苦。吾如是。人虽见历代三教各训，皆以为犯常须臾。君复慈恩，在生执迷，故犯百无一改。是以立法加严，天设刑罚。加今菩萨慧眼观之，垂慈富裕，礼和尊奉着意，杨氏壮病衰老，难复往昔作恶。如肯发心于菩萨，及吾等降生之辰，斋戒立誓，忏悔，从今改过不犯，或竭力做一善事者，弃绝钩制阴司，准免受苦一众。除为臣而不忠，为子而不孝，与自尽恨死，即阴谋诡谲欲害好人，致遭雷击，命丧水火虎狼蛇毒者，分别加罪，押交诸狱。逐层教察功德深浅，量减各苦结束，以偿善报，惠及世人。阳间所犯事项，至阴司该入何狱受刑，注明浅显男女一知之言。承览。似有德行者还阳，普传天下。菩萨观之称善，即于8月初3日，律同时亡诸神，奏达上天。加帝曰：善哉善哉！嗣后诸神鉴察，如有世人誓愿向善，再生悔改，一世能不再犯，准赎2罪。如改过厉行5件，余罪盖赦。男子救生福地，妇女即转男生。善事如能过5件者，并准替修冥福，超度眷属亡灵，脱离苦恼。速将所奏各条转载王例，通行下界，承皇上帝门造神鬼知之。克遵此旨，均以谨领奉行。加01玉历宝钞第1殿附001。一殿秦广王，专司人间受妖生死册籍，统管幽冥吉凶，鬼判殿居。大海卧桥石外，镇西黄泉黑路。凡善人寿终之日，即有接引往生。凡勾道功过2平之男妇，宋文帝10殿发放，人头人事，或男转为女，或女转为男，较量富贵贫贱，以了渊源相报。凡恶多善少者，使入殿右高台，名为孽镜台，台高1丈，
晋大时为向东悬挂，上横七字，曰聂镜台前无好人，压负多恶之魂，自见在世之心之险，死复地狱之险。那时方知万两黄金带不来，一生唯有聂随身。入台照过之后，披解第二殿，用刑发欲受苦。家如有世人，不忠天地生人，父母养生，非同容易。四恩未报，不奉勾帖，擅自轻生，自刎自缢，服毒投水等类。寻死者，除忠孝，节义殉难为神之外，苦因细小之愤恨，或因犯事发觉，其罪不道，于死；或欲言害他人，而弄假成真，轻生气绝，门造诸神，即解。本殿收入饥渴各场，家每逢虚害，悉如临死痛苦，照样现行。或70日，或12年之后，押魂归复寻死之处，无许受享根饭纸帛。如知毁敛葬，不现行引经人，望寻替代。似其遭累人等，各无迁。赦之日，门造诸神，人将鬼犯解到本殿，转发第二殿，查效功过，从重加刑，令在地交各殿发欲受苦。如有起此等心意，或将此等言语唬诈，虽未致死，即在世往日曾行善事，其诸欲亦概不准减免。加凡轻生已死之后，苦不敛刑，至今避人者，即刹青面獠牙诡异，勾到各欲受苦，满日发入阿鼻大地狱，永远锁掉，不许超生。加凡僧道的前代人拜诵经忏，遗失字句页卷者，至本殿发进补经所，各入黑暗斗室，内藏经忏。其遗失字句之处，盖皆签名补诵设有，灯盏注油数10斤，只用细线1根燃火，或时明亮，或时黑暗，不能一气急速补足，或细清修僧道，在生的人前悟者，亦皆不免。如若在家难复，自心自口拜念一切经咒佛号，即有喘错遗失，重在诚心，而不重在字句，尼姑亦然。佛旨免补，每月初1日，皆明载录善集。加世人若于2月初1日请广王神诞，持斋向北市院诸恶不作，将此转念，免入地狱。慈欲抄写成卷，普传世间，广劝男女听信改悔。寿终。
即命青衣童子送往西方极乐之所。加02玉历宝钞第二殿负002。二殿处江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南卧桥石下活大地狱。此众纵广500由旬，另设16小地狱，一名黑云沙小地狱，二名粪尿泥小地狱，三名五叉小地狱，四名饥饿小地狱，五名巧可小地狱，六名脓血小地狱，七名铜斧小地狱，八名多铜斧小地狱，九名铁铠小地狱，10名冰亮小地狱，11名鸡小地狱，12名灰河小地狱，13名灼结小地狱，14名剑叶小的狱，15名胡狼小地狱，16名寒冰小地狱。加杨氏如犯骗幼少年男女，削发入空门，男女轻易剪丢自法。他人托交寄存字画经书等件，捏称遗失，图谋为以物，损坏人耳目手足，指下不明医药取利，不放赎壮年婢女，凡亦姻亲，贪图财势，隐匿年岁。他家说何未定之先，却知或男或女，时有恶疾奸盗等相，含糊不以实告，误人终身者，查核事犯多寡，年分深浅，有无言害变端，即令狰狞赤法等鬼推入大狱，令发应道和小狱受苦，满期转解第三殿，加刑发狱。加世间难复，常将玉历说与世人之景，或玉历抄流传，即见人有病者，医药相助，贫难者沾粥，或失钱救济多人者，并毁前非，准照功过2平之例，余罪勿论。勾道之日，即交第10殿，发放投身人道。加如能爱惜众生，不忘杀害，训劝儿童，勿伤昆虫，于3月初1日，二殿处将亡神诞，是愿戒杀放生者，命中免入狱，亦即交第10殿发放往生福地。加玉历宝钞第3殿负003。03三殿宋帝王，司掌大海之底，东南卧桥石下，黑神大地狱。此众纵广亦500由旬，亦另设16小地狱，一名咸卤小地狱，二名麻环加纽小地狱，三名穿泪小地狱，四名铜铁刮脸小地狱，五名刮肢小地狱，六名前脊心肝小地狱，七名挖眼小地狱，八名铲皮小地狱，
9名越族小地狱，10名拔手脚甲小地狱，11名吸血小地狱，12名倒吊小地狱，13名粪骨又加鱼小地狱，14名驱逐小地狱，15名极息小地狱，16名刨心小地狱。加杨氏为人，不思君德最大，因为享禄者，不坚臣节，世庶不报，水土之恩，妻妾妇夫主，应爱寄与人为子嗣，曾受恩惠，积的过财产，复良归宗归之者，奴仆复家主，书役兵吏复本官管常，伙伴复财东业主，或犯罪越狱，及军流逃遁，因管押囚人聚宝，复类官差亲属等，是者，久徒而不忏悔，虽作善，发入各众受苦不免。加如犯讲究风水，阻止殡葬，造坟掘见棺椁，不及罢垦换血，有损骨质，偷漏条梁，遗失宗亲坟冢，有人犯法，教唆兴讼，写作匿名揭帖，退婚字据，捏造弃义书札，收回钱债劝据，不著不撤套描花押图记，添改倡目，贻害后人等事件者，查对事犯轻重，使大力诡异推入大狱，令发应治合众小狱受苦，受满转解第4殿，加刑收狱。加世人若于2月初8日3殿送帝王神诞，誓愿戒而不犯，即准转发免尽各狱受苦。加04玉历宝钞第4殿附004。4殿武官王，司掌大海之底，正东卧桥石下河大地狱，此众亦广，500由旬。另有16小地狱，一名上水下10尺小地狱，2名毛虫患族炼竹签小地狱，3名沸汤浇手小地狱，4名掌左面右半流液小地狱，5名断筋剔骨小地狱，6名左筋右咽肩刷皮小地狱，7名左筋右砖敷小地狱，8名蹲风小地狱，9名铁衣小地狱，10名木石土瓦压小地狱，11名鹿眼小地狱，12名飞灰塞口小地狱，13名灌药小地狱，14名油豆华夫小地狱，15名刺嘴小地狱，16名碎石埋身小地狱。加世人漏税，抗粮，赖粗，用重秤，和假药，卖者水米，用假银，欠数钱，卖油粉抽零，刮浆布匹衣裤，路遇别废老幼，
不及让行，暗占乡民及老幼奸犯便宜，受托寄带家书，不速交付，窃取揭露，弃旧砖石及晚夜灯内油烛，穷不安分守己，富不连老续贫，如有告代，先以允戒，致其空腹，致令误事，见人有病，加葬药10，令不付给，良方密不传授，兼过药渣，或碎碗料器等物泼至街路，无故养驴马猪兽，尿粪妨碍行人，故亦荒芜田地，损坏他人墙壁，咒诅眼媚，造言惊吓等事者，察核示范之大小，令鬼卒推入各大地狱受苦，令再判发和小的狱受苦。满日诵解第5殿察核。加世人若于2月18日4殿5官王神诞，是悔不再犯者，免入本殿。诸狱如超狱历全卷，或续加古今因果报应事件于各殿章句之后，化人为善，遗传后世，使关键者从此改悔，他能免过。汝亦案里有功。加05玉历宝钞第5殿负005。5殿阎罗天子曰：吾本前居第1殿，因连屈死，楼放还阳生血，楼痛屡，降调司掌大海之底东北卧桥石下，教唤大地狱，并16诸心小的狱。加凡一切鬼犯，发至本殿者，已经诸狱受罪多年，即有在前4殿察核无甚大过，每个按其7日解到本殿，亦察薄不作恶，施至5、7日，未有不辅者也。鬼犯皆说在世上有未了善愿，或称修盖寺院、桥梁街路、开河淘井，或集劝善书章未成，或放生之数未满，或父母尊亲生养死葬之事未备，或受恩而未报答，种种等说，哀求准放还阳，无不誓愿，必做好人。加吾闻之曰：汝等习时作恶昭彰，神鬼之拟，今传到江心补漏池，即如地藏王菩萨大发慈悲，降欲量减抵免，吾等惠及承揽，菩萨引同诸神，奏达天地，加恩降旨，转载玉历通行下界，颁发封都。吾等各殿以来，年生月久，未有一个得行之人，乃能肉身进入冥途，受此玉历还阳而传世间谨慎者，可见阴司无怨鬼，阳间少怨人。
修德行之人，世间难得。今来本殿规范，照过孽尽，嬉戏恶类，无许多言。牛头马面，押赴高台一望可也。所设之台，名曰嘉望乡台，面如弓背，朝东西南三向，弯直81里，后如弓弦，坐北箭数为城，台高49丈，刀山未坡，气就63级。善良之人，此台不登，功过2平，已发往生。只有恶鬼，望乡省、晋、南附军各能见能闻，观听老少语言动静。嘉遗嘱不遵，教令不行，凡事变换，逐渐改过，苦挣财物，搬运无存，难思再娶，复享重婚，田产抽逆，分派难匀，向来账目，亲皆复混，死欠活的，难少分文，活欠死的，奈失俱正，彼此胡赖，搪塞不逊，一概喘错，尽推死人。3党亲戚，怀怨评论，儿女存私，朋友失信，略有几个，想念前情，府官一哭，冷笑2声，更有恶报，难受官刑，复生怪病，子被人鸟，女被人淫，夜皆消散，房屋火焚，大小家事，疏忽庆敬，作恶相报，非独阴魂。嘉凡规范文件之后，押入教换大地狱内，细查曾犯何恶，再发入诸星16小地狱受苦。小地狱内各埋木桩，铜蛇位链，以犬坐蹲，捆压手脚，用一小刀开膛破腹，勾出其心，细细割下，心使蛇食，常给狗吞，受苦满日，止痛完肤，另发别殿。一名歌曲不敬鬼神猜疑有无因果报应等新小地狱。2名歌曲杀害生命等新小地狱。3名歌曲善愿为完诸恶先行等新小地狱。4名歌曲尽邪悖谬习术妄想长生等新小地狱。5名歌曲欺善怕恶恨他人不速死亡等新小地狱。6名歌曲计较疑惑等新小地狱。7名歌曲男子行强图谋奸淫妇女丧真引诱屈从贪恋有无谋害等新小地狱。8名歌曲损人利己等新小地狱。9名歌曲牵令误故生死缓急等新小地狱。10名歌曲愚道昧赖等新小地狱。11名歌曲忘恩抱怨等新小地狱。12名歌曲好斗赌胜牵连言泪等新小地狱。13名歌曲骗诱惑众等新小地狱。
14名歌曲狠毒教唆以未能害等心小地狱。15名歌曲极善妒贤等心小地狱。16名歌曲执迷不改诽谤等心小地狱。加凡是人不信因果，祖行善事，借名往庙拈香，论谈人非，烧毁，劝善书章，礼斗时婚，厌恶人念佛诵咒，做佛事不斋戒，谤匪，是道。识字人不肯将古今报应劝世等文，念诵复诱人等听之，庖掘他人坟冢，填平灭迹，纵火燃烧山林，书房家丁，施火焰，烧居林，攀弓射箭放弹，诱逼疾病瘦弱人独立，隔墙壁抛纸瓦，食伤人，何当药鱼，放鸟虫，作造丝网，年干，捣龙，盐卤撒草地，死猫，毒蛇等物不生埋，害人起绝，犯土丧命，冬冻春寒，啃掘的土，拆墙更造，私建官衔，市占民地，田井塞沟，加如犯前项等事者，复过望乡台，发入教唤大地狱，受苦之后，应该割碎其心者，押交各层小狱判发，受满转解第6殿，查封有无他罪。加如是人在生不犯前项等事，或曾犯过，于正月初8日五殿阎罗天子圣诞，斋戒事不再犯者，不读本殿，各狱之刑可免，并准资第6殿轻减刑罚。加除杀生害命，禁邪悖谬，男子淫毒妇女，妇人贪淫悍妒，损他人名节者，于道昧赖，忘恩报怨，即在生执迷，见闻劝善章句，不即改悔者，概不轻减。加06玉历宝钞第6殿负006，6殿变成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北卧桥石下，大教唤大地狱，广大500由旬，4为另设16小地狱，1名长贵夷沙小地狱，2名使泥净身小地狱，3名磨催流血小地狱，4名钳嘴含针小地狱，5名割肾鼠咬小地狱，6名急往黄钻小地狱，7名对倒肉浆小地狱，8名裂皮上记下抿类小地狱，9名咸火闭喉小地狱，10名桑火左隔右飞轰小地狱，11名粪污小地狱，12名牛雕马造小地狱，13名左经右飞翘小地狱，14名左经右使头脱翘小地狱，15名腰斩小地狱
16名剥皮萱草小地狱。家世人怨天尤地，憎恶风雷，冷热晴雨，对北逆变涕泣，偷窃神佛，装束法身内藏，刮取神圣佛经，妄教神会，不尽习字指经书，四塔眼观前后，颇积秽物，供奉神像，除灶不洁，不戒食牛犬肉，忘恩负义，藏著被谬淫书不悔，图扯劝善书章，器皿雕刻太极图日月七星，集和合二圣，王母寿星，各上仙行香，绣之万字花样在于灵卷纱布神幡，卧床椅桌，一切器用，生号字，记见伏龙凤衣裙，坐讲五谷，炖米望昂者，俱发入大呼唤大地狱，查出所犯事件，应发和小狱受苦，满日转解第7殿，再查有无别。2. 家凡人在阳间于3月初8日6殿变成王神诞，持斋誓愿，今后不敢再犯，并能每逢5月14、15、16日、10月初10日，戒不交媾，立愿辗转劝戒者，准免以上诸小地狱受苦。家07玉历宝钞第7殿复007 7殿泰山王，司掌大海之底，西北卧桥时下热恼大地狱，周围广500由旬，并另设16小地狱，一名堆女自吞小地狱，2名左片右裂凶小地狱，3名山腿火逼坑小地狱，4名耶叉抗法小地狱，5名犬咬胫骨小地狱，6名欲痛哭狗蹲小地狱，7名月顶开额小地狱，8名顶石蹲身小地狱，9名彖宝上下啄咬小地狱，10名离鱼换力皮猪脱小地狱，11名吊匣足小地狱，12名拔舌穿腮小地狱，13名抽肠小地狱，14名罗踏欢脚小地狱，15名烙手指小地狱，16名油腐滚烹小地狱。家凡在阳世炼石红千阴枣仁包，饮酒费用，较过本身日常应用，银钱之数，抢夺，掠诱，掠买，盗取关内衣饰，取死尸骨植为药，离散他人至妻，将养媳卖与他人为婢妾，任妻逆女，闷死私孩，朋赌分财调拨，师长教导不严，误人子弟，不顾轻重上下，拷打门徒婢仆致令，暗伤得病，于内乡里，装罪违背尊长，妄口嚼舌，尖酸斑斗，变身事端者，
逐细查明，在此热恼大地狱内提出，发交和众小狱受苦，满日，转解第八殿收狱察治，加人间服药，何物不可取用？将禽兽虫鱼，活活杀命而治病，亦大坏其心矣。乃服红铅，及妇人阴中之藻，包其之类，致不更坏其心。但时此等秽物，则口舌与妇女之阴户无异，虽在世多般行善，若诵经咒，非独无功，且有大罪，民主断难宽待。加凡闻此劝者，速宜戒之。只有买放生灵100万，或从经戒杀，每早漱口，念诵佛号，临终必有净业使者，以灯照除臭秽的消前签。人间有窃取被火烧死人骨，及撕骸皮肉全身，致配合药，并窃死，施毒瘻骨质，买卖胃药，更有变偷成丹，奸食者，买卖胃器具，枯松者，类粉烧窑等用。加如是之人，在于阳世，即行有功于世之事，勾入阴司，其功别，抵他过，冥王量不轻减，发入热恼大地狱，或在发入和小狱受苦之后，应知照第10殿，发往为人之时，割丢耳眼手足嘴唇鼻孔之类，使其见缺1、2件报之。加如是人有犯过此等恶事者，即肯忏悔，永不再犯。若遇贫难死亡者，购买棺木，或劝助收敛多施，其家造神，于沟使诡异排票之上，点1黑点，到时准免此报。人间偶有荒堑之处失时倒闭，且有尚未气绝者，乃割其肉以作满饼之馅，而卖与人食，心恒若是。加凡割买卖人肉者，解道之时，冥王将交各狱天受诸刑，痛苦。49日，应请加刑之后，知照第10殿冥王注册，转之第1殿冥王，天列生死簿内，发生人道者，是谓恶殍；畜生道者，使见左时右膝气之时，难得入罪，而饿死报之。除将此等罪魂，不准抵免下世受报之外，凡有误食之人，过后复食者，亦应报受下世为人，或为畜类，使其咽喉作肿，腹虽饿极，饮食皆不能进而死。凡知觉而不复食者，情有可原。加如欲欠岁，
捐资赈济，或煮粥施食，或将生禾之米给贫，或设豇豆浓汤，在于要路，以救片时。若能令人得此种种实惠者，非为此过全消，暗增今世现在之善报，更增来生之福寿。加以上3条，系本殿文5各判会议2条，大御史司亦拟1条，各奏合入本殿议内。无人令录系各列司狱之所拟，复奏天帝批准，诏拟并载谕例，通行各判司狱记名升赏，复谕人间作孽之事，诸神故以逐谏议。拟但尚有如军政公务以礼，私造各违禁等情，其未能尽忠者，改遵杨氏4大部州帝王国法所定律例，治罪之外，倘有逃躲，疑累他人者，并欲纠察速报等司，准速显应，亲遵亲辞。加世间难复。若于3月27日，七殿泰山王神诞，持斋北向，立誓忏悔，抄传全卷，劝化人间者，准免本殿诸苦。加08御历宝钞第8殿附008。8殿都市王，司掌大海之底镇西卧桥石下，大热恼大地狱。此狱纵广500由旬，另设16小地狱，一名车崩小地狱，2名闷锅小地狱，3名碎寡小地狱，4名左手右牢孔小地狱，5名剪田小地狱，6名长途小地狱，7名断肢小地狱，8名奸脏小地狱，9名治水小地狱，10名爬肠小地狱，11名焚焦小地狱，12名开膛小地狱，13名左或右刀胸小地狱，14名破顶鞘齿小地狱，15名左臂右利刀割小地狱，16名钢叉小地狱。加世人若不知孝，亲存不养，亲莫不葬，使父母翁孤有惊惧愁闷烦恼等心者，若不速悔前非，懵懂日久，造神仙将此等男女，记名上奏，剪除衣禄，听任邪鬼随身作祟，死后受过前殿各狱诸刑，解到本殿牛头马面，各促道脱鬼犯，直入大狱受苦，再教各小狱分别加刑，受尽痛苦，解交第10殿转结所内，改头换面，永未触类。加如有世间男女，遵性欲立，折毁前非，于4月初1日8殿，都市王神诞，誓改不犯，并可无论日月早晚，
对象造神立誓，从今之改者，临死本宅造神，分作3等，或在额上写一尊字，或一顺字，或一改字，交勾使鬼卒，待至第1殿起至第7殿，即犯他罪，悉皆减半，免解本殿受苦。即交第9殿，查无放火阴毒等事者，随交第10殿分别发生人道、家、天地加恩批喻。再若超传玉力，能使世间难妇人等之景者，自第1殿至第8殿，各苦悉免。9殿再查，如无过犯，即交第10殿，发往福地投生人道、家、09玉历宝钞第9殿负009。9殿平等王，司掌大海之底，西南卧桥石下，阿鼻大地狱，环叠绕广800由旬，密设铁网之内，另设16小地狱，一名敲鼓啄声小地狱，2名抽筋肋骨小地狱，3名压实心肝小地狱，4名狗食肠肺小地狱，5名身见热油小地狱，6名脑箍拔舌拔齿小地狱，7名取脑为甜食地狱，8名针头刮脑小地狱，9名羊畜成海小地狱，10名木家顶左白右叉小地狱，11名魔星小地狱，12名沸汤淋身小地狱，2名黄蜂小地狱，14名蝎钩小地狱，15名蚁柱鳌左月右游小地狱，16名子翅毒蛇钻孔小地狱。家人间凡犯杨氏帝王制定刑法律例，如10恶中之极恶，应得凌迟、斩绞处决，死后受过前各殿诸苦。解到本殿者，即放火焚烧房屋，治蛊毒、揉、左月右肚胎，吸其气，号铜经，画春官，作淫书，含炼闷香、迷哑、堕孕等药。如犯此等事件之人，家自闻此狱例章句，若即批版会稿，焚方息念，不传邪术者，准免。各苦。即交第10殿发放往生人道、家。如闻见此狱例章句，人作此等事件者，自第2殿受苦起，至本殿，加刑，天赦极刑，用空心铜柱，炼其手足相报，山火焚烧烫尽心肝，便受小狱诸刑之后，落足发入阿鼻大狱，刀穿肺腑，自口含心，渐渐陷下狱底，受痛无休，直要到那被害者，家家原业复旧，个个令投人生，所存化，
坐及超方。凡鬼犯亲手质疑，即辗转灵苗超客等物尽绝之后，方准提出此谕，解交第10殿，发身6道，家世人如若未犯此等恶端，且肯于4月初8日9殿平等王神诞，或于朔望斋戒立院，收买银书、春意邪术等及焚毁者，或抄传此，欲立辗转劝化，致命终时，造神于额端写奉行2字，自第3殿至本殿，凡有别见各罪考功轻简，如富贵者，肯能严拿放火凶徒，并搜银书刻板，示尽招贴，及贻害人间等物者，准应县市子孙科甲绵绵。凡贫难孤老之人，若肯勉励，央欠超传欲力劝化者，准即送交。第10殿，发往福地投生。家10欲力宝钞，第10殿附010。10殿转轮王，殿居幽翳卧桥石外，正东直对世界五浊之处，设有金银玉石木板奈何等桥6座，专司各殿解道鬼魂，分别核定，发往4大部洲何处。该为男女受邀富贵贫贱之家投生者，逐名详细开载。每月会之地1殿，注册宋城丰都。因虑凡胎卵湿化，无足2足4足多足等类，死就位上见下耳，失魂鬼，轮推莫转，或年纪生死，或朝生暮死，翻覆变幻，未不定杀，未必定杀之类，盖令转解所内，查教过犯，乃发各方受报，遂终会解丰都。家凡杨氏读义经如是，诵经僧道，钩至阴司，念诵圣经咒语，至诸狱不能用刑，使受苦报者，解到本殿，逐名注载，并绘本，来面目，名曰堕落身册。压交孟婆尊神欲望台下，灌饮迷汤，派投人胎，转世死于腹中，或生12日，或生110日，或12年便死。始望3教真言之后，第1殿，加差马蹙，勾到各狱，查前恶，补受苦报。家凡解道功过2平，即已受苦满，功少过多等魂，着定为男女眼丑，安牢。发往何方富贵贫贱之家者，即交欲望台下，本殿点名发放，往生人道之中。家楼有妇女哀求，公称上有切齿之冤仇，仇未报，甘为恶鬼，不愿
做人言寻情由，多系闺女，或素系贞洁之妇女，因被读书中之恶少，或贪姿色，或图财物，装进风骚，诸般头好，既又成奸，狂云未有妻妾，势必央媒聘娶，或有田片婢女，娶纳为妾，或有谎许养老其妇，或允抚养依前夫之子女等情者不等，勿被计骗，痴心顺从，失节相赠之后，单言日久，即出恶言扬丑，致令父兄之绝，亲临比见，冤无可申，羞愤寻死，或得欲症而亡者，家闻之负心贼子，今料该中，此恨难消，好气求准所命等情，细查是果真实，但该生阳寿尚未该终，并依有祖父之余得未灭。本殿孤准妇女赖票，魂入科场，祖或为氏，更换榜上之名，在祀应决之日，准同勾死鬼进门所命，仍在第一殿查核判断。加世人若于4月17日十殿转轮王神诞，是立信心，尊奉欲立之，谨行事，常将以上诸语向人谈说者，来生发往阳世为人，不受鄙薄，不遭官刑水火伤体等项之灾。加11转节所赋011，转节所地广700由旬，周围上下俱是铁栅，内分81处，逐处皆有亭台，判例设案记事，栅外另有羊肠细路108000条，盘曲弯通4大部洲，其内暗如煤漆，使上见下耳，失魂鬼到死生尽出此路，外则望入，亮如水晶，丝帛毕露，判派利益，轮班把守，进出均个人，照出身本来面目分辨无差，凡思此所知判例，悉系在世孝友，并戒杀放生之善人，送入此所，查办轮回转节等事，办过5载，如无喘错，加急调升，如有怠惰，或善专主，不同何所判例妥意，办理发放或失察漏逃隐匿者，奏请降贬。加凡有在世不孝，及多杀物命之凶魂，受过诸狱苦气，发交所内者，将桃条抽死位，上见下耳，失魂鬼，改头换面，发进羊肠小路为畜类。加凡有情触于虫，受过万千百十等劫已满，如胎生各受，
卵生蛟龙，龟蛇飞鸟，湿化相生，蜂蝶蛆虫之类，使其转变轮回受报，复投为胎生等类，劫数已满。若能三世不伤，勿命，可使复为人者，续名册籍，奏成第一殿，批判发往，伏于逮屈耶尼阎浮提喻单月四大部洲之中，为男女者，即交欲望台下，家12。玉历宝钞孟婆神负012。家孟婆神生于前汉，又读儒书，庄诵佛经，凡有过去之事不思，未来之事不想，在世为劝人戒杀吃素，年至81岁，鹤发童颜，终是处女，只知自己姓孟，人故皆称之曰孟婆阿乃。入山修真，直至后汉，世人有能知前世因者，妄认前生眷属，好行智术，漏泄阴机，是以上天敕命。家孟氏女为幽冥之神，造筑欲望一台，准选鬼力使唤，将十殿拟定，发往河的为人之鬼魂，用采取俗世药物，合成4酒非酒之汤，分为甘苦辛酸咸5味，诸魂转世，派饮此汤，使忘前生各世，待往阳间，或思言，或笑汗，或虑涕，或气怒，或唾恐，分别常带1、2、3分之病。家为善者，使其眼耳鼻舌四肢，教于往习，越精越明，越强越健。作恶者，使其消耗阴质神魄魂血精，至渐成疲惫之躯，而欲报之，令人忏悔未善。家台居第10殿，明王殿前6桥之外，高大如方丈，四围廊房108间，向东甬道1条，井阔1尺4寸，凡奉交道男女等魂，廊房各设盏具，朝饮此汤，多饮少吃不论。如有雕脚鬼魂，不肯饮吞此汤者，脚下现出钩刀半柱，上以铜尖，刺喉，受痛贯吞，诸魂隐蔽，各使一足搀扶从甬通道而出，推上麻扎苦竹浮桥，下有洪水横流之涧，桥心一望，对岸赤石岩前上，有斗大粉字4行，曰：为人容易做人难，再要为人恐更难。欲生福地无难处，口语心痛却不难。家鬼魂看读之时，对岸跳出长大2鬼，分开扑至水面，
两棒站立不稳。家一个是头盖乌纱，体服锦袄，手执纸笔，肩插利刀，腰挂刑具，撑圆二目，哈哈大笑，其名活无常。一个是垢面流血，身穿白衫，手捧算盘肩背米袋，胸悬指定，愁紧双眉，深深长叹，其名死有分，催促推魂，落于洪水横流之内。根行浅薄者，欢呼幸的人生；根行深厚者，悲泣自恨在生未修出世功德。苦根难断，难复等魂，如醉如痴，纷纷各投房舍，阴阳更变，气闷昏昏，颠道不能自由。双足蹬破紫河车，奔出娘胎，外口内力的一声落地，日久口贪滋味，误故误命，见失如来佛性，有负天地神佛慈恩，不虑善终恶死，何样结局？而复有作脱失之诡异。家以上23行，系欲望台下书立，仅复奏天地，并转载玉历，通行下界知之。家传流 C1 0 C1 玉历宝钞，但吃道人，时天下太平。庚午，正1030年秋9月重阳戊辰日，贫道但吃登高，游于渺茫之中，见一石碑，名曰无畏大道，天知人情，无畏杳冥，鬼见人形，心言一语，鬼闻人声，饭尽满盈，得收人魂。家篆书32字，又见金钉朱户，额悬出生入死4字，正在观瞻。青衣将贫道扯进角门，单持参拜，退立阶下，十殿明君，从外待各鬼判，直至殿庭，庆祝丰都大帝圣诞。祝毕。帝曰：家地藏王菩萨，欲超众魂，将诸鬼再生过犯，曾有忏悔者，从宽，地免受苦。诸神已汇集，奏达大帝，降旨转载玉历，加恩通行下界，客尊奉行。此例颁发本殿以来，未逢得行之人，可复还阳小玉，令阶下啖吃，仅可托付传世。既已得人，判立速将玉历并同诸神语录，善写成卷。家前奉天地谕旨，所有各奏折中之前后梵文，及诸神之履历姓名，盖皆删去，只以某地某菩萨、某殿某王某判例。
或无等字之下，加一曰字，即序所译各项字句，逐细圈断，无庸装点更改，可使世间难复，亦能知晓。钦此亲尊，无意另有辨明阳间以物、传物等条。于仁5年季春甲辰日，上奏大帝，准并转入狱吏。时王极欣然，拈笔不列。加封都大帝曰王死臣，系环绕本殿之右。世人误以为凡受伤冤枉死鬼，悉皆归入此臣之说，便传为实。须知屈死者，岂在加以无辜之苦乎？向准冤魂各似凶手到日眼见，受苦，使遭害者以消愤恨，直至被害之魂得有投生之日。提出解发诸殿各狱，收尽受罪者，并非被害遭屈之魂，盖入此城受苦。若是忠孝节义直人，即捐躯报国之军兵，或有死节成神，或即完夫，发往福地投生，人岂亦有入往死城中受苦之理乎？加 C2 玉历宝钞写乌池复临 C2 写乌池至设殿后之左。杨氏悟闻僧尼所说，皆因妇人生产有罪，死后入此乌池，谬之甚矣。凡坤道生育，系属应有之事，及难产而暴亡者，均不罪其尸鬼，污秽，发入此池。如有生产未过20日，则即生尽景灶，洗涤衣袄，晒晾高处者，其罪应归家长3分，本负罪作7分。设此污池无论男女。加凡在阳世不顾神前佛后，不计日辰，如5月14、15、8月初3、13、10月初10，此4日，男妇犯禁交媾，除神降恶疾暴亡，受过诸狱苦后，永尽其池，不得出头。及男妇而好劳杀，血溅除灶，神佛庙堂，经典书章，自止一切。既犯器皿之上者，受过别恶诸狱苦后，解道进入此池，亦不得轻易出头。杨氏能有亲属立愿，代为戒杀，买命放生，数足之日，斋供神佛，礼拜血污金忏，方可超脱其苦。加世间难复，见闻众生急难，力可能救而不为，受人恩惠而忘，济怨而必遇加害。虽楼积功诵经施舍，望成仙道者，施后免入诸狱受苦，乏味痴昧妄
两、山妖、木客、水怪、僵尸、游魂，或附灵性于狐狸、熊皮、蛇之类，在百十年之不等。如能修行，返本纠察，使归福地；若不善为敛行，迷惑惊吓人者，作虫，罪恶梦淫之日，雷击位，上见下耳，失魂鬼，永世不得超生。加杨氏勿尊葬神之名，亦谬之极矣。因系男妇在生埋藏钱财，死后人迷而不舍，魂魄复守此处之故，虑被起绝，现行惊吓。凡福薄、阳痿者，受惊成病，或尽死亡。殊不知此等阴魂，昔是前朝官宦，历代吃鱼，至死不肯醒悟之辈。神鬼因念其在生无甚罪过，人听管守，此之谓财劳鬼事也。直道的闻佛经典话，身非我有，五蕴皆空之句，方始猛醒。身上非我所有之物，况财帛乎？遂即弃舍，投身福地。加或有久恋之鬼，至死位上见下耳，失魂鬼，无奈弃舍，以待积善，有福者取之。世人如若见闻鬼怪出现处所，向立北众士祷告，愿将3/10替作冥符，再将3分代为买放生灵，1分归贫，3分归己。如是发愿祈取，便有正神相助，可以保受用而无妨碍也。加凡有杨氏食粮充当军兵者，自奉令出剿除叛之日，为使若时兴怒，力即为犯奸纵火，有害民间，虽死于身首异处，尸骨抛零者，即有往昔过犯，因私盖免受苦，仍准完全原体。自第1殿点名，即交第10殿发往福地投生，为男女安及善终。如若械斗，互相杀死，即从贼之叛犯，各皆罪加一等，人照生前所犯诸欲受苦。加世人皆云，因斯只有18层地狱之说，非也。系是入8众地狱，如第2殿之活大地狱，第3殿之黑神大地狱，第4殿之河大地狱，第5殿之教唤大地狱，第6殿之大教唤大地狱，第7殿之热恼大地狱，第8殿之大热恼大地狱，第9殿阿鼻大地狱。加8众大地狱之外，各另有16小地狱，即本殿之血污池、枉死城、
大小计共138狱，且又有同住火焚，各施刑罚之处。凡发至一处受苦，虽皮焦肉烂，筋断骨碎，脏血毛发皆无。若解，别欲用刑，悉照出死之魂，复完披发裸体之本身，再受痛苦。逐电逐狱如此，误以为只有18层之地狱，像人生100年，容易可过。家若是造作淫词，描画春宫，写传堕胎迷药诸方，纸板不灭，虽千万劫，亦难脱离阴司之逐狱轮受痛苦。家时王捕猎弊，发与叛逆，分善臣侧时殿严军，及乌池使司，王死巡城判官，各成一策。自颁发狱例以来，100余狱内之鬼犯，细查仅有往昔在世，曾于皆是从杂中谈说因果报应等事，本非真意界因化导，有根器深厚者，听闻从此之仅1、2、3、4等见，应照劝人改悔之善量，减罪名之鬼魂，合共50480名。家今时王会拟，分别为男女评鉴下列病妖，派定8方疾苦作恶之。家为子女，盖应发交望台，即使饮汤投身，承善血全卷。家封都大帝览毕，即命文武各判照其诸鬼，使缴代者散立8方，捧此狱例朗诵。诸鬼感慕恩赦气称若到阳间，不聋不瞎，稍有知识的能见闻狱例，世尊奉行，是时彩霞遍地。家观世音菩萨下降，大地律同时王出殿，功力单持稽首，菩萨现出，娇面鬼王，丈6金身，庄严法相约蒙奉。家玉皇大帝，准地藏王菩萨，十王诸神所奏，世间难复各犯，改悔前非。加恩颁发狱例，准赎罪恶，减免地狱之苦，发放鬼犯投生，无甚心性。闻复但吃小狱杨氏，愿是开素身劝善之人，即发菩提心，信心奉行，殷勤普传世界。若使见数刀山，略皆原平。地狱见空，其人定成智慧隐善远结佛。大地十王诸神，合掌皈依曰必定成佛。菩萨又曰世间如有三教中人，亦应产义，即作经忏，超脱幽冥业鬼，其人定成功德人数法胜佛。
判例合掌皈依曰：必定成佛。菩萨又曰：世间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见闻欲利，行往坐卧，常念天恩，发般若波罗蜜心，劝化未来众生，悉知忏悔，速见宗亲，待修超脱，不论人我，四方平等，广度一切在狱无主孤魂，地狱得恐，其人定成就苦消难普惠佛。大众含掌皈依曰：必定成佛。贫道但痴，在于判例善写书案之册，贵观菩萨复还慈悲原相。3. 洒甘露，驾云而上升，十殿阎君，辞归冥府，大地退殿，判例有于欲立之后，并录菩萨经言，诸神答语，令贫道亲手写书，使天下太平起，至注必2字为止。天记130，11字，合共31章。点交端捧灵行，加判例曰：幽冥神鬼，近代颇多，汝所识认者亦不少。汝今还阳，不可临谢我等姓氏，弟恐世间难复，知有祖先亲戚，现在因思，如逢疾病，应作善事，而不肯为，反伤物命，妄感焚书，祈祷保护，诸殿必增无益之繁毒，且即前奉天地谕旨，今本殿大帝及诸神之履历姓名，盖皆删去等狱，何况我等判例，竟因世人居心叵测，倘被借此诓骗身端，则汝与我等定难逃遣，敬主无乎？但吃客尊，剌血及时，赐血警时，加C3 欲力宝钞，勿迷道人，复临 C3。贫道于戊申下6月，云游四川成都双流县郊野，路遇无师但吃，尊者云从轮回生死地，人鬼去来观而至，汝可传之世人。阳兼犯罪老幼废疾及妇女各皆准有折赎收赎之条，或逢皇恩大赦，可免可减，且有隐恶掩饰，推卸逃脱者，今习颇多，因私则私薄不能漏网，并无赦亦无赎，只有悔过作善，可以消抵。加奈何世人不思，一念其灭，人受分刑。凡有从前过犯，其妇女100人之中醒悟者尚有1、2，男子则千无一悔，更有死在墓前之辈，终不改过，甘待民罚。信经菩萨慈悲，欲地天恩，
准赎罪恶。幽冥大开方便之门。家今无小欲世人，须知人生难得。当活着时悔过作善，方可算得。实在因汝素有劝善之念，今转受辱，将此欲力速超传世。贫道闻听，贵皆是卷，诗己非身，即照册抄录，奉劝世人，每逢圣诞日期，是悔力行，或将此卷列印分传，辗转广劝，画的一人改过未善，他能免过，你亦有功。催愿世间难复，观听此言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呆堕入地狱，而欲改悔无极，欲求人生而不能也。佛欢喜曰：勿迷道人景路并时。家 C4 玉历宝钞刊印富临 C4 前于戊寅正1068夏6月传授东复刊印。今庚戌正1698频道三竹进香。中原将此课本全卷，并同诸圣摄成，通共32章，并附公价，又授予武林印传，为愿善男信女，随缘乐捐刷印，或万或千，或百数十卷，各地普传忏悔，功德无量。天腊之城弥勒佛圣诞正月初1日，是日一例尽信佛教院。武殿阎罗天子圣诞正月初8日，凡逢明君诞辰，一例忏悔院。玉皇天帝圣诞正月初9日，一例中兴报主院。一殿秦广王神诞2月初1日，土地正神诞辰2月初2日，一例永不敢诽谤三教院。三殿宋帝王神诞2月初8日，四殿武官王神诞2月18日，观音菩萨降生圣诞2月19日，一例劝善戒杀，买放生灵大院。二殿楚江王神诞3月初1日，六殿变成王神诞3月初8日，七例泰山王神诞3月27日，八例都市王神诞4月初1日，九殿平等王神诞4月初8日，不以斩草伐木。释迦如来佛降生之辰4月15日，一例诸善奉行，诸恶莫作愿。十殿转轮王神诞4月17日，天下都城王圣诞5月11日，一例劝人勿至神庙发咒愿。观音菩萨成道之辰6月19日，一例劝人诵咒念佛愿。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圣诞7月30日，一例资助超脱十方一切孤魂愿。造君神诞8月初3日，一例不敬造宰杀，哭笑打骂，盛气周犯，真主鳖善等物愿。丰都大帝圣诞9月初9日，
一力宣扬大地小玉世人愿。孟婆尊神诞辰9月13日，宜劝人吃素念佛愿。释迦如来成佛之辰12月初8日，宜布施救济急难愿。各户司命造神上奏之辰12月24日，宜立小心火烛，宁可人害我，不可我害人愿。每月初1、15日多逢佛圣神各诞辰俱宜斋戒行善，勿迷道人并劝。加 C5 玉历宝钞考证一副零 C5 乾隆甲寅正义1794清河岳前江名山市李宗敏记。加玉历一书，受自道人但吃，而勿迷弟子传之者也。乾隆辛巳正1761敏考证者，客居江右。见之，系宋版旧本23章。首行有习时，天下太平。庚午秋9类重阳戊辰日，但吃登高独步，游神于渺茫之中。即24章末叶，有频道于戊申下6月，云游四川，路遇无师但吃，并有大宋少圣。5年，正1098，勿迷抄录劝世字样，与新本稍有参差。新本称游四川，而旧本则云四川。旧本有少圣5年，而新本则失去。此外则悉若何符节也。是之见世书者，非赤谓语句庸长，即只为声称怪僻，甚有好未变。难者，以为凡引年月与但吃勿迷，己属无稽。其他尚有何说？加敏因反复寻求，在于乾隆甲正1794迎春见事典中有宋时，但吃会于阴司，次传名士，虽天机利言泄露，而阳间户过不圈，未必非天地之所生敏也。假但吃以受物迷，彼垂世界，夫岂事出不惊？至若年月，查宋人与天圣8年，系世庚午。尔时，辽邦太平10年也。但吃必辽邦人，故称时天下太平。弟子勿迷，或居中国。其曰戊申云游四川，按戊申乃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曰前于戊寅下东赋，并经庚戌等。禹师戊寅宋哲宗改元绍圣之5年，正合旧本所载年分。今庚戌亮在宋高宗建炎4年，必非近时之庚戌。从此互考，己幸，而有争议。旧本念3念4章中，加时王庆祝封都大帝。帝曰：朕令有便明阳间事故勿传等条。禹壬午季春生辰，
上奏天帝，时追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正陵982。帝藏王携10王诸先会议。8月初3日，律奏天帝前。其时必太平兴国6年，闽以欲立之警示，教过谤喝于禅门，原补揣漏于谨记姓名时代，复之边端，非敢夸却凿而无讹，庶不合荒唐而罔惧，世间不乏博雅君子。上其在位校正，彼凡闻见者之却有幸从焉，则幸何如矣。加 C6 欲立宝钞考证2附0 C6， 则于冯尧见复制。独名山李氏纪因考历传宋干兴元年壬戌为契丹太平之2年。是年，真宗崩，太子真即位，是仁宗癸亥，正义1023，改元天圣，则契丹。太平3年也，契丹即辽邦。其曰庚午，为天圣8年，正义1030，即辽邦太平10年。无疑。丁未帝崩，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则戊申为熙宁元年，入吴。夷。而戊寅为哲宗绍圣之5年，壬午为太宗太平兴国之7年，皆章章可考，是时代之不谬也。加又神仙通通鉴，载天圣年间，有胡僧金吾者，好吃和尚。金香树，时宋交与帝齐，同业太学。今无相之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后10余年，春事毕，今无复欲交。今曰：供封神一袭，必曾活数100万命。今料小宋，故当守节。然宫中不出其下，盖交于旬日前见堂下有一学，为报与所亲，曾编竹以度之云：为思念1岁安得有2魁，颇疑之。即唱名，其魁选。交第3，太后魏帝不可先兄，乃着交魏第1议之。岂胡僧金吾，即旦吃其人鱼。加且旦吃受欲立。魏帝子勿迷曰：吾今轮回生死地，人鬼来去观而至，或因无今2字，亦但吃谓今无余，是又未可知也。孤录之矣。待填考参考。加 C7 欲立宝钞考证3附0 C7。汤季安类书，先世编，载旦吃尊者，宋时真宗朝人，心存朴旧，至切铜并顶右环，
铁杖芒鞋，云游天下。偶以肉身进入的府，欲立一书，时其亲授于明王，传之人间。劝化世俗，后来白日，乘云上升，封弘济真人。长骑驴行江浙村世间，人多见之。其弟子务迷，义父的务真权，能摄元神，不食烟火者10年，无极作画。家注意注 10x1 A 正本距今近1000年，内文不少生僻字，少量字为大五马 Big 5没有。国标码意味元祖更甚，国内读者请用国廓码 JBK 看。加注 20x2 B 地狱五殿阎罗王包拯，死于嘉佑7年，寿约70。正义1062人，寅3555，宋103人宗，嘉佑07，但螭寿起为1030年。当年包拯年约40。除非古传包拯日审阳夜审应是实情，否则年份有冲突。加注 30x3 C 原书考证亦宜时天下太平。庚午年秋9月重阳戊辰日。天下太平或是形容词而非指年号，参看《西游记》第9回首段。唐太宗627-650，斜线《水浒传》第1回3段。宋太祖寿禅960-976。假若天下太平4字仅作形容词用，则但螭道人该是中原人籍。受启示年份该重新修正。玉历宝钞丸。阿鼻地狱游记 A by the UUG。奉旨著作。加 CC 前言。时间1984，文内日期为中立。地点阿鼻地狱，阴间境界。导游济公。访客邱景荣、邱生，斜线蔡生13分之10。传真玉虚，当邱生灵魂往访阿鼻地狱，玉虚附上邱生肉体符鸾。原产圣天杂志社 Taiwan 台湾台中市北屯区军工里建成巷19号。电话04-239-3830或239-238分之448 21518。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作纲页，不用声明出处。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近义字。术语游记内文有关阳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转化 Doc WordPad斜线 Office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 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阅读编辑 E 自动唤醒 W 斜线或斜线检视 V 选项 O 自动唤醒 W 寻找活化 Find 小视窗输入代号井号 XX 按 Enter 键即到第一章。每按 Enter 键一次为下一章。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变件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8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23A HTML 0A 一范例 0A2 预兆 0A3 南宫柳君盛世 0A4 元始天尊序文 0A5 济公活佛序文 0A6 观音菩萨序文 0A7 的藏菩萨序文523B HTML 001第一回树丘申诉是因缘即往地狱参观002第二回即佛代丘申游清心池沐浴灵体003第三回即佛代丘申下达阿鼻地狱最低层004第四回访陷害忠臣的秦桧及杀人魔王希特勒005第五回访不孝子忤逆父母早逝在阿鼻地狱情形006第六回访打家劫舍的土匪在阿鼻地狱情形007第七回访为了侵略中国将国人当成独军试验在阿鼻地狱情形008第八回访贩卖人口在阿鼻地狱情形009第九回访怨天尤人纵火者在阿鼻地狱情形523C HTML 010第十回访乱伦者在阿鼻地狱情形011第11回访贩卖毒品在阿鼻地狱情形012第12回访贪官污吏利用职权迫害孝女在阿鼻地狱情形013第13回访汉朝吕后毒害戚夫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4第14回访光天化日强奸妇女被雷电击毙在阿鼻地狱情形015第15回访杀盗妄酒无恶不作的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6第16回即佛与丘申受武官王邀请参观冥府审判情形017第17回访圣门效劳孪生祖母受仙佛提拔之情形018第18回即佛与丘申接受地藏王菩萨的庆功宴及颁发奖罚凡例523A HTML 0C1诸葛武侯代指宣说0C2堂主盛世0C3南海古佛跋文附录
0CA 召回了希特勒的灵魂。0CB 秦桧受报。加 M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M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M3 修改。M4 转赠。加 A1 精确主密落降负 0A1 凡例1本书奉旨而著作，文虽浅白，内含真理，诚为修身悟道、感化世人之宝典。2书中若有错字，系藤真之物，阅者勿轻视之。3本书费尽神人苦心，始作完成，全书谢尽阿鼻地狱之秘，堪作救世警钟，西天一下苍生珍惜之。4凡求寿、求功名、却禅病、消罪孽、修功果、化罪愆，为祖先超拔、求冥福者，先发忏悔心，然后在神前造君前或对虚空，焚香禀告印赠此书，自得灵应。5本书在处，十方神圣护法，阅后须至近处或转赠亲友，若故亦抛弃撕毁，自造罪愆，自尝恶报，悉众生慎之。加 A2 本堂主席登台复临 A2 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的比丘生。盛世将降谕旨即刻命符神10里外、城隍5里外公皆谕旨。其余神人排班后驾，不可失仪。谕旨钦差大臣徐庶先翁讲诗曰：颁旨降临圣天堂，揭开阿鼻警示盲，同心协力赴使命，书成流芳大道匡。盛世今夜无奉命待谕诏，神人俯伏聆听。诏曰：正居今却无时不以苍生为念，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男不尊。三纲女不守四从，致使伦常不正，到处充满罪恶深渊。加幸有台中圣天堂承天命服鸾阐教，诸贤生均能共体天心，认真效劳，今的比丘生慈悲宏愿，有心揭开阿鼻真相。正文后龙心大悦，特命济公活佛携带丘生灵游阿鼻地狱，亲访时，秦并由南宫柳星君挥笔传真。是书赐名曰《阿鼻地狱游记》。加自接旨后，每逢鸾旗著作，悉尔圣天堂神人遵旨，功成之后论功行赏，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加 A3 南宫柳星君降复临 A3 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奉命传真服鸾音，执司正堂则非轻，著书大命非凡人，功成圆满矫天庭。盛世吾奉命著作《阿鼻地狱游记》之时，负责千里传真，将记佛籍的比丘生所见所闻，以浅白风趣的对白，
带有凄惨的景象完完全全记录下来。加，因此吾在著书期间，将与诸生共同相处，互相勉励，而且在著书期间，吾又执司政堂重任。加，所以凡是在著书之时，堂内不可任意因喧哗交谈，如有违者，吾将严惩。望诸生不可疏忽，但有罪必罚，有功则赏。一旦书成之后，吾当按诸生效劳之期，呈报上苍论功行赏。加 A4 太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将续富临 A4 嗟乎！上古时代本来人心淳朴善良，待至中古之期，人心渐渐钻心于名利之间。如今到了下古时期，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绞尽脑汁钻法律之漏洞，致使社会呈现紧张的气氛。社会各行各业也为了赚取更高的利益，而不惜以不法手段去行事。尤其在色情方面，更不惜投下巨资去经营，促使道德式微，人心惶惶。金圣天堂由济公活佛带引秋生奉旨著作《阿鼻地狱游记》，下达地层采访罪大恶极的下场，警惕世人不可无恶不作，否则他年坠入无间地狱之时，反悔已迟。望世人凡阅此书之后，能够早日回头，以免堕落无底深渊，永无翻身之日。元始天尊续。天运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加 A5 济公活佛将续富临 A5 末法时期，众生成缘日埋，致使杀盗淫妄9层出不穷。每观娑婆世界，呈现出此种景观，今吾于心不忍，因而屡屡诚愿再来，显化于东土，历劫无数，广设方便之门，引导众生向道修心。奈何世人看不破世情，放不下名利，常为了一些小小的享乐，而造下万劫不复的大罪，致使堕入无间地狱，永不超生。加今日吾又奉命携带贤徒秋生，下达阿鼻地狱，亲自访问罪魂悲惨的苦诉，作为世人的戒禁与警惕。吾希望此书者成之后，能够唤醒世人的无知，及早弃恶归善，不可迷顽不醒，否则为恶多端，造下祸根，有朝一日永进阿鼻，苦不堪言，未时已晚。今于阿鼻地狱著作前戏，仅作俚语，以为序。济公活佛仅续于台中圣天堂。天运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加 A6 观世音菩萨将续富临 A6。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勉励世人勇于改过的座右铭。
因为红尘苦海四处充满酒色财气的陷阱，致使有些人无法自拔，无端造恶，不知何去何从，暴戾之气弥漫天地之间。如今圣天堂奉旨著书，由济公活佛带的比丘僧下达阿鼻地狱访问罪大无赦之人，让他们吐出悲惨的心声，使世人知晓18地狱乃是真实之说，非是无稽之谈，更使向善之人能够继续向善，为恶者早日改过迁善，不可沉迷不醒。吾盼望此书出版之后，能够引起世人的注意，更望有缘善信解囊相助，应赠此书，广度迷津，唤救人心，齐归善道。观世音菩萨景叙于台中圣天堂。天运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加 A7 地藏王菩萨降续复临 A7。素自盘古开天以来，已有6万余年矣。虽然诸天仙佛屡降凡尘，可是仍然无法挽救人心，趋向善道，致使诸天仙佛慨叹不已。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设下地狱，惩罚一些为恶之人，使其改过向善。其中阿鼻地狱是专门监禁罪大恶极之人，这些恶魂必凡经过9殿诸王审判定罪后，永远监禁阿鼻，永无出头之日，此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下场。如今圣天堂奉旨由济佛带的比丘僧下达阿鼻访问实情，倾听恶魂悲惨的心声。一实录书中以昭示阿鼻地狱非虚，使人人趋善避恶。判此书者成之后，人人君子，广为印赠流传，福荫子孙，后福无穷，更可超拔祖先。希世人珍惜此行功立德之大好良机，免之。地藏王菩萨景叙于台中。天运癸亥年月12初5日、7日1月1984。加 Z1 本堂生习却登台复临 C1。甲子年4月15日、15日5月1984的比丘僧服。圣世谕旨将临本堂，即刻命城隍5里外，服神10里外，其余神人、府服皆止。今却上相诸葛武侯将诗曰：班公赐果降圣堂，祥云瑞气聚一方，者成阿鼻扬善道，承先启后得流芳。甚是今夜无奉命代旨宣说，神人府服不可失仪。钦奉。玉皇大天尊诏曰：正居精阙，无不以苍生为念，每观世人不遵3纲5常，4为8德，更造下无边罪业，致使道德沦亡，恶气弥漫。幸有台中圣天堂奉正命开堂阐教，普化十方，今又在5月内者成。阿真地狱游记
郑文熙欣慰不已。前日经正堂先师柳青之奏，知圣天神效劳书成，始终不怠，故能刻苦完成具命。今日为奖赏圣天神人殊荣，凡著书其间。神职部分，圣天主席官卿加3级，其余效劳诸先神各赐3道功。人职部分，全勤效劳者各赐1道功。若因公事不能来堂效劳者不在此限。效劳其超过2/3者各赐半道功，其余效劳生每参者1次者，各赐10大功。此乃圣天开堂之初，人力财力困乏之下，特别奖励之办法，更是正引望圣天神人效力重新普化、改革突破善书劝世功能之书。荣愿圣天神人效劳不懈，再接再厉，普度众生，有朝一日功成果满，成仙成佛不难。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甲子年4月15日，15日5月1984。加 C2。唐主席官登台复临 C2。甲子年4月15日，15日5月1984。诗曰：开堂7月今有成，归公诸子报前程。今蒙天恩加奖赏，愿能努力赴前程。盛世今夜承蒙天恩厚爱，赐下丰硕道功，分赏诸生，以慰诸生。在5个月来，所费精神与心血，吾自承接圣天主席之职以来，无不战战兢兢，深感身责重任，时时主敬存诚，与诸生共同奋斗努力。倘若往后道务若能宏展，亦是诸生效劳书成之成果。望诸生能秉持以往著书之精神，继续奉献效劳，则本堂道务辉煌之日指日可见也。又是服銮暂停，退班后诸生向外行3跪9叩礼，叩谢天恩。加 C3。南海古佛将拔文复临 C3。素自上古时代，人心淳朴，人与人之间只有友爱，没有争夺待。至中古时代，人心渐趋机巧，而今下古时期，人心更为奸恶险诈，到处充满暴戾之气。上天有鉴于斯，乃于中古时期设下地狱，严惩恶人，奖赏善人。此乃上天不得之设施。今台中圣天堂奉旨着陈阿鼻地狱游记，揭开世人不曾闻的悲惨事实，记载书中，呈现眼前，使世人阅后，恶人有所警惕，即速改过向善，则不负圣天神人著作此书之苦心也。又凡是观阅此书者，莫以虚构故事视之，困谓书中记载，铁证如山，血迹斑斑，如果轻视取笑，或是随意抛弃，是自寻地狱之途。故此书价值非凡，望人人君子，善信大德，能解囊注印，广赠十方，则其人功德无量，后福延绵，
子孙昌盛。南海古佛拔于台中圣天堂。天运甲子年4月15日，15日5月1984。加 CA 0 CA 召回了希特勒的灵魂。录自《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行万里编著，大众文艺出版社。简体：召回了希特勒的灵魂。在巴黎郊区一所灯火幽暗的大厅中，一群研究心灵科学的爱好者聚集在这所法国有名的招灵师家中，试图与2次大战祸首希特勒做一番沟通。招灵师的双手拿着用特殊草所编成的绳子，据说灵对于这种草相当敏感，以它来作为灵界的桥梁，可使灵很容易地降临在附身者的肉体上。招灵师缓缓地闭上眼睛，深深吐出一口气，静静地坐在桌前。一切都寂静无声，只有每个人的手表滴滴答答，在黑暗中似乎格外响亮。时间一秒一秒从身边溜走，突然，招灵师的身体开始轻轻的颤抖，而且愈来愈激烈，这就代表希特勒的灵已进入招灵师的肉体里。心灵学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是谁？此时招灵师的身体停止颤动，他那平静的脸孔似乎熟睡了。他疲乏地叹了口气，缓缓张开了嘴。你们晓不晓得我就是鼎鼎大名的希特勒总统？一种稍带维也纳口音、音调较常人味高的德语，真像是希特勒本人在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时候，似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质问的心灵学家目的在了解希特勒死后的世界究竟如何，所以他们略略问了些2次大战的故事后，确信此灵为希特勒本人后，便开始转入正题。总统先生，请问您现在到底住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在我们尚未召唤您之前，您在做什么？沉重而疲乏的声音透过招灵者的嘴回答着：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我想是地狱吧。我抬头看到的是厚厚的乌云密布，阴沉沉的像要把我压得窒息般。我的四周一片空旷寂静，大地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我一个人不断地在赶路。难道您死后到现在一直在走路吗？质问的人不禁好奇地问。因为希特勒已死30多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他怎么可能还未得到安息？对，我的脚不断在走，在这里连棵荒木、杂草都没有，只有在天上堆积乌黑的云彩中，似乎有人头飞来飞去，可精细一看，又变成坚硬的石块，如飞溅时而敲击在我的身上，只是我已没有知觉。我的脚步笨重，如同束了铁镣般，然而低头看却只有2只自由的脚，
赤裸裸地踏在泥沼的路途，每一步都是深陷其中，要拔出来。再走的费千斤之力，我的双脚早已溃烂成伤，我的精神早已疲惫不堪。然而心力交瘁的我仍然不断地在赶路呢。一声像是历尽沧桑的叹息充塞在黑暗的房间，似乎如鬼哭神号。质问的人又提出新的问题：你可知道你继续前进的目标是什么？在我的视线所能看到的前方，什么也没有，只有我和我以前走过的后面一大片泥沼。狂风吹不散黑压压的乌云，却吹散了我每一寸的肌肤。我没有一丝苦楚，却又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肉体在受煎熬。在这个呆板寂寞的地方，没有一点光线，可是我却能看到无止境的泥沼。我跌倒在泥泽中，没有人扶持，只得爬起来再走。再走，我已太累了。声音渐渐消失，昭灵师也逐渐恢复了精神，成功地将希特勒的灵召唤来到人间。零 CB 秦桧受报。录自岳飞传73回清朝前采者。又到一小门，窥见男子20余人，皆披发赤体，以巨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头和铁枷，遍体有刀杖之痕，积血腥秽，不可逼视。绿衣立指着下边一人，对胡迪道：这个就是秦桧也，已先拿到此。这万四窝张俊等不日受了阳间果报，亦来受此罪孽。又指数人说：这是张敦，这是蔡京父子，这是王福、朱冕、狄南仲、吴生、莫愁、范景等一般具世奸恶之徒，在此受罪。方才严军遣他施阴刑，令军观之。即呼鬼卒30余人，驱跪到风雷之狱，绑于铜柱。一鬼卒以鞭扣其环，但见风刀乱掷，绕刺其身，跪等体如筛底。不一会，雷震一声，及其身如齑粉，血流闷地。少顷，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为人形。力对胡敌如震击者，因雷也；吹者，因风也。又叫狱卒驱至金刚之狱，绑跪于铁床之上。牛头鬼呼哨一声，只见黑风滚滚，飞鸽攒簇其身，痛苦非常，血流闷地。牛头复哨一声，黑风乃止，风沙一息。又驱至火车之狱，夜叉以铁窝驱柜等登车，以拒扇那火车。如飞旋转，烈焰大作，顷刻皆为微烬，狱卒以水洒之，复变人形。又呼狱卒驱柜等至明冷之狱，见夜叉以长矛灌柜等沉于寒水中，举刀乱砍，骨肉皆碎。少客以铁钩钩出，人复驱于旧所，以铁钉手足于铜柱，用滚油浇之，击则保以铁丸，渴则饮以铜汁。绿衣立便对胡敌道：此辈奸臣，凡3日则便立诸狱，受诸苦楚。
3年之后，便喂牛羊猪犬，生于凡事，使人烹剥食肉。秦桧之妻王氏即日亦要拿到此间受罪，3年之后，便作母猪，替人生育小猪，到后来仍不免刀头之苦。今此众已为畜类50余事。胡狄问道其罪何时可治？律依历道历万劫而磨矣，其可抵制？阿鼻地狱游记523 bhtml 001第1回，述秋生宿世因缘即往地狱参观。002第2回，祭佛代秋生游清心池沐浴灵体。003第3回，祭佛代秋生下达阿鼻地狱最低层。004第4回，访陷害忠臣的秦桧及杀人魔王希特勒。005第5回，访不孝子忤逆父母早逝，在阿鼻地狱情形。006第6回，访打家劫舍的土匪，在阿鼻地狱情形。007第7回，访为了侵略中国，将国人当成毒军试验，在阿鼻地狱情形。008第8回，访贩卖人口，在阿鼻地狱情形。009第9回，访怨天尤人纵火者，在阿鼻地狱情形。阿鼻地狱游记加01阿鼻地狱游记第1回，述秋生宿世因缘即往地狱参观。001济公活佛降，癸亥年12月15日、17日、1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头篇阿鼻述因缘，累世颇积善德渊。的藏大愿佑的比，堪能度化醒世人。继佛老衲今夜述说的比丘生之著书因缘，丘生宿世以来乐善好施，经常怜悯生活困苦的同胞，而且施恩不忘报，更对三教经典有深入的研味。如今奉旨著作《阿鼻地狱游记》，就是丘生在前世之时，已发一大愿，要度化世间顽迷恶人归向大道，所以才有今日的著书因缘。好了，今夜吾即将带丘生出游，闲途肃静心灵，祭佛菩善一摇，口念真言，丘生魂魄已随祭佛而去。丘生是才弟子，被恩师菩善一挥，身体感觉轻飘飘的。请问恩师，今天弟子第一次出游，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但想到要揭开阿鼻地狱的真实面目，却不敢掉以轻心，还望恩师多提携教导弟子。祭佛无徒，不要紧张，好吧？吾赐你一粒定心丸。丘生吃下后，心中忽然清凉爽快，多谢恩师。祭佛无徒速闭双眼。丘生一路上只感觉一阵阵凄惨哀风直吹心头，身体起了不少鸡皮疙瘩。祭佛好了，可以睁开双眼吧？丘生请问，恩师这是何处？祭佛此乃要往地藏王菩萨佛殿的路口。丘生传说地狱都是在世不行正道、不做好事之人，
才会到地狱来？怎么此处之人面有善气，似乎不像为恶之人？既佛此乃世间之讹传，这些人乃要往地藏王菩萨说法处听闻佛法，故一副无忧快乐的样子。好吧，吾唤来一个善魂，你可问问他。秋生，请问老伯，您为何在此，又欲往何处呢？善魂，我乃台中人士，在世奉公守法，不争不贪，且常按月道。孤儿愿去施些钱粮，并带了不少小孩喜欢的玩具。有天晚上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而一命归西。蒙福神带路至的府，受到明王的欢迎，加冕我在世能奉公守法，及广布仁爱之心，实难能可贵，并派人带我游遍地府。后来编入善魂，常听仙佛说法，现在要去讲堂听到。秋生，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没有一丝痛苦的情形。祭佛好了，我俩速去参见地藏王菩萨。秋生，请问恩师弟子到时候可否请的藏菩萨开示讲道堂的情形？祭佛当然可以。秋生速向前参拜地藏王菩萨。秋生弟子秋生谨容参礼菩萨圣安。菩萨免礼，欢迎活佛及圣天堂正銮秋生光临的府。祭佛教主客气了，老衲这次奉旨带秋生欲揭开阿鼻面目，还望教主多多通融，并给予方便。菩萨那当然。秋生敢问菩萨，您有地狱不空，是不成佛的大宏愿，如今恳请菩萨慈悲指示众生一条明路，如让世人领悟，并能遵照而行，庶免堕落地狱而不知。菩萨难得秋生有此心肠，吾就简单的述说吧。世人若要远离的欲之门，首先男当遵三纲五常，女当守三从四德，而后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如此已离地狱之门，而不上天堂之路了。既佛祸福无门，为人自照，世人都因为看不破恩爱钱财，所以犯下了不少恶业，以致死后须到地狱走上一遭。今夜出游，还望教主多方便。菩萨既然如此说，吾就带祭佛及秋生至讲道堂参观吧。此时祭佛与的藏菩萨及秋生至讲道堂。秋生，哦，好大的讲堂，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几乎可容纳200-300人的教室。眼见台上有一位佛门大师，正在为众善魂说法。台上大师振振有词地说：今日有缘为各位说法，感到非常高兴。诸位在生都是善德之人，知行人道，可惜不知修习佛法提升灵性，所以上要在此从头学习。底生听得津津有味，突然被祭佛一喊，我们师徒该回去了。秋生，请问菩萨为何在的府上要设立此种讲道场所？菩萨上天有慈悲之心，因此为了提升善魂的灵觉，让他们亲闻佛法，
修本来之自性圆觉，所以才设立的。秋生多谢菩萨开示，弟子受益良多。祭佛好了，就此拜别菩萨，无徒快向菩萨辞行。秋生弟子叩别菩萨，祭佛无徒，速上莲台，闭上双眼，已到圣天堂。秋生魂魄投体，把祭佛今夜著书已毕，无回。柳星今夜任务已完成，无一回。加02阿鼻地狱游记第2回，祭佛代秋生游清心池沐浴灵体002。南宫柳星君讲盛世片刻后，即著书，诸身已保持肃静。济公活佛降癸亥年12月念2日、24日、1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在游阿鼻利圣城，清池湖畔闻先生，沐浴灵体的清净，好将天书者完成。祭佛喜欢为非作歹的人，以为骗财骗色是聪明的表现，欺压善良是光荣的行为，所以就乐此不疲，看到可骗的就骗，看到可欺的就欺，事后还不知觉醒，尚洋洋得意，认为自己有办法，所以就凭着权势，凭着自己身强力壮，而一再的胡作非为，以为天不薄的不怕，人不知，鬼不觉，像这种人根本不知什么叫做痛苦，不知什么叫做被欺。秋生恩师呐，如此说来，善良的人就要吃亏了。祭佛傻徒弟，骗人能骗一时，不能骗一世；欺人能欺一时，不能欺一世。因此经常逞一时之快的人，到最后都要尝到痛苦的报应。秋生希望如此，否则恶人逞凶斗狠，善人就要吃亏了。祭佛行善必昌，行善不昌，祖上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必殃，作恶不殃，祖德必有余昌，昌尽必殃。所以行善之人，表面上看来是吃亏，但是最后都占到便宜。作恶的人，表面上看来是占便宜，但是最后都要得到报应。秋生可是现代的人，都只顾眼前。祭佛哈哈，行善最乐，乐善好施，此是行善者的心灵之乐。表面上是付出，可是心灵上是获得，等到肉体没有的时候，还可以蒙仙佛的提拔到天堂，享受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作恶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为了作恶，必须在外形上显出狰狞的面目，在心灵中要装成魔鬼的形态，内心煎熬，做贼心虚，这就是作恶的人初尝痛苦的时候。因此作恶的人最后走投无路，只好借酒浇愁，赌博玩乐，作践自己。等到肉体没有的时候，地狱之门已经大开，等待这些人自己钻入牢笼，尝受铁窗的痛苦滋味。秋生今天经恩师一说，余徒好像领悟了一点。
继佛领悟那一点，秋生就是善人处处好，恶人处处糟。继佛还不错，像你现在就是好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众生勤努力。秋生谢谢恩师的褒奖。继佛好了，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赶快启程吧。秋生是的，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继佛贤徒已到了，快下莲台吧。秋生哇，这里风景不错，有山有水，山景秀丽，水质清澈，池中有不少人，好像正在游泳。他们的头上均有一道强烈的金光，白光、红光三种光气，看来都是有道之士。请问恩师他们为何在此沐浴呢？继佛这就是清新的，池中之水乃是上界三清河所留下，因此水质特别晶莹剔透。而且凡能在此沐浴的人，皆是得道仙佛，或是奉旨将往凡间历任的神旨，所以此池之水功用非凡，可使人忘却烦恼，舒展筋骨。其中最主要的好处，乃是能洗清灵性的污浊。底生，你有福了。因你奉旨著书，为师就让你下去清洗一番。秋生弟子恭敬不如从命，那弟子就不客气了。此时秋生在刹那间就往池中一跳，只听一声扑通，已不见人影了。哇，好凉爽！从来就没洗过这种澡，真有意思，趁此机会泡个过瘾。继佛无图时间不早了，不可贪玩，赶快上岸吧。将军属下参见活佛，请问此凡人为何在此沐浴呢？继佛他就是台中圣天堂的比丘生，因为奉旨著书，所以老衲先带来此池，洗净灵体。将军哦，原来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秋生游得好舒服。继佛无图快向将军参礼。秋生弟子参礼将军，如有冒失之处，还望将军多多包涵。将军那里，既是奉旨而来，我也尽可能给予方便。继佛哦，对了，今日来到此的，不如就地取材，吾看池中那位神仙刚成道不久，麻烦将军转告一下，接受探访。将军属下遵命。张仙弟子向济公恩师参礼。继佛不用多礼，今日因为著书的关系，所以有缘在此相聚。希望你能将在生之时，如何修道，如何行道，说出来，好让世人知晓，早日弃恶从善，修道成真。张仙好的，吾乃彰化人士，姓张名志东，家中世代务农，因此在年轻之时就跟随父亲下田耕作，利用空余时间研读善书经典，使我了悟人生真谛。从此我就悟到人生本是一场梦，梦醒才知一切皆假，所以一切的名利财色，我都不去计较，不去沉迷。
顺其自然。如果手头宽裕，我就量力注印善书，广度有缘，并到处宣讲道理，劝人学道修身。在我78岁那年的某个晚上，蒙履先祖的嘉许，并指明归空之时，我听后就对家人交代遗言，向他们说为人之道，一定要敦厚老实，洁身自爱，忠孝传家，不可做出违背良心之事，宜修历代祖先。如果财力许可，就要帮助贫困，不可自私自利。当我把遗言交代之后，不久就蒙金童玉女接引，步上天桥，受玉帝加冕，并敕封为帝仙果位，至今自在逍遥，魔所牵挂，实是在生之时能广行善事之因也。丘生原来仙翁在生之时就知晓学道修心，力行善道，真令下生钦佩。张先贤生，你真幸运，今日能跟随济公恩师到处云游著书，将来功德不少。丘生谢谢仙翁之勉励。张先今日凡间人心不古，我借此机会奉劝世人，不可横行霸道，硬要修心养性，行功立德，将来方有出人头的一天。丘生仙翁之金言玉语，相信能唤起世人的无知，进而学道修身。张先希望如此。祭佛今日时间不早，我们准备回堂，贤徒快向仙翁及将军辞别。丘生承蒙仙翁开示及将军之帮忙，下身在此拜别了。先将恭送济公恩师及贤生。祭佛丘生速上莲台。丘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贤徒今日临游，感想如何？丘生今夜真是开了眼界，还望恩师多多提携。祭佛因你到原生后，故有如此殊荣，希你再接再厉，不可放逸。抵生恩师之言，余徒当谨记在心。祭佛圣天堂已到，贤徒下莲台吧。丘生弟子恭送师尊。柳星今夜著书就此结束。03阿鼻地狱游记第3回，祭佛带丘生下达阿鼻地狱最低层。003南宫柳星军将，甲子年元月念2日23日2月1984。诗曰：毫光灿耀透青天，众志成城迈道源。把稳船舵飞儿戏，光大如门漏真泉。盛世眼见圣天堂道气如虹，直冲云霄，可知诸贤生为普化道物，不遗余力。像这样精诚团结、同心同力的精神，便可预知圣天堂将可成为一艘大法船，诸生立于堂中，应该倍加努力，把稳博舵。光大如门朝气，这才是一位修道者的重要使命。又是即刻著书。济公活佛讲。诗曰：家财良田费苦心，换来黄泉泪涔涔。一生不悟修道事，
他年后悔愧甚深。祭佛世人经常为了物质享受，不惜耗尽心血谋求名利，不知人生本是一场梦，梦醒皆空，到头来名利带不去，只带走一生的罪业，方知黄泉路上难行，后悔已迟。又有些人为了逞一时之快，而造下不可赦免的滔天大罪，让自己永进阿鼻地狱，100年不能超生，岂不悲哉？秋生听恩师一席话，使弟子感慨万千。书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此勾画的含义，便可了解古圣先贤凡事都将眼光看远，绝不只顾眼前之享受，而犯了毁灭自己的后果。可是现代的人就不同了，说什么现实人生，说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把自己的前途埋葬于声色获利之中，尽情的享受，一旦将福分享尽之时，就要尝到苦头。祭佛哈哈，贤徒今天心血来潮，竟然也曾吐出心声。秋生眼看世人被花花世界着迷，将固有的本性良知抛弃，余途看在眼里，实在于心不忍。祭佛贤徒说的有理，希望此书者成之后，能够唤醒世人的迷梦，觉悟人生是假，本性是真，借假修真，弃恶从善，修心养性，才不枉费咱们师徒著书的苦心。秋生是的，祭佛今夜不早了，贤徒快上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贤徒下莲台，秋生恩师，走慢一点，否则余途跟不上您，如果迷失在这里，那就惨了。祭佛，那你就到地府的公告栏贴一张寻人启事吧。秋生，我人生地不熟，初到地府，人海茫茫的，到那里去找公告栏？祭佛，如果找不到公告栏，那么等一下遇到民府官吏，你先登记流动户口，免得遗失时找不到公告栏。秋生，哈哈，这真是天下奇闻了。祭佛，不是天下奇闻，而是的府奇闻。好了，已经到了。秋生，哇，好堂皇庄严的宫殿，可是两旁都站立威严肃穆的将军。师父，这下子我俩怎么进去？祭佛，哈哈，小事情，拿出这面谕旨，他们就会恭恭敬敬让我俩过去的。秋生，哦，还好，身边有这块宝物。将军，请问要找何人？可有通行证件？祭佛，哈哈，老衲是济公活佛，难道你不认识吗？将军，哦，原来是济公活佛，弟子失礼了。祭佛，这是一块奉旨著书的谕旨，你赶快通报上司。将军，弟子遵命。祭佛，哈哈，这块谕旨管用吧？秋生，那么下次借给我。祭佛，借给你，如果掉了怎么办？秋生，掉了就掉了。
祭佛掉了，你的命也掉了。秋生有那么严重？祭佛，那么你把它当成玩具，是不是？你要知道，等这本阿鼻地狱这成之后，这块玉旨还要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矫旨的。秋生原来如此，那么弟子不敢借了。祭佛，现在明王已经出营了，吾徒快向明王及众仙官将军参礼。秋生的比秋生向明王及仙官将军参礼。明王，秋生快起来，不必多礼。秋生多谢明王及仙官。仙官请祭佛及秋生入内休息。秋生，哇！想不到的府有如此大的宫殿，真不错。祭佛，傻瓜，这是冥府的第9殿。秋生，哦，原来如此。明王，哈哈，贤生真是天真无邪，本性纯真。秋生，弟子冒使请明王赦罪。明王，哈哈，何罪之有，请入内坐吧。秋生感谢明王的招待，请问明王贵殿掌管何种职务？明王，吾乃平等王，专司明王府的最后判决，将鬼魂生前的所作所为之实录转交10殿办理轮回转生。但是罪大恶极之人，就判入本殿所管辖的阿鼻地狱监禁，永远不得出苦。仙官请祭佛及秋生用名。秋生多谢明王仙官的招待。哦，好香的茶，饮后清凉直透心田，全身顿觉爽快无比，真是太好了。明王，此茶有提神醒脑以及驱寒的作用，更可加注灵光，使你顺利游遍阿鼻地狱。秋生，原来如此，感谢明王的厚爱，更望明王能多加开导，使此部阿鼻地狱游记能够早日出版，警惕恶人，其归善道。明王，那当然，吾当尽力帮忙，使此部游记顺利著作完成。稍后吾当下令传达阿鼻地狱，让各狱狱官尽量给予协助。祭佛，今夜时间不早，感谢明王的招待，我们即将下达阿鼻地狱，在此向明王告辞了。明王，既然圣物在身，吾也不敢多留。秋生弟子在此向明王及仙官拜辞了。祭佛，贤徒，现在将眼睛闭住，等一下让你亲睹阿鼻地狱的实况。秋生于途已准备好了。此时只见祭佛蒲扇一挥，师徒2人一直往下沉。哎呦，好臭，我快受不了。祭佛，快将这颗话读完服下。秋生，是。果然话读完有效，现在已经舒服多了。可是师父，那您在那里？我看不到您呀。此时魂佛中从宝盒中拿出夜明珠，霎时夜明珠发出耀眼的光明。哇！夜明珠果然不凡，恩师何时准备的？祭佛，方才为著书时，吾先到地藏王菩萨处借的。秋生，原来如此。现在前面来了几个人，
头上都戴有灯罩，脸上也戴着面具，好像魔鬼一样。祭佛现在来的这几位是在这里服役的将军与鬼差，因为这里暗无天日，又臭气熏人，所以这些服役的将军鬼差在头上都要戴上灯罩，才能看得见。至于脸部戴有面具，那是除臭消毒之用的。秋生原来如此，让我吓一跳。那么请问恩师，这里为什么臭气冲天？祭佛因为这是18层地狱的最底端，因此所有受刑人的污秽东西都流到这里，当然是臭了。将军前面何人闯入此狱？祭佛吾乃魂宫活佛，你不认识吗？鬼差，哦，对不起，在此先参拜活佛圣安。刚才因为您的宝珠太亮的关系，照得我们两眼昏花，所以才看不出来。祭佛，今天我们奉旨著书，为了要摘录真实的景况，所以才带凡人来此，你应该多予方便。将军，是的，半个月前我们就接获通告，现在我们就打开狱门，让这位凡人看看阿鼻地狱的真相吧。此时鬼差将狱门打开，祭佛拿出夜明珠一照。秋生，哦，我受不了，我不敢看了，师父，我们回去吧。祭佛刚来就想回去，振作精神吧。秋生，是的。此时秋生又勉强振作精神，往阿鼻地狱最深层一看，眼见狱内哀声遍野，有血肉模糊的，有羊口腐烂，有脓疤满身，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秋生，有些人好像钟楼怪人，不成人形，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呢？将军，阿鼻地狱又称18层地狱，顾名思义，分为18层，依其罪恶轻重而判，较轻者自然居于上层，较重者就坠入最底层。秋生，那么他们为何不成人形呢？将军，哦，这一点你问得太好了，因为凡是监禁阿鼻的罪魂，都是在生之时无恶不作的凶徒，在世欺人未能守，所以一旦堕入地狱都要受到各狱的严刑，最后才转入此阿鼻地狱监禁。秋生，好了，恩师呐，我受不了，这里又臭又热，我们回去吧。祭佛，这里有甘露水，你服下吧，可以消消暑气的。秋生，好的，我就把它服下了。好多了，谢谢恩师。祭佛，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吾看下回再来吧。秋生，哦，实在太凄惨了。祭佛，谁叫他们在世之时为恶多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才落的今日的下场。秋生，回去后我要多奉劝世人，不可为非作歹，否则逞一时之乐，来到阿鼻地狱就有苦头吃了。祭佛，好了，快向将军辞别吧。秋生，今日打扰将军，在此拜别了。
此时将军及鬼差齐声恭送祭佛及丘生。祭佛无图，快上莲台吧。丘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圣天堂，丘生下莲台，魂魄投体。柳星今夜诸生效劳辛苦，各记功以次，以示加冕。100%加04阿鼻地狱游记第4回，访陷害忠臣的秦桧及杀人魔王希特勒。004济公活佛降甲子年元月念2日23日2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圣天堂开道基，接道脉藏玄机。诸贤生多替力，携丘生复阿鼻。这天书起顽迷，访罪魂传信息。有缘者志不移，福大道果不虚。祭佛哈哈，老衲今天看到圣天诸生虔诚效劳，因此心血来朝也。哼上几句。丘生难得听到恩师唱新声，弟子听在耳里已值回票价了。祭佛还好有你来捧场，总算没有白唱。丘生我想只要是恩师唱的，大家都喜欢听。祭佛如果嫌图安排舞蹈歌厅唱，一定大亏血本。丘生哈哈，余徒可没有这些本钱。祭佛你的本钱已经不少了。丘生恩师呐，我两手空空，您还挖苦我。祭佛无不是说世俗的本钱。丘生那是指什么本钱？祭佛是指你3年来在鸾堂效劳的本钱。丘生哦，原来恩师是指功德。祭佛是的，你不要小看只是在鸾堂排班罚站，其实功德是不小的，尤其是刚领天命开堂的，功德更大。丘生真的吗？祭佛不相信，今天藉这个机会，吾带你到冥府访问你的亲人。丘生哦，那太好了。祭佛那么快上莲台吧，争取时间。丘生弟子已准备好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丘生下莲台吧。丘生恩师呐，前面人潮汹涌，到底在做什么？祭佛他们都争着听仙佛说法。丘生为什么不到讲道堂呢？祭佛因为讲道堂只能容纳固定人数，但是在此大庭广众，可容纳较多的人。丘生恩师说的有道理。祭佛前面冥府官员已经到了，贤徒快向前请安。丘生弟子参拜仙官。仙官丘生不用多礼，你睁大眼睛看看旁边这位是谁？丘生呀，原来是祖母，祖母您好。老婆无孙景荣，今日能在此相见，多亏圣天堂观恩主的帮忙才能有这个机会，你要感谢恩主的惠赐。丘生祖母，您去世后，至今已有16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您都在何处？老婆呜呼，
我去世后，被福神引路带往的府报道，后来查无在生之时攻过乡等，所以明王就判无入平民区。但是3年前，因为你加入鸾堂学道，造了不少功德，因此又被编入善魂行列，经常听仙佛说法。最近你又帮忙圣天堂道务分发善书，度人入圣门效劳，此种因功，又助吾转入具善所修道。祖孙二人谈到此时，竟然相拥而泣。祭佛好了，秋生快向仙官及令师母辞别吧。此时祖孙二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秋生弟子告别仙官，余孙告别祖母，希望您老人家好好保重了。祭佛秋皇室切莫悲伤，秋生现在正于圣天堂帮忙道务推展造功颇多，只要您安心修道，将可超拔您登上更高果位。秋生想不到，最疼我的祖母，今日能再相会。祭佛放下心情，正事要紧，我俩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坐稳莲台吧。秋生是，请问恩师，想不到分发善书及度人入圣门竟然有莫大功德。祭佛那当然，像圣天堂这些精华善书，都是仙佛的结晶，又是天比蔡生费尽心血编辑而成，成本低廉，度人效果又特别宏大，功德当然是无可限量的。秋生那么度人入圣门学道呢？祭佛度人入圣门学道，功德也不小，所以你要珍惜这份难得的机缘，好自为之。秋生是的。祭佛已到阿鼻地狱了，贤徒你可张开眼睛了。秋生又要尝受又臭又热又黑的滋味了。祭佛快将话读完服下。秋生恩师怎么有呢？祭佛哈哈，仙方妙药，吾早就准备了。秋生服下之后好多了。祭佛前面仙官及将军已经排班等候了，吾俩快过去吧。秋生参见仙官及将军，今日又来此的打扰，还望仙官及将军多与开示何赐予方便。仙官那里，请随我入内休息吧。祭佛今夜时间匆促，吾想我们还是直接探访，以免耽误时间。仙官既然祭佛如此说，那我们就走吧。秋生又要尝受毛骨悚然的滋味了。仙官已到了，让我打开玉门。此时祭佛又从怀中拿出光明宝珠，往玉里一照，霎时光明四射。秋生他们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说只剩下皮包骨，衣服破烂不堪，真是惨不忍睹。祭佛左右将军，快带上衣卫罪魂，以参着宝书。哦，对了，就带来历史名人秦桧好了。将军遵命。秋生想不到大奸大恶的秦桧也在此域，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问问他是否还能陷害别人。将军禀告活佛，秦桧已押来了。
罪魂活佛及这位贤僧，你快救我吧！我在这里太苦了，你们赶快救我出去，就是做牛做马，我都愿意。既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秋生看他这样哀求，我实在于心不忍。恩师呐，您法力无边，不妨救他出去吧。既佛于途，不可乱说，这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怎可随便紊乱民府的法规？秋生是。既佛，你快说出你在人间所作所为，以便参着宝书，警惕世人。如果此书度化良好，可以将功补罪。罪魂好的，我就是宋朝的宰相秦桧，因为陷害忠臣岳飞而被判入此狱的，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每天在此饱尝无情的热气逼迫，及热风的吹袭，饿时饮用的泉之水，其冷无比，一直受此环境折磨得实在活不下去了。既佛，谁叫你冒用12道金牌，陷害忠心耿耿的岳武穆王？还有，你官至极品，尚不知足，真是狼心狗肺，现在好好忏悔吧。将军，此人是各殿审判刑罚后，转送阿鼻地狱，每隔10年当转生牲畜类，受人千刀万剐，还要饱尝世人口福，以消罪孽。既佛，好了，再带一个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上来。将军遵命。秋生，哦，这里的确不是人住的地方，刚才恩师赐给我服下的。话读完，好像已经起不了作用了，我现在又全身汗流浃背，受不了。既佛，因为这里接近地层核心，所以热气不断涌出，现在再喝下甘露水吧。秋生喝下后，现在好多了，谢谢恩师。将军启禀活佛，希特勒已带上来了。既佛，请先官翻译，将此人在生所作所为述说出来，以及讲出在此情形。先官，是的。罪魂他说，我生长在德国，自幼霸道成性，只要决定的事，别人不能阻碍。在我统治下的人民，只要听到纳粹内塞意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秘密警察，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他们都是实行暗杀行动的，而且生前毒害一族犹太人500多万，致使犹太人种族几乎全部灭亡，可说是空前绝后的大杀戳。想不到死后被判入阿鼻地狱，永不超生。呜呼！在此每天饱受地热、阴暗、臭气的煎熬，真受不了，有时后晕倒过去，但是又被这里没人性的鬼族浇上还魂水，让我还魂，要我尝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的滋味。大师呐，快救我出去吧！如果我有成就，一定回报你的。既佛，不必了，债都未还，还想回报，简直是痴人说梦话。先官罪魂他说，一定会报答您的。
祭佛我想没有这个机会了。将军可是世人却有这个机会。秋生为什么？将军因为此罪魂，好几年不要转身生畜类，让世人宰割不休。秋生原来如此。祭佛今夜时间不早了，秋生快向仙官及将军辞别吧。秋生在此拜别仙官及将军了。先将恭送活佛及秋生启程。祭佛贤徒，坐稳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星君今夜著书已毕，诸生辛苦，方才蒙恩主指示，效劳者美人。各祭三公以示加冕，服鸾到此结束，诸生早点休息。加05阿鼻地狱游记第5回。访部孝子忤逆父母早逝，在阿鼻地狱情形005。南宫柳星军将，甲子年2月初2日、4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大好嘉诚到圣天，驾云赶月者善篇。启迪教化无私意，普度苍生结有缘。盛世今夜是逢济公禅师佛诞之日，吾乘云赶月下凡，观诸生拜，受虔诚，道气如虹，想必圣天道物，不久将可弘扬光大，如此一来才不枉费诸天仙佛下凡著书的苦心，希望圣天诸生努力不懈，一朝功成，名留人间，天上逍遥，何不乐哉？又是即刻就要著书，诸生速进祭佛江陵坛也。济公活佛讲。诗曰：为人百善孝为先，因果循环不思偏。忤逆双亲最难赦，堕落阿鼻哭黄天。祭佛人生在世，应守孝道，才不枉费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若是忤逆父母，犯下不孝之罪，终受上天的惩罚，死后阿鼻地狱尚且有份。秋生有那么严重？祭佛那么你以为无事跟你开玩笑？秋生不是的，余徒以为不孝之罪，不至于堕入阿鼻地狱的。祭佛那要看情形，像有些人不奉养父母，还要打骂双亲，像这种作为，已经犯下滔天大罪了。如果不打入阿鼻地狱，难道还要送他上天堂享福吗？秋生的确也是，还是恩师说的有道理。祭佛好吧，今天我俩提早启程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请启程吧。祭佛最近无常观察你的言行举止，已较往常进步了，可是有时还表现轻浮，尚要改进。秋生听恩师这么说，余徒惭愧万分，以后当谦虚为怀，以养内在知德性，但是还望恩师多多教诲。祭佛善哉，善哉！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这样才不枉费吾栽培的一番苦心。好了，
吴徒快下莲台吧，先官及将军已排班等候了。秋生晚辈参见先官及将军。先将秋生免礼。秋生今天著书又要麻烦先官与将军了。先官职责所在，怎能说是麻烦呢？况且此书者成之后，能够挽救不少顽迷的众生。祭佛好了，我们边走边聊吧。先官是的，前面已到狱门了。此时先官命将军把狱门打开，祭佛拿出夜明珠一照。秋生前面在靠栏杆的角落里，有一位衣服破烂不堪的青年人，头发散乱，全身上下都有脓血流出，样子甚为可怕。祭佛贤徒，你前去访问吧。秋生好的，那么弟子就去访问这位仁兄了。此时醉魂看到秋生突然靠近，有点惊吓。你不用怕，我不会害你的。醉魂，你是阳间人，为何要到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来呢？秋生，我是奉旨著书的，希望你能将过去的事告诉我们好吗？醉魂，没什么好说的。秋生，你不要这样想，只要你将过去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参着宝书，劝人去恶从善，相信仙官会转告明王，减轻你的罪过。醉魂，真有这回事，那我就说吧。可是我现在饿得很厉害，已经无力说话了。祭佛，快把这颗药丸吞下吧。醉魂，现在好多了。想起在生之时，住在南部的某乡镇，父母是当地的富豪之一，因为我是老幺，所以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疼爱，只要一开口就有钱花。但是有了钱之后，就与一些朋友吃、喝、玩乐，甚至在外租屋与女友同居，或吸食毒品，日积月累。受毒瘾的影响，意志消沉，不再求上进。家父亲只顾事业，母亲亦坐上牌桌，常常2天不回家。而我因吸食毒品有害身体，故肺部时常感觉疼痛难当，且还常回家拿钱购买毒品吸食，心想只要能图得片刻的快乐，管他身体的病痛怎样。如此过了3年后，父亲因受朋友的连环盗贿，致使债台高筑，经过不了多久，公司就面临破产之厄运，经营的工厂也被迫关门大吉。就此父亲常卧病榻，而母亲更常常唉声叹气。有一次我毒痴发作，无钱购买，急忙坐车回家，欲向母亲索钱。母亲见状知道是毒瘾发作，所以反而不给钱，怕我越陷越深。当时我因毒性发作，突然就伸手往母亲身上搜，母亲大骂不孝子。我因一时情急，失去理智，将母亲推倒地上，抢去身上的金钱，又去购买毒品。那知回到家中，才知母亲已一命归阴。父亲本有病在身，见此情形亦大骂不休，结果过不了几天，也依
命呜呼了。加。后来我在一次朋友殴斗事件中，被人从后脑偷袭，不幸竟也少年。夭折，魂到地府，冥王不分青红皂白，就命牛马将军当场把我拖出，先打200大板再说。随后眼见父母在旁，受到冥王斥责说：“养子不教，谁之过？你们为人父母者，不知好好反省自己，应受地狱最严厉的刑罚。”然后又见冥王声色俱厉地喝道：“你这大不孝之人，当让你尝尽各种刑罚，而后监禁阿鼻地狱，万年不得超生。”秋生原来如此，才被判阿鼻地狱受苦，希望你能在此处好好忏悔前愆，亦让你体认父母养育子女之苦心。祭佛秋生，不用多说，在世不信因果报应，无恶不作，还值得你同情吗？秋生恩师那，他已经有悔过之意，为何不给他一线的机会呢？祭佛，一切都迟了。好了，今夜探访到此，快向仙官及将军辞别吧。秋生弟子拜别仙官及将军，先将恭送活佛及秋生启程。祭佛，无图，快上莲台吧。秋生已坐稳，请恩师启程。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6阿鼻地狱游记第6回，访打家劫舍的土匪，在阿鼻地狱情形。006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初8日10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劫党打劫最难当，莫贪外财骨肉伤。快活几时能多乐，永尽阿鼻苦痛长。祭佛，人生只不过数十年的光阴，但是世人常有千年之忧，所以都用尽苦思，想得到长久的享乐，因此就不择手段，泯灭人性的奸贪骗诈，无非想得到非分之财，甚至有人打家劫舍，以为那是一种垃圾快活的事，殊不知打家劫舍也是一种罪大恶极之举。因为此种举动容易影响社会安定，所以阳律不容，阴律更难饶。秋生现在听恩师说这些话，可想而知，今天大概将访问一位生前干下强盗勾当，现在正于阿鼻地狱受苦的罪魂吧。祭佛，哈哈，心有灵犀一点通，果然被你猜中了。秋生，哈哈，知徒莫若师，知师莫若徒。祭佛，想不到你现在答话也富有禅机了。秋生刚学习，望恩师莫见笑。祭佛，好吧，今晚提早出发，免得又让仙官及将军久等。秋生，的确也是，守信用要紧，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自从著作阿鼻地狱以来，圣天诸生辛苦了。秋生虽然是辛苦些，可是也很有价值。
祭佛无不是指这一点。秋生，那么恩师是指什么？祭佛，你不要看很在圣天堂孪生，来得很快，其实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风风雨雨的人没有几位，因此圣天堂要看出成果，只有等3年后才能让人肯定。秋生，这怎么说呢？祭佛，哈哈，其实这只是一段过程而已，你不用担心。诸天仙佛将不断加持蔡生，虽然肉体操劳一点，可是为师相信他一定能够完成使命的。秋生，何以见得？祭佛，只要甲子年一过，圣天开堂第1年所着的12部书出版，这不是证明仙佛加持的力量吗？秋生，我真担心蔡师兄受不了。祭佛，你放心好了。秋生，那么诸天仙佛为什么不加持我？祭佛，你的愿力不及蔡生的愿力大，当然不同。秋生，我看有些鸾堂门生很多，场面很大，我真羡慕。祭佛，想不到秋生你竟然也这么傻，你要知道，家家是道场，因此修道是在自己的家庭之中，如父子、公婆、夫妻、妯娌之间，也可扩展到公司、工厂、公共场所之间，处处皆道，并非来到鸾堂做样板工作。秋生，什么是样板工作？祭佛，比如有些门生到圣门就有板有眼，毕恭毕敬，扫地倒茶，样样都做，回到家中就像一位老太爷，什么都不做，在圣堂低声下气，在家中老气横秋，在圣堂彬彬有礼，在家中搬起面孔，像这种虚伪的做作，难道可以说是修道吗？秋生，恩师说的甚是。祭佛，因此圣天堂的任务不同，圣天堂的任务是突破普化瓶颈。仙佛不断着造不同类型的善书，比如生死之谜，是给不相信无形鬼神、不信因果轮回的人看。清心丹与逍遥谈，是给没时间、没耐性的人看。健康长寿十秘诀，是给一些身体有病的人看。阿鼻地狱游记与极乐世界游记，是让一些想深入了解无形世界的人看。太上道祖演讲集及道德经注解，是让学道已有抗高及自信自满的人看。以上这些都是因人施教的好书，有出击的书，有入门的书，有教化的书，有深入的书，这才是上天托付圣天堂的工作使命。真正的事情要做，不是要你们去撑场面。秋生，可是有些圣堂门生多，出去结缘出比较好看。祭佛，使命不同，如果让你们四处结缘，劳师动众，鸾堂走同样的路线，那么圣天堂何必成立？秋生，恩师的教诲，余徒知道了。如此说来，我们的使命是要在善书之中下功夫了。祭佛总算了解了，下次不可再迷惑。
只要善书做得尽善尽美，人人喝彩，人人叫好，人人注印，人人看善书，家家有善书，不就等于家家都是圣天道场吗？秋生弟子明白了，弟子真是惭愧，连这种小小的问题都闷在心里，宝在不应该。祭佛好了，今夜能解开你的谜团也是很值得，但是在空中盘旋太久，让仙官及将军久等了。秋生参见仙官将军甚安。仙将客气了，请随我们入内休息吧。祭佛免了，我们直接到狱中访问吧。仙官既然如此，我们走吧。秋生来到这个地方，很奇怪，我的双脚都会自然发抖。祭佛服下定心丸吧。秋生谢谢恩师。哇！前面这位醉魂双眼好像没有眼珠，只见两个深沉的凹洞，黑漆漆的，在眼角下又流出一滴滴的污水，太可怕了，我不敢看。祭佛有什么好怕的？现在不就是试试你的胆量吗？秋生好吧，我就壮着胆子过去问问他。这位先生，你为什么全身发抖，口中还不停地发出呼呼的哀嚎，就好像临死之前的最后挣扎。看到你这样子，我也毛骨悚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得到这种报应？醉魂呼！你这位善士，快救我好吗？我受不了。祭佛秋生拿一这颗定心丸让他服下吧。秋生好的，这位先生，快把这颗药丸吃下吧。醉魂谢哦，现在好多了。祭佛呆无施法力加持他。醉魂谢谢您们，您们真是大善人呀。秋生快将生前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吧。醉魂想起我生前是一位无恶不作的人，还提那些事做什么？秋生这位先生有所不知，今天我们是著书而来的，只要你能将生前所作所为参注书中，警惕世人，劝化民心，可减轻你的痛苦。醉魂如果这么好，我就说出吧。我是生于明朝的人，在家中排行老幺，平时好吃懒做，一天到晚只想赌博赢钱，吃喝玩乐。后来与一些坏朋友聚集山上当土匪，我们一群凭着身强力壮，打家劫舍，无所不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如果遇到敢反抗的人，我们就乱刀砍杀；如果遇到美丽的妇女，就抓回山寨，让我们这群弟兄一个一个轮暴。如果不顺从的，就活把他们掏死。秋生哇，真是骇人听闻，你不要把我吓到，好不好？真的这样残忍？醉魂我是实话实说，一点也不假。秋生在生有没有得到报应？醉魂有的，
因为我们毫无人性，个个残暴无比。有一次在山寨中狂饮过度，失去理智，彼此误会而互相残杀，我就死于乱刀之下。想不到死后在阴间受到冥府种种的酷刑，真是惨无人道。最后又把我拘进此阿鼻地狱。秋生，你的双眼为什么凹入那么深呢？罪魂，因为我不敢睡觉。秋生，为什么？罪魂，因为我一合眼，眼前就浮出生前被我杀死、掏死那些人的阴影，真是阴魂不散。有的脸色阴白，有的血肉模糊，有的舌头细长，五指尖锐，声色俱厉地扑过来，向我索命，吓得我魂飞魄散，生不如死。秋生的确可怕极了。祭佛好了，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快向仙官将军辞行。秋生弟子辞别仙官将军，谢谢您们的帮忙。仙将那里在此奉送活佛及秋生了。祭佛，快上莲台吧。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城吧。加07阿鼻地狱游记第7回，访为了侵略中国，将国人当成毒军试验，在阿鼻地狱情形。007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12日、14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人生浮游早悟修，不觉白发晚年忧。回首观望众生相，黄秋一堆命已休。祭佛壳，人生如梦，有如演戏一般，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永久灵性，只是为了外在的物质享受而堕落自己，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可是众生就是如此的迷昧，往往明知故犯，因此一旦犯错之时才悔不当初，但是已经太晚了。今日鸾堂的建立普化，其目的乃是时时警惕人心，不可盲从，不可为非作歹，而毁了前途，更害人害己。秋生恩师说的甚是，可能是末世以来道德衰微，风气不良，所以人人只顾自己的安危与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后果。祭佛贤徒，你说的也是，如果大家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权益，那么社会将呈现恐怖紧张的现象。贤徒，你可知道今天台湾宝岛为何如此的安定吗？秋生于途不知，请恩师示之。祭佛就是善书不断的普化，与道场不断的建立，这些人常为了婉转颓风，不惜牺牲一切，像天比蔡生就是如此。他的外貌虽然平凡，可是自从他立下大事宏愿之后，在心灵中不知为众生留下多少眼泪，今天又担当两堂的鸾务，竭尽心力。可是有些人仍然喜欢以他为笑柄，笑他自不量力，笑他鬼迷心窍，笑他无法承当，笑他学问浅薄，
笑他出身低微，种种打击毁谤，辱笑，此起彼落。但是幸亏天比蔡生，能够闭门深思，承受种种的考验，今日才有圣天堂的建立，否则他早就被恶意重伤的人打垮了。秋生这点弟子知道了，的确办道之人比起开店做生意苦多了。生意人有应酬休闲的时间，可是办道之人必须把儿女私情看淡才可，所以这点我还要学习。祭佛不过也不错，别人借此机会磨练他，使他更坚强，更有定力。苦水吞多了，苦味自然淡薄，就像吃苦瓜汤或喝苦茶一样。虽然入口很苦，反而在口中留下甘味。秋生哈哈，的确也是，恩师比喻得很妙，我想蔡师兄早就领悟到此理了，否则他怎能承担一切毁谤冷笑而甘之若饴呢？祭佛哈哈，这点还很难说，有时候吾看蔡生是不喜欢透露自己的痛苦，因为他怕影响到你们学到的信心，所以他只好装成不在乎的样子，将苦球往肚里吞，将甘味分享别人。秋生这不是太委屈了吗？祭佛担当大任的人就是这样，这点你不必为他操心，操心也没用。秋生是的。祭佛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了。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贤徒快下莲台吧。前面仙官与将军已在等候了。秋生参见仙官及将军。仙官一路辛苦了，快随我们入内吧。祭佛时间不多，吾想还是直接到目的的吧。仙官也好，那么我们就一起走吧。秋生恩师呐，这里阴气很重，我两脚都发麻了。祭佛真没用，快将定心丸服下，振作精神吧。秋生谢谢恩师，服下定心丸之后，现在好多了。哎呀，恩师，您看前面那个人，满身全是蛆虫，皮肉定开，身体腐烂，污水从体内流出，有些内脏已翻到体外来了，而且有许多巨大的苍蝇在身旁盘旋不去，真是太可怕了。祭佛贤徒，你不用怕，这些苍蝇与蛆虫是阴精所聚，阴气所化，专门吸食泯灭人性的血肉，它不会伤害你的。秋生恩师呐，此人又身患何罪，怎会有如此的下场呢？祭佛待吾施以法水，助他恢复神智，再做打算。秋生果然法水不凡，一会儿苍蝇与蛆虫都不见了。喂，这位先生，我是台中圣天堂的比丘生，今天奉旨著作《阿鼻地狱游记》，现在看到你受此惨报，到底你生前是做什么坏事？罪魂，我好久没吃东西了，你先给我东西吃，我才告诉你。祭佛将这颗药丸服下，你就不饿了。
此时活佛从怀中拿出一颗仙丹，让醉魂吞下。醉魂好多了，谢谢您们。我把生前的种种丑事一一告诉你们，你们放我走好吗？祭佛恐怕行不通。醉魂那我不说。仙官好大的胆子，你知道他是谁吗？醉魂是谁都一样。祭佛，你生前杀害不少中国人，想不到死后还如此的狂妄。秋生真是罪大恶极。仙官左右将军，先将压下打100大板再说。秋生嘴硬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将军已打完100大板。醉魂哎，在这里实在太苦了，我受不了。祭佛，你生前毒害别人，别人受得了吗？快说出来，以免被打。醉魂，好的，我现在就说出来吧。呜呼，真是倒霉，早知你们没本事救我，刚才我就不必求你们了。仙官，快说出来，我们可没时间跟你瞎扯。醉魂，好的，我生前是一位日本高级军医，在第2次大战的时候，为了想早日战胜中国，所以我就提议以独军战来达成侵占中国领土，因此我们一群狼狈未奸的医官就暗中进行独军研究。在研究之中，我们抓来许多中国人为试验品，起先供给上等饮食，将每个人养得肥肥胖胖，然后再将细菌注入体内，观其身体腐烂情形，再研究毒性更强的药物，使身体腐烂速度更快。这批抓来的中国人，我们称为原木家。当时与我们一起研究的同伙中，可说是个个毫无人性，不把抓来的中国人当人看，更不管他们的痛苦与呻吟，只一心一意的想研究成功。想不到好梦难成，日本战败投降。我们为了怕此事一旦张扬出去，会被世人辱骂为惨无人道的行为，所以就把整个研究中心炸得粉碎，连这些中国人都被我们炸死。后来回到日本，我就生了一场怪病，全身肿痛难当。我因为受不了痛苦的折磨，就切腹自杀了。本想这样一来，可以早日解脱痛苦，想不到刚死了不久，就被一群比我们更没人性的黑白无常用铁链拴住双手及双脚，一路带到阴曹的府，受到冥王严厉的指责与辱骂，还要到各小地狱受刑。最近才送来阿鼻地狱，每天受尽驱蛊，苍蝇的吸吮，痛得魂飞魄散，死去活来，哦，真是太苦了。秋生，这些苍蝇赶不走吗？醉魂，如果能赶走，我们早就赶走了，就是赶不走，现在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前面这位大人，快救救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仙官自作自受，谁也救不了你，你在此好好忏悔吧。
罪魂明乎，你们也太没良心了。仙官再说无救命将军再压下打100大板。秋生这种下场的确太可怜了。祭佛刚才无赐给他的法水，可以消除几十天的痛苦。秋生恩师的法力真是无边，为什么不赐给我？祭佛，那么你就不要拜吾为师了。秋生，为什么？祭佛，凡是吾的徒弟，都要先苦后甘，不是追求短暂的快乐。秋生恩师说的有道理，弟子太贪心了，以后当改正过来。祭佛，好了，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俩回堂吧。赶快向仙官及将军辞别。秋生弟子在此向仙官及将军辞别了。先将奉送活佛及秋生。祭佛，坐稳莲台，启程吧。秋生已坐稳，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8阿鼻地狱游记第8回，访贩卖人口，在阿鼻地狱情形。008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念2日，24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吃喝玩乐样样能，欺诈讹骗处处行，拐诱少女当力士，贩卖人口堕地层。祭佛，人心可怕，什么人都有，竟然有人为了纵饱私欲而贩卖人口，将一些无知的少女猛送淫窟，让别人尝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让自己享用不义之财。秋生恩师今夜好像是说贩卖人口这件事吧？祭佛，秋生你答对了，贩卖人口的确是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今夜我俩就去探视这些贩卖人口的下场。秋生，快上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秋生下莲台。秋生恩师呢？您怎么把我带到这里呢？眼前所见是一个空旷的山谷，毫无人迹，有一股凄凉的感觉，就好像午夜的牧场。祭佛贤徒，你太会幻想了，什么午夜的牧场？难道你曾午夜之时于牧场走动吗？秋生，那是小时候的事，曾有一次跟随父亲走过牧场，那边好荒凉，只要听到树叶的飘动，我就打心底起一阵战栗。祭佛，那么今天你怕不怕？秋生，有恩师在旁边，应该没什么好怕的。祭佛，怕也没用，既然来了，难道想溜吗？秋生，照这么说来，我就要壮壮胆了。祭佛，好了，此狱是专门为另一种罪犯而设，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秋生，原来如此。此时远处传来一声带有凄厉的呐喊。祭佛贤徒，你看有位罪魂爬过来了。秋生，这位罪魂瘦得不成人形，眼睛突出，精神涣散，头发散乱，衣服破烂，比起人间的乞丐还要可怜。我看身上的200元就不失。
给他吧。祭佛丘生，你有恻隐之心，这是不错的，可是你给金钱又有何用？他能去买什么？丘生说的也是，假如捧一碗饭菜来，就比较实在了。祭佛贤徒不必了，无赐他一点法水，他就精神饱满了。罪魂，谢谢这位大人，我已经饿得站不起来，想不到喝下您的法水，精神就好多了。丘生，这位先生，救你的是济公活佛，你赶快向他叩头谢恩吧。罪魂，感谢济公活佛，大慈大悲，请您带我离开这里好吗？祭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的恶报未尽，吾怎能随便带你走？罪魂，只要您能带我走，就是为你们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祭佛，可惜无牛马都用不上。丘生，好奇怪，来到阿鼻地狱的罪魂，人都不想做，竟然想当牛马。祭佛，他们只剩当牛马的资格，所以才这么说。丘生说的也是。祭佛，现在让你访问吧。丘生，这位先生，你怎么来到这里？罪魂，我被送到这个山谷已经好久了，这里草木不生，毫无人迹，每天过着空虚寂寞的生活，这种生活实在可怕极了，您们大慈大悲，赶快救我出去吧。丘生，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你能将生前所作所为坦诚的述说出来，相信活佛恩师会转告冥王斟酌减轻你的罪行。罪魂，只要能帮助我脱离这个山谷，什么我都愿意做。丘生，那你就快说吧。罪魂，是的，我生前是一位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游手好闲，生活糜烂，常至妓女户寻乐子，所以也结交一些绿灯户的老鸨。由于这些老鸨经常以大把钞票为饵，唆使我到乡下或是山地拐骗一些无知的少女来当摇钱树，我因为受到厚利的诱惑，便答应这项工作。因此我便到乡下或是山地，以介绍工作为由，将那些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少女拐骗到都市来，然后以每人数万元的价钱一一卖给风化区，所得款项皆被吃喝玩乐花费殆尽。我心想，此种钱既多又容易赚，就乐此不疲，重施故技，一而再两三的拐骗下去。有一次我得了大批金钱之后，照样到酒楼去大吃大喝，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走到平交道时，由于醉酒反应迟钝，一时不注意，胡乱闯越，等我发现来车之时，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我也终于一命归阴，死后由黑白无常压制的府接受审理，冥王先判我至粪屎泥地狱受刑30年，再判至有府滚烹小地狱受刑10年。现在被转送此阿鼻地狱已有数年，每天受此孤寂空虚的滋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我求求您，带我一块走好吗？祭佛贩卖人口，罪大恶极，这就是害人害己的下场，好好的在此忏悔吧。秋生请问恩师，他已将生前所作所为述说出来，参着宝书，是否能减轻罪行？祭佛这件事无当一并请先官列表，转成平等王，至于减轻多少刑罚，还是由他们做主。秋生这样也很公平。祭佛好了，贤徒，速上莲台吧，我们准备回堂。秋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09。阿鼻地狱游记第9回，访愿天游人纵火者，在阿鼻地狱情形009。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念2日，24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愿天游人就自取，极度怀恨苦相逼。世事看淡万缘断，何必忧心长机遇？祭佛俗语云：人生不如意10之8、9。因此为人之道，当自我砥砺，自我鞭策，不要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都怪到别人身上，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害的。比如有些人事业不顺利，或是婚姻不顺利，就归咎对方的不是，总是不检讨自己，在反求诸己方面，总是当作马耳东风，不求改进，以致一错再错，而铸成大错。蔡生恩师说的也是，如果每个人都能自我检讨、自我约束，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可是偏偏有人不这样想，总把事情都怪在别人身上。祭佛所以人性都是这么可怜，前世造下恶因，此世结出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有智慧的人，反而欢迎去接纳这些果报。正所谓知足常乐，就好比有些贫穷的人以及残废的人，他们虽然出身低微或残缺，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得到喜悦与满足。因此有句俗语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又好比一位骑驴的人，看到前面有骑马的人，真是不如别人。可是回头一看，后面还有1个车夫正在汗流浃背的拼命推车，自己不是很幸运吗？所以人生不必计较太多，如果计较太多，反而让心灵中添加一些不必要的毒素。秋生恩师说的也是，祭佛所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但求付出，不必一心一意追求回报，心里总是平静。如果做得少，想得多，就是贪嗔痴。好了，今天我俩启程吧。秋生是的，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今天带你去看恶作剧之人的下场。秋生怎样的恶作剧？祭佛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秋生好的。
祭佛已到了，今天吾不想麻烦仙官及将军，我俩直接深入狱内吧。秋生也好，这样比较逼真。祭佛慢慢走，不要惊动他人。秋生是的，哎呀，恩师，您看前面有团绿色的火球在跳跃着，一上一下，忽左忽右，好像鬼火，速度好快哟。哇！还在地上打滚呢。祭佛是的，我们再往前一点，你就能看清楚，其实那不是火球，而是有位罪魂身上着火了，他正在拼命的挣扎，所以就惊慌的跳跃。秋生，哦，原来如此，我已听哀嚎悲痛的声音，师父，快去救他吧。祭佛，我们快过去吧。秋生，哎呦，那位罪魂已只剩下一具骷髅了，好可怕呀。祭佛贤徒，不用怕，这是罪恶的下场。秋生，为什么那团火有如此威力，一下子就把那位罪魂烧成骷髅，又为何会呈现绿色的光芒？祭佛，因为此火乃是阴火，也就是阴气所凝之火，所以呈现绿色。但是别小看这些阴火，因为它的威力比阳火胜过100倍。秋生，那么今天如何访问罪魂呢？祭佛，待无施于法水，它就会慢慢复活。罪魂，哇！痛死我了，痛死我了！秋生，这位先生你好，请你将生前所作所为说出来好吗？罪魂，你是谁？我在这里受苦已够可怜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秋生，这位先生，我是台中圣天堂孪生，今日奉旨灵游阿鼻地狱。如果你能将生前所作所为说出，劝化世人，相信活佛恩师会转告冥王，或许能够减轻你的痛苦。罪魂，好吧，只要能减轻痛苦，我当然愿意说出来。秋生，那么你就快说吧。罪魂，我自幼就生长在一个穷乡僻处的环境中，父母年老，又常年生病，以致我小时候无论是吃的、穿的，样样都比别人差，就此养成一种自卑感。等我长大之后，就在外地谋职，于一家工厂当作业员，眼见同事们吃的、穿的，样样都好，又想起自己家庭环境，实在比不上别人。自此我渐渐形成心理不平衡，又怪癖，又孤独，经常与人吵架。所以有些人就慢慢对我疏远，根本不理我。我妒火中烧，怨天恨的稍有不如意，就打架闹事，惹是生非。有一次工厂上司看到我如此恶劣，便苦心相劝，可是我仍然当作马耳东风，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工厂上司对我没办法，只好想到解雇一途，可是我不但不检讨自己的过失，还变本加厉，于是暗中计划报复行动。等到有天夜里，我一不做二不休，就偷偷地溜进工厂仓库，
将一桶汽油倒在可以燃烧的地方，再用火柴点燃，杀使整座工厂陷于火海之中。连在宿舍熟睡的10几位同事也来不及逃避，全合葬身火窟。秋生哦，实在太残忍了。后来呢？罪魂后来我就四处躲藏葬，虽然被警方列为通缉的对象，可是我化名倩倩，又在砂石厂工作。等到中年的时候，我痛心疾首，心脏绞痛，因气附身，就医无效而亡。秋生，那么现在情形又如何？罪魂自从死亡之后，就被黑白无常押到地狱，被民批大骂一顿，又受各狱刑罚，最后判入此阿鼻地狱，每天受此阴火焚烧，痛苦难当。每当被烧成骷髅之后，又被此的狱卒泼上还魂水，让我再生，又要再次受到阴火的焚烧，实在太痛苦了。秋生，谁叫你当初心地那么偏狭，又要纵火，才落得今日的下场。祭佛好了，时间不早了，这位罪魂有心忏悔，今日又将事实真相述出，参着宝书无当转告明王斟酌减轻刑罚。罪魂，谢谢大人开恩。谢谢。祭佛，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堂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阿鼻地狱游记523 CHTML 010第10回，访乱伦者，在阿鼻地狱情形。011第11回，访贩卖毒品，在阿鼻地狱情形。012第12回，访贪官污吏利用职权迫害孝女，在阿鼻地狱情形。013第13回，访汉朝吕后毒害戚夫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4第14回，访光天化日强奸妇女被雷电击毙，在阿鼻地狱情形。015第15回，访杀盗妄酒无恶不作的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6第16回，祭佛与秋生受武官王邀请参观冥府审判情形。017第17回，访圣门孝劳孪生祖母受仙佛提拔之情形。018第18回，祭佛与秋生接受地藏王菩萨的庆功宴及颁发奖罚凡例。阿鼻地狱游记10。阿鼻地狱游记第10回，访乱伦者，在阿鼻地狱情形。010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念5日，27日3月1984，天比。诗曰：血清通肩骨肉伤，败坏伦常堕三纲，身世不明受遗弃，贪图淫事稳五常。祭佛人秉天地而生，天地运转有一定之自然轨道，所以人配位三才之一，理应遵循自然的法则而行事，故圣人设立三纲五常。四为八德，便是为人的纲纪，
如果人不遵循这些纲纪，一切自然法则必定紊乱，这是一定的道理。譬如乱伦就是一个例子，它所促成的下场，每使血亲关系混乱，更使下一代的亲属造成身世不明，这是何等可悲之事！所以，世界上就有这么可悲的事，好好一个人不做，偏偏将自己往地狱之门推进。蔡生，哈哈，恩师真会开玩笑，有人会自己推自己进地狱吗？祭佛这个你就不懂了，有句俗话，天堂有路你不行，地狱无门你自闯。所以到地狱的人都是自己闯进来的。蔡生有这么妙的事吗？祭佛怎么没这么妙？你不看有些人好好一个人不做，偏偏想做坏人，好像不做坏人心里会难过似的。蔡生的确也是，所以这种人只好到阿鼻地狱喝咖啡，自然就会反悔。祭佛贤徒，你认为阿鼻地狱的咖啡好喝吗？蔡生，哦，弟子不敢领教，我想这种咖啡还是让最勇敢的坏人去尝尝比较恰当，余徒还不够勇敢。祭佛，好吧，既然你不够勇敢，吾就带你去参观好了，不必尝试。阿鼻牌咖啡。蔡生，哈哈，阿鼻牌咖啡可是恩师制造的，祭佛让你经营好不好？蔡生，我自己都不敢喝了，要卖给谁呢？祭佛，的确也是，阿鼻牌咖啡没人要，可是阿鼻地狱游记应该就不同了。蔡生，为什么？祭佛，因为阿鼻地狱充满着神秘恐怖与悲哀，世人如果不想喝阿鼻牌咖啡，就要看看阿鼻地狱游记，只要自己好好做人，好好福功立德，不但阿鼻牌咖啡不必喝，还可上天堂逍遥享受那种琼浆玉液的滋味。蔡生经恩师一说，令人垂涎三尺。祭佛贤徒，你不必垂涎三尺，上天早就准备一桶大的让你喝不完。蔡生，那么我就分享给天下的人喝。祭佛，难得你有这种心量，太好了，吾想当我俩着乘极乐世界游记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可以上极乐世界去品尝更加的甘露水，你就不必操心了。蔡生希望每个人都能念佛往生西方，希望人间即是清净的国土。祭佛，希望归希望，事实归事实，今天吾还是带你到阿鼻地狱去参观一下。蔡生，哎呀，今天不是著作极乐世界游记吗？怎么临时改变要下阿鼻地狱？祭佛，本来主席恩主想把阿鼻地狱分成上下两册出版，可是最近商议结果，还是上下册集成一本出版，比较完整。蔡生如果要上下集成一册，就要赶工了。祭佛，那当然，所以今天利用要著作极乐世界游记的空档，改着
阿鼻地狱游记。蔡生原来如此。祭佛你怕吗？蔡生有恩师在旁，还有什么可怕的？祭佛如果没老衲在旁呢？蔡生那就紧张万分了。祭佛好吧，闲聊太久了，我俩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今天师徒二人就要下达阿鼻地狱去访问乱伦者的下场。蔡生想不到乱伦的人也要下阿鼻地狱，这么说来，罪不是太重了吗？祭佛贤徒，你有所不知，因为乱伦不只是影响到下一代而已，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善良风俗。蔡生的确也是，乱伦对整体的血亲必然遗下后患，使后代儿女无颜见人，这的确是一件很遗憾的事。祭佛已到了。蔡生疑这里风沙滚滚，伸手不见五指，还有一股阴森森的感觉。从空气中更飘来一阵阵的腐尸味，真是太难闻了哦。恩师那，像这种环境余途实在受不了。祭佛忍耐吧，享受极乐世界的风光，也应尝尝阿鼻地狱的滋味。蔡生是的。前面传来嬉笑声，好像不大对劲。祭佛有什么不对劲？蔡生因为这是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又不是享乐的地方，怎会有嬉笑声？这不是不对劲吗？祭佛贤徒的判断果然对了，方才的嬉笑声就是来自不对劲的口中。蔡生，哎呀！一这称声音，我越听越可怕，就好像万年妖怪凄楚的狂笑。祭佛老衲还是拿出夜明珠照个清楚，免得你疑神疑鬼。此时祭佛从宝盒中拿出夜明珠往狱内一照。蔡生哇，恩师那，他们怎么个个蓬头垢面，有的长满烂疮，有的脓血直流，竟然还用嘴去吸吮。左边这位先生还把手臂上的皮肉撕下来，鲜血淋漓的。有披头散发，眼球突出，有的笑个不停，有的比手画脚，这种丧失理智的作为，真令人害怕。祭佛贤从，你不用害怕，前面来了仙官及将军，你快上前参礼吧。蔡生弟子参见仙官及将军。先将贤生免礼，方才因有事在身，所以晚来一步，请活佛见谅。祭佛哈哈，不用客气，其实今天我们未经同意就先贸然闯进狱内，才抱歉呢。仙官那里，活佛奉著书之命在身，职供重大，怎能说是贸然闯狱？蔡生，请问仙官，这些罪魂为何像是失去理智的一群？仙官，哦，这些罪魂在世之时皆是紊乱五伦的人，所以今天才得到这种下场。比如说在生之时强暴自己的女儿，或是奸淫媳妇，使血亲关系
混乱，丧失本性良知，更使幼儿长大自暴自弃、自甘堕落，造成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乱伦所造成的下场。蔡生哦，原来如此，那么他们为何失去理智呢？仙官良知失去，痛则悔恨，来到地狱之后，又受到各狱刑罚，所以身心溃败，因而失去理智。蔡生原来如此，实在好可怕，如非弟子亲睹实况，还不相信有这种黑暗的世界。祭佛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贤徒，快向仙官及将军辞行吧。蔡生在此向仙官及将军辞行了。先将奉送活佛及蔡生。祭佛贤身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蔡生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祭佛圣天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11阿鼻地狱游记第11回，仿贩卖毒品，在阿鼻地狱情形011。济公活佛降，甲子年2月念3日，25日3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红中白板堕人心，刀光剑影窥神明。毒瘾发作自造孽，残害人生入幽冥。祭佛世人就是那么可怜，好好一个人不做，偏偏喜欢逞强殴斗，或是注射麻醉药品让毒品的发作换来短暂的快乐。像这种作为，无非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可是世上偏偏就有这种人，不是甚为可怜吗？秋生恩师说的也是，不知道洁身自爱的人，到后来都要尝到痛苦的滋味。祭佛贤徒，你说对了，今天我俩就去访问已经尝到痛苦的人。秋生是不是又要下达阿鼻地狱？祭佛，那当然，我俩出发吧。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秋生下莲台，我俩步行吧。秋生，是的。祭佛，这段崎岖小路，你要特别小心。秋生，今天为何没看到仙官及将军？祭佛，哈哈，屡次麻烦别人也不好，所以今天师徒就来一次暗中查访。秋生说的也是，暗中查访才能看出真相，如果事前通知，只能看到形式上的外貌。祭佛，还是你聪明，就好比一位大官，如果要真正了解民情，唯有不通告部署，直接到达目的的看，才能真正了解真相。如果事前通知部署某月某日将视察某个地方，有些不提就拼命做一些虚伪的工作，外表好看，其实第二天又是恢复原状了。秋生，哎呦，地上是什么东西，害我摔了一跤。祭佛，有没有受伤？秋生，应该没有，只是光线太暗了。祭佛，让吾把夜明珠拿出来，你就能看清楚了。此时，
继佛从宝盒中拿出夜明珠一照，果然玉内光芒四射，非常耀眼。丘身下，恩师，那是一个人呀！您看他躺在地上，还全身抽筋发抖，口吐白沫，嘴里还呼呼的叫，好像羊咸丰患者。恩师呢？我们快救救他吧！继佛贤徒，他是羊咸丰患者吗？你再仔细瞧瞧，便能了解。秋生看他干瘪黑瘦，一身软弱无力、瘫痪的样子，好像是吸食毒品过多、中毒很深似的。继佛被你猜中了。秋生，哎呀！恩师，您看他把手伸向我们了，不知道他想干什么。醉魂，救救我！我好难受。秋生，这位先生，你怎么了？醉魂，我好难受，救我！秋生，恩师，您法力高强，救他吧。继佛贤徒，你知道他是为什么难受吗？秋生因弟子不知，请恩师说明好吗？继佛，既然你不知道，那为师就告诉你吧。他就是毒瘾又发作了。秋生，哦，原来如此，这弟子就不懂了。恩师的意思是说，这位醉魂生前吸毒，但是死后堕入阿鼻地狱，还会毒瘾发作吗？继佛，秋生，你有所不知，他不但吸毒，而且还将毒品卖给别人，这就是自害害人的因果报应。秋生，那么请恩师略施法力，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开口说话好吗？继佛，好的。秋生，恩师果然法力无边，他已能开口说话了。醉魂，呼，总算松了一口气，谢谢这位大人，想不到只要您蒲扇挥击下，比注射、速刺康、海洛因斜线因还有效。继佛，什么速刺康？那是刺死坑，解释不对又会错意，才得到今日的下场。秋生，恩师讲话好像含有玄机。继佛，哈哈，魔鬼将毒品命名为快速刺你康乐，可是在仙佛的眼中，毒品是刺你早死的坑洞。秋生，哦，原来如此，这位先生，你快将生前所作所为一一陈述出来，好让我们记载书中，警惕世人。醉魂迷糊，生前的恶事还提他做什么？秋生，只要你说出来，登录宝书，劝化世人，就可弥补许多罪过。醉魂，哦，原来如此，那我大略说出在生前所作所为的恶事。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赌场当保镖，后来我嫌保镖必须经常与一些黑道上兄弟打滚，要被殴斗刀光剑影，出生入死，危险万分。所以我一直想换个既轻松又有厚利的行业，终于我把脑筋用到一些受环境逼迫的风尘女郎身上。起先我鼓起如簧之舌，
百般的诱惑，与他们打成一片，再把准备好的毒品吐肺供给他们吸食，使他们上瘾，等他们毒瘾发作，无法自拔的时候，再高价卖给他们。那些风尘女鱼，毒选越深，我的利润就越多，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把他们的血肉钱都剥削殆尽，等到他们年华逝去的时候，我才放弃他们。秋生哦，你为兔太狠心了。罪魂现在我以良心发现，希望大人慈悲，救救我吧。祭佛现在才良心发现，实在太慢了，但是今日你能坦诚将生前所作所为说出，吾当转告明王斟酌情形，减轻你的刑罚。罪魂，谢谢大人开恩。谢谢大人开恩。祭佛好了，今天就此为止吧。秋生快上莲台，准备回堂。秋生弟子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12阿鼻地狱游记第12回，访贪官污吏利用职权迫害孝女，在阿鼻地狱情形012。济公活佛降，甲子年3月初8日4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草菅人命莫人情，贪官污吏还是听。广人博施宜勤奋，亏心作恶堕狱庭。祭佛为官之道，在于清正廉明。广施博人，以及深入民间，广探民情，如此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进而为民服务。可是有些为官者不但不如此，而且还借着权势来欺压百姓，像这种作为不但失去为官者的尊贵，更危害社会秩序。秋生假使为官者能时时探访民情，为百姓谋福利，那么这种官员真不愧是人民的父母官了。但是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为官者借着职权方便而饱吞私囊，实是一件可耻之举。祭佛需要知道此事能够为官，皆是前世修来的福德，如果不知其福，反而造下许多罪孽，岂不枉费前世所造福德？秋生听恩师这么说，若为官之人能忠于职贡，处处为民谋福，那么其人归空之后尚可成神，如果欺诈百姓，地狱就有份了。祭佛哈哈，贤徒说对了，今日著书时间已经到了。秋生还是赶快上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贤徒你在想什么？秋生哦，我正在想修道是否能以外形去评论高低。祭佛哈哈，如果能以外形去评论高低的话，那么无就是无道了。秋生为什么？祭佛哈哈，谁不知道无的外貌，何必再解释？还好佛陀有先见之明，在《金刚经》云：不能以32相见如来，
若以32相见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由此可知，外貌并不能代表修持境界的高低，就好比庙宇有大有小，如果以庄严美观的庙就是修持高超的表现，粗俗简陋的庙就是修持不好的象征，这就不对了。所以修道是真正的实行，不在自我的标榜，是在心地上的，不是在外表上的。如果以外表去评论高低，就落入俗人之见，不是圣人之见。如果以为红光满面就是有道的表现，更是落入世俗之见，不是修道之见。秋生恩师之言的确高明，由此可知，修道是修内心，不是修外形，是修心口意清净，不是修面体形美观。祭佛哈哈，此话答对了。秋生还望恩师的教诲与开导。祭佛已到阿鼻地狱，眼前就是专门监禁为官不正、贪图享乐，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贪官污吏。贤徒，快下莲台，我俩步行进入吧。秋生恩师此处热气逼人，弟子已经汗流浃背了。祭佛，此乃火焰之出口处，所以你有此种感觉。现在无赐你甘露水。秋生服下后，身体已不觉得热了。恩师呢？前面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哇！怎么一堆人挤在一块儿，头发烧焦像个秃噜，身上都黑黑的。祭佛贤徒，你为何人在那里？秋生，哦。弟子看到悲惨的景象，整个人都魂飞魄散了。祭佛，现在仙官与将军来临了，贤徒快向他们请安。秋生参见仙官及将军甚安。仙官贤身免礼，今日经将军禀报，知悉祭佛来此欲访问，因此特地来此接待，以表欢迎。秋生前面这个人脸孔黑如木炭，只露出眼睛，不知生前是犯何罪。仙官他已难以言语了。祭佛，呆无施法吧。秋生恩师虽然高明，罪魂已经苏醒过来了，由全身黑漆漆的模样变成一位体态肥胖的形状。仙官，这种罪魂，你快将生前所作所为一一陈述出来，以便着书劝世。罪魂，呜呼！想不到我有今日的下场，想当时我在人间的时候，是一位威风十足的大官，拥有3妻5妾，享尽了人生富贵。仙官，无不是问你荣华富贵的问题，而是要你说出你利用职权，使用不法手段去害人的事情。罪魂，哦，不法的事太多了，可是最令我良心不安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贤淑的女子，让我非常赏识，可是她竟然不领情，后来我使用手段威胁她唯一的亲人，迫其将女儿下嫁与我。当我
的第6位爱妾。但是其父顽固不化，拼着老命也不肯遵从。最后我不得己，就叫仆人于3更半夜将他绑架，丢弃山谷。这件事情，我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来到的府，聂镜台一照，原形毕露无遗，无法狡赖。我只好认罪。秋生后来呢？罪魂后来冥王声色俱厉地骂我一顿，说我为官之人，不知廉洁。保身竟然还利用职权迫害善良百姓，于是判我罪无可换，除了在各狱受刑之外，还要转入此阿鼻地狱监禁，不得超生。秋生现在觉得如何？罪魂，哎呀！早知道明律森严，我也不敢那么嚣张，可是现在已经太慢了。仙官像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只知道玩弄职权，欺诈百姓，迫害善良，不到阿鼻地狱常常痛苦的滋味，他怎能反省？秋生实在太可怜了，生前若能遵守国法，为民服务，那么不是很好吗？仙官现在对他讲这些已经太慢了，像这种麻木不仁的人，自作自受才是应该的。祭佛好了，今天著书就到此结束吧。秋生在此拜别仙官及将军。将军恭送活佛一路顺安。祭佛贤徒速上莲台，我俩回堂吧。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13阿鼻地狱游记第13回。访汉朝吕后毒害戚夫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3。济公活佛降，甲子年3月15日，15日4月1984，天比蔡生。诗曰：极度恶毒起狠心，残杀同仇罪不轻。千古惨案今明判，警惕世人血淋淋。祭佛人心可怕，嫉妒心、狠毒心、怨恨心、攻击心、傲慢心、是非心。以上这些心都是害人之心，俗云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世上总有些人偏偏不信邪，尚以为害人是一件乐事，所以常常在暗地里翻江倒浪，处处破坏别人，打击别人，甚至谋杀他人。蔡生听恩师之言，的确骇人听闻，真是人心可怕。可是今天恩师为何提起此种问题呢？祭佛贤徒，你有所不知，今天吾就要带你去看看这种人的下场。蔡生，那么一定很惨了。祭佛，等你看到之后就了解了，现在先不告诉你。蔡生，好的，那我就不多问了。祭佛，我们提早出发吧。蔡生，是的，我已坐稳莲台，乃恩师启程吧。祭佛贤徒，自从开堂以来，你的感想如何？蔡生，于途愚昧，可是今天能够承坦两堂的道务，我也觉得不可
思议，可是至今想想，诸天仙佛果然不断的加持，使我在越艰难的环境中能够不断的往前迈进。所以在此，我应该感谢仙佛的慈悲，以及善心人士不断的勉励与支持，我的确太感激了。祭佛说感激不如说感恩，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在内心中时时存有感恩之心，这个人就不会埋怨，而且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他都能知足常乐，他都能发出内在的喜悦。可是有些人就不同了，总喜欢怨天尤人，说什么上天很不公平，祈保上天是公平的。蔡生恩师，这怎么说呢？祭佛，你看地球的自转，月球的运转，寒暑的更替，季节的变迁，它都能分秒不差。那么人的生死轮回，人的因果报应，人的寿命短长，怎会差错呢？所以一切的命运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人的因果也是一样，都由自己造出来的，行善的善报。可是修道之路就不同了，修道之路是逆水伐舟，所以必须要经过困苦患难的考验。蔡生怪不得有些人都埋怨行善得不到善报，其实有这种见解的人，就误解修道的意义了。祭佛贤徒，你说对了，有些修道人在半途中总是要迷惑一阵子，有的继续修道，有的就半途而废了。蔡生如果半途而废就太可惜了。祭佛，这与自己的因果有关，比如智慧不足，或是业障太多，都是以阻碍修道之途，唯有毅力坚定，道心矢志不退之人，才能渐渐迈向园林仙乡。蔡生愿普天下之修道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不改初衷，不变初志。祭佛，好了，仙官与将军已经久等了，我俩下去吧。蔡生，是的，弟子天比蔡生参见仙官及将军。先将贤生勉励。咦，奇怪，著作阿鼻地狱不是秋生吗？怎么是蔡生呢？祭佛，哈哈，这本书本来是分为上下两册，可是为了让世人早日目睹阿鼻地狱的全貌，以及追求连贯成书，所以不得不赶工了。仙官，哦，原来如此，我们入内休息吧。祭佛，我看就免了吧。公事要紧，我们直回到狱内探访。仙官，既然如此，我就遵命了。此时祭佛与仙官一行人往狱内而去，蔡生随在背后，祭佛从宝盒中拿出夜明珠往狱内一照，狱内的罪魂好像重获新生一样的雀跃欢呼。蔡生真是太可怕了，这种非人之地怎能活下去呢？咦，前面怎有圆形的动物？仙官，那不是动物。蔡生，不是动物是什么？仙官，你再往前看就知道了。蔡生还是看不出来。祭佛，呆无施以法水，你就知道了。
蔡生，哎呦，那不是一个人吗？是一个没有双手、没有双脚、又没有双眼的人，好可怕哟！祭佛贤徒，你可知道他是谁吗？蔡生是谁？祭佛是一位富贵至极、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蔡生这我就不懂了，是否需要于途过去访问他？祭佛他又聋又哑又瞎，因此你是无法访问的，吾看来还是请仙官为你解说好了。此时祭佛唤来仙官，仙官参见活佛，不知教吾有何差遣。祭佛因为此位罪魂不能言语，烦请仙官代为解说其生前所犯的罪行，以便记载书中，警惕世人。仙官好的，说起此人，乃是中国历史上堂堂有名的贵人。蔡生那一位贵人，仙官就是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蔡生既然是皇后，怎有今日的下场？仙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蔡生那就麻烦仙官解释清楚。仙官想起汉高祖刘邦年轻之时，也曾落魄一时，当时吕后也跟着他纵横南北打天下。蔡生那么他又身犯何罪，沦落至此呢？仙官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他有今日的下场，就是晚年之时，因为年老色衰，而其夫汉高祖刘邦贵为一国之君，因此就广纳妻妾于后宫，其中有以一位戚夫人最为得宠，所以召来吕后的妒忌，处处刁难，处处设计陷害，但皆因高祖刘邦的百般呵护而免受其害。吕后看在眼过，更是恨在心里，满腹牢骚，怒火中焚，终于在刘邦去世之后，吕后即命人把戚夫人抓去斩其双腿、双臂，又挖出双眼，打破耳膜，割断舌头，使戚夫人又聋又哑又瞎，又无法行动，然后把她关在后宫花园的山洞果，称为人彘。像这种行为，可算是历史上最狠毒的杀人行为。蔡生，哎呦，好残忍呐！如此说来，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了。仙官那当然，像这样毒辣的心肠、狠毒的作为，难道能逃过因果的惩罚吗？蔡生所以今天也受到地狱的严刑，使他不能听，不能说，不能看，不能走，不能动，不像人的模样，是吗？仙官是的，这是自作自受的下场。蔡生只因当初的一份嫉妒心，而演变成今日的下场，实在不值得。祭佛所以不要以为嫉妒心是一件小事，只要恶因恶缘成熟的时候，就可能酿成千古不灭的惨案。今天吕后的下场就是这个例子。好了，时间不早了，吾看今天就到此结束吧。蔡生感谢仙官的帮忙，在此向仙官及将军辞别了。先将奉送祭佛及蔡生。
祭佛贤徒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天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14%加14。阿鼻地狱游记第14回。访光天化日强奸妇女被雷电击毙，在阿鼻地狱情形。014。南宫柳星军将，甲子年3月18日，18日4月1984的比丘生。盛世在5月端午节之前，一切气候变化无常，所以容易引起感冒，因此诸生早晚起居当注意添加衣服，以免到体受到风寒侵袭。又是今夜又要著书，诸生振作精神以待。济公活佛讲。诗曰：春雷一声震河山，击毙恶徒如刀斩。谁说善恶皆无报？轻访罪魂数胆寒。祭佛天本无生，奈何世人多造罪孽，故以天雷之吼来警惕世人，不可为非作歹，否则灾祸临头也。秋生请问恩师，有些人平生并不是凶恶之徒，可是也遭到雷击之厄运，这是什么原因？祭佛凡是被天雷击毙之人，今世或前世定有罪孽未除。秋生凡是被雷打死的，全身发黑，如木炭一样，请问恩师为何会如此？祭佛因为阴阳二电的交汇，直接触及人身，体内瞬间燃烧，就好像木材一样，燃烧之后只剩下黑木炭了。秋生恩师呢？那么在闪瞬的一刹那之间，他所发出的电压有多少？祭佛大约是2万多伏特吧。秋生哇，平常触到家庭用的电，就感到吃不消了，如果被2万伏特的电压击毙，一定很惨。祭佛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凶恶之徒如果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一旦被天雷击毙，在地府之时才是凄惨的。今日吾就带你去看全身发黑的罪魂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今日我俩去看一位清朝嘉庆年间浙江人士，生前经常诱拐良家妇女，拜人名节，有一次竟然将一位未满16岁的少女强行奸污，但是此项举动刚好被监察天君在云游中发现，即刻反奏玉帝。玉帝闻言大怒，遂派下雷公雷母将此恶徒击毙，以警惕世人。秋生此种恶事，竟然也做得出，未免太无法无天了。祭佛贤徒已到了，速下莲台，前面仙官及将军已在等候了。秋生弟子参见仙官及将军。先将秋生勉励，我们已在此等候多时了，快随我们入内吧。秋生谢谢。仙官圣天门生皆有一颗度化苍生的宏愿，此种精神令人钦佩。
秋生仙官及将军过奖了，今日邪恶之风昌盛，如果善书未在家，强普话语突破，社会将呈现一片萎靡之气，因此圣天诸生皆有共同的志向，今又承蒙上天的重负。虽然在开堂之初，本堂同修辛苦万分，但是我希望我们所付出的滴滴心血，能够得到世人的回响，共同为普化大业而努力，这样就够了。仙官看来，我都要跟你学习了。秋生仙官客气了。仙官请入内休息吧。祭佛无图快随仙官进入吧。秋生哇，这个地方竟然有如此宽大的办公室，室内干干净净，很像阳间的行政单位，请仙官略为解说好吗？仙官请活佛及秋生用茶吧。此处是由本人负责管辖之狱，狱内关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请活佛及秋生随我们进去吧。此时祭佛从宝盒中拿出夜明珠一照，霎时一片光明。秋生无间地狱真是名不虚传，我想只要是人来此一次，下次绝对不敢犯错的。仙官他们生前无恶不作，所作所为都是暗无天日之举，想不到今日看到光明，却像得到甘露一样的高兴。秋生恩师呐，如果今生今世无意中犯错，或是受到朋友引诱，而犯下伤天害理之事，那将怎么办？祭佛如能重新改过向善，行功立德，以补前愆，或是注印此本阿鼻地狱回向，消除业障，只要诚心诚意注印，将来死后当可减轻地狱刑罚师或轻微者，可免其刑罚。秋生这的确是一个行功立德的好机会。将军，我已带来一位被天雷击毙的罪魂，秋生你可问问他在生前所谓的丑事吧。秋生好的，前面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就在浙江一带专门诱拐良家妇女的人？罪魂你是何人？为何知道我生前的事？秋生，我是台中圣天堂的比丘生，刚才活佛恩师已经告诉我了。罪魂呜呼，想到生前所作所为，现在悔恨已经太晚了。秋生，只要你将事实真相吐露，让我们记录书中，相信可以减轻刑罚的。罪魂，好的，我告诉你吧。我生前是一位喜欢逞凶斗狠的人，在生之时恶名昭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对女人有特别的偏好，所以经常在街头巷尾强行非礼良家妇女。事后我都恫吓他们，使他们敢怒不敢言。但是每当我对妇女非礼之时，心里总以为是无上乐事，根本一想到报应不报应。有一次，当我正在强暴一位未满16岁的少女，霎时乌云密布，在短短几分钟，便雷雨交加，我因躲避不及，
遂被雷电击毙，全身黑如木炭，沉尸荒郊野外。秋生哀哀，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呀。那么你现在全身黑漆漆的感受如何呢？醉魂太苦了，全身僵硬，动弹不得，你快救救我吧。秋生很抱歉，我也无能为力。祭佛贤徒时间不早了，冤有头，债有主，明律森严，我俩还是回堂吧。快向仙官及将军辞行。秋生弟子在此就向仙官及将军辞行了。仙官恭送活佛及秋生。祭佛无徒快上莲台。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15阿鼻地狱游记第15回。访杀盗妄酒无恶不作的人，在阿鼻地狱情形。015济公活佛降，甲子年3月念2日，22日4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采集案例下地层，罪证如山一一沉，世事如云转眼逝，不如修道脱凡尘。祭佛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阿鼻地狱著作以来，已历4个月。心霜了，老衲眼看圣天诸生未到前程，牺牲奉献精神，令仙佛赞叹不已，相信以此进度，以此方针，在不久之后，圣天善书将可发扬光大。秋生承蒙诸天仙佛对本堂的倚重，虽然诸生在此段期间辛苦备尝，可是眼看圣天善书就要发扬光大，余徒也感觉很值得。不像世人从早到晚忙碌不休，心里得不到1分的平静，有了钱就想轿车、洋房，追求高级享受，殊不知一切身外之物，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为了肉体而牺牲精神与心血，落得大伤元气，最后还可能到的府走一遭，实在不值得。祭佛，那么假如你有钱，你会怎样利用？秋生哈哈。恩师突然提起此问题，实在太妙了，我当然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善好施，帮助贫困，或是注印善书来完成真善美的人生。祭佛还不错，假如人人都能像贤徒一样，就不用仙佛屡屡下凡著书了。秋生恩师说的也是。祭佛好了，今日又要到阿鼻地狱去了，快上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祭佛自从圣天堂开堂以来，诸生可算是历尽沧桑。秋生请问恩师，这是为什么？祭佛哈哈。还有什么？秋生恩师这样回答，余徒还是不了解。祭佛当然这是每一座鸾堂开堂之时皆会发生的现象，所以贤徒你也不必为此事挂怀，
必须知道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才是站稳的表现。如果开堂之时就一帆风顺，反而容易使人得意忘形，所以往后的圣天堂尚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波折。秋生恩师说的也是，但愿诸天仙佛加持蔡师兄，使他稳住船舵，顺利达成使命。祭佛已到了，贤徒速下莲台吧。秋生恩师那弟子突然感觉呼吸困难，不知为什么。祭佛困为地层关系，迫使你元神压力过大，忍耐一段时刻就好了。秋生在这无人的地方，到处皆是黑漆漆的，有点恐怖的感觉。祭佛为师陪你走上这段路程，就是要训练你的耐力与定力。老衲看来你是进步了。秋生还是恩师不断的提携，不断鞭策，才有今日的成绩。祭佛前面已有2位将军在等候我俩了，快上前参礼吧。秋生哦。这2位将军身体魁梧，看起来好像非常凶悍。祭佛秋生不可无礼，速上前见礼吧。将军欢迎祭佛级的比丘生光临。秋生弟子参见将军。将军秋生不用多礼，快随我们入内吧。秋生抬头观看四周，均是高墙，而且狱里面不时传来悲伤的哭叫声。祭佛今夜就烦请将军了，吾上有事与地藏王菩萨言商，故老衲先走一步。秋生恩师那，您怎么丢下弟子一人独自离去呢？叫弟子待在这种地方，实在可怕极了。祭佛贤徒不用担心，为师会尽快的回来。将军秋生前面一群罪犯，你就上前问话吧。这些罪犯面瘦如柴，两眼凹凸，全身污泥般的脏，身上不时可闻到臭味。秋生按着鼻孔走向罪魂前。众魂，你是何人？头上还有一道强烈的红光。秋生请大家不用怕，我乃台中圣天堂恩主门下弟子秋生，大家所见我头上这道红光，乃是为善之人修持的光气，如今到此的来，就是要采集你们生前及死后的情形，以列入阿鼻地狱宝书之中，广劝世人。罪魂哦，原来是救星，求求你先救我们吧。秋生因我道功不足，要救你们这一群满身罪孽的人，我是无能为力，但是你们可以借此机缘，参着宝书亦能减轻痛苦，或许能离开此狱。罪魂，那太好了，只要能离开这里，我就将生前种种大略一提。我生前参加土匪行列，盘踞山头，成群结党下山烧杀掳掠，抢夺百姓的财物，还奸淫他们的妻女，终于被官兵围剿，我亦死在官兵之手。秋生，你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当初为何没有想到后果呢？罪魂，当初因贪娱玩乐，
被朋友引到山头，说什么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后来参与他们的行列，才知道是有名的土匪窝，却欲罢不能。秋生真是越陷越深，好吧，那你就将死后的情景说出吧。罪魂死后可说寸步难行，生前罪孽一一在孽镜台显现出来，使我吓得目瞪口呆。往后经过多少刑罚，如挖心穿肠剖肚，至今来到阿鼻地狱已经200多年了，呜呼！秋生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就是最好的写照。再请问这位先生，你的生前所为？罪魂我本是富家子，困受纵乐习性所染，常在酒楼茶馆穿梭，一副大少爷的样子。只要想得到的东西，如美女、古董、珍宝，皆不择手段，不惜买通。官府、陷人入狱，或逼人致死，或奸淫黄花闺女，无不以此为能。是，如今却涌进阿鼻地狱，喝那滚烫的江水，饿时甚至连烂泥也食。或为了啃食同伴的身躯，亦不惜与他们相搏一番，故旁边这堆骨骸，就是被食的同伴留下的。秋生好狠毒。于是秋生望眼看去，果然一大堆枯骸。真狠心，难怪你有今日的下场。将军秋生，活佛已在洞口等候，我们出去吧。祭佛今日有劳2位了。将军那里？秋生恩师那？这些罪魂真是残忍，连同伴的身躯也在啃。祭佛俗语说得好，本性难移。今夜就到此结束，吾师徒回堂吧。秋生拜别将军。将军恭送活佛及秋生。祭佛不用了，秋生速上莲台。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回堂。祭佛已到圣天堂，无徒魂魄投体。加16阿鼻地狱游记第16回。祭佛与秋生受武官王邀请参观冥府审判情形。016南宫柳星军将，甲子年3月念8日，28日4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圣天承命度众生，仙佛其右步道成。愿尔诸生同努力，后世永昌如鸿鹏。盛世圣天堂开堂以来，至今已小有成果，此乃诸天仙佛大力福。注：及善心读者同心协力的成就，因此诸生当继续努力，共同为普化大业而奋斗。即刻著书，诸生肃静以待。济公活佛讲。诗曰：泯灭天良埋罪胎，遗留子孙离祸灾。分离肢体非人性，地狱刑罚常悲哀。祭佛。方才诸天仙佛在堂中商讨普化大事，一片祥瑞之气上冲云霄。秋生方才弟子就获受到了。那么请问恩师讨论的事项是什么？
祭佛就是讨论如何将善书妥善分发，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秋生再问恩师，那要如何做？祭佛以后恩主会指示出来，到时候只要圣天诸生努力去做，自然可以远程的。秋生那太好了，能够将善事推广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实是学道者的责任。尤其诸天仙佛在本堂所着之书都是心血结晶，像八仙翁所着的清心丹，南极仙翁所着的健康长寿十秘诀，都是善书的精品之作。所阅之风络绎不绝，赞不绝口，更是有口皆碑的事实。还有生死之谜及圣地传真，也是度化民心的好书。如能将这些善书推广，社会将呈现一片祥和温馨的景象，不再有暴力之气了。可是这也要社会大家出钱出力，共同奋斗，才能达到的理想。祭佛所以圣天诸生就要先付出辛劳，才能够感动善心人士的支持。秋生是的。祭佛，你知道圣天堂在开堂的第1年就要著书12部吗？秋生，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开堂的第1年就那么辛苦？祭佛，这就是主席恩主对诸生的要求，让你们与诸天仙佛共同着做精华善书，虽然是辛苦了，可是这些作品一旦完成，圣天善书就会受到社会人士的刮目相看。第2年以后，就是要如何将这些精华善书推广到各角落，这也是一项时代的使命。秋生哇，为什么要那么苦？祭佛，这就是天比蔡生立下的大事宏愿所必须去克服的使命。秋生，哦，原来如此。祭佛，你要知道蔡生为了普化重任，经常一夜未眠，这些都是为了挽救更多沉迷于苦海的人，所以他要担起圣贤堂的镇銮工作，又要分担圣天堂的道务，这些事情你都了解吧？秋生，是的，他的精神实在令我钦佩。我真期疑蔡师兄书读的不多，身体又不是很好，可是他能凭其毅力接受最艰难的环境挑战，又没听过他在诉苦。祭佛，当然这就是仙佛的灵光加倍，使他有此忍受煎熬的特性。虽然是很苦，可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是吗？秋生，的确也是，不过我希望凡是圣天读者在学道过程中都能一帆风顺，都能福慧双修。如果有苦，让我们来承担就好了。祭佛，难得贤徒有此慈悲的心怀。秋生，恩师过奖了。祭佛，今夜武官王邀请咱师徒2人到冥府观审，你想去吗？秋生，开开眼界，那很好呢。祭佛，好吧，我们出发了。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
继佛今日武官王所要审判的案例是发生于某地有名的分尸命案。秋生我一听到分尸案，就毛骨悚然。继佛无徒到了，快下莲台，随为师入殿，但切勿出声。秋生弟子知道了，于是继佛带着秋生进入内殿，见明王正在审判一名罪魂，两旁牛马将军伫立。明王堂下罪魂，你可知罪吗？罪魂大王饶命，我再也不敢了。明王今日台中圣天堂奉旨著书，由继佛携带秋生在场探访，速将在世所作所为从实招来，已列入宝书。罪魂我乃北方人士，自幼生性怪癖，不爱讲话，父母常对我言，男孩子个性要开朗，怎么整天一个人待在房间呢？我当时不在意，顺其自然演变，直到结婚生子后，这种个性一丝毫未改，反而变本加厉，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大发牢骚，甚至动手打人。有一日因家里需要用钱，急着向朋友借，困朋友看不起我，用嘲笑卑视的眼光看我，并说你真没用，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了，算什么男子汉呢？当时听后暴跳如雷，大声吼叫说你给我记住，有你好看。因一时丧失理智，进到屋后取斧头，趁朋友不注意的时候，从后脑将其击毙，事后唯恐人知，就将其尸体用斧头剖开分割成20块，然后用塑胶麻袋捆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丢弃荒郊。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经过1个月后，被人发现报警侦办。如此过了3、4个月，这段期间，晚上睡觉，心中常感到有种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自从杀害朋友后，心里常想，此人与我并没有深仇大恨，我谅如此狠心，将其杀害，并分离其肢体，于心何忍？终于在警方严密的追查下，我也落网伏法，受那3枪应声道的滋味。明王罪有应得，但这只是阳间法律而已，而阴律如何裁决？罪魂我死后，由黑白将军将我家所带往的府，经过打狗村的时候，被野狗咬得遍体是伤，又经过奈何桥时，更被阴叉推落桥下，受那些毒蛇的侵犯，从胸、腹、手、腿全身钻来钻去，甚为难受，至今受尽各殿的刑罚，苦不堪言，请大王宽恕吧。明王本王亦有慈悲之心，岂奈汝丧尽天良，竟然用如此狠毒的手法，将朋友杀害分尸，使其魂魄失散，汝罪不可赦，判你毒封小地狱30年，刑闷后再做定夺。罪魂大王饶命，只要让我重新做人，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待人处事之道的，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明王太迟了，你认命吧。
今日判案到此结束，将罪犯辖下，退堂。闻判请祭佛上座。祭佛今日携带小徒采访案例，多有打扰，请见谅。闻判那里方才因公事在身，有失礼之处，还请祭佛恕罪。祭佛好说，时间也不早了，该回堂了。吾徒秋生快拜别。闻判官。秋生弟子辞别先官。闻判命将军排班送驾。祭佛吾徒速上莲台。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回堂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魂魄投体。柳星今夜著书已毕。加17阿鼻地狱游记第17回。访圣门效劳孪生祖母受仙佛提拔之情形017。济公活佛降，甲子年4月初2日，2日5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捐印善书超祖先，勤修慧性德无边。有心弘道立志愿，快入圣门结道缘。祭佛凡是捐印善书者，本人及祖先当同时受惠，在圣门效劳。待天宣化也是一样，都可以超拔祖先，以及消除自己的业障。可是世人往往不珍惜此份行功立德的机会，以致大难临头之时，才在仙佛面前求其解脱，但是已经太慢了。这就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表现。秋生世人太可怜了，就好比一个人有小病不治疗，等到大病才想治疗，已经太慢了，是吗？祭佛哈哈，贤徒说对了，世人就是这么可怜。但是无希望此本阿鼻地狱出版之后，能够唤起世人的良知，多多注印，以达到利人利己的目的。只要诚心诚意注印此书，上能感革上苍，下能使鬼神敬之。秋生相信恩师的呼吁，能够唤起世人的行善热心，大家都能本着牺牲奉献精神，挽救他人的美德。祭佛哈哈，美德即是固有的良知良能了，良知良能即是每个人的本性，它能判别善恶，但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所以有人能明辨是非善恶，有人就模糊不清了。这期间最大的因素就是受到不良风气的感染程度，与前世善德之厚薄有关。因此世人如能多读古代圣贤所遗留的经论格言，远离那恶，自然有助分别明善恶的本能了。秋生请问恩师，有些人整天迷迷糊糊的，不能明辨是非，这是什么缘故？祭佛，这是一时受到环境物质的诱惑，使良知良能蒙蔽，困此在善恶之间难以取舍，才会如此的。所以此时如果有人在旁为他开悟道理，讲解人生的真谛，或是拿几本善书让他阅读，
只要良知良能复现，他就会寻出一条光明的大道。秋生这么说来，修道之人就该多发挥此种义务牺牲的精神了。祭佛事的，就像蜡烛一样，要不断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才是修道者应行的目标与精神。好了，今夜即将著书，速上莲台吧。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祭佛这里就是阴阳一线天。秋生请问恩师，为何有这么怪的名称呢？祭佛就是阴阳交汇之处，也就是天堂与地狱的交界处。秋生恩师，前面来的不是观世音菩萨吗？好像带一位老太太，不知要往何处。祭佛快向菩萨参拜。秋生弟子拜见菩萨。菩萨秋生不用多礼，今日有缘在此相会，乃是祭佛事先与吾约。好，要将此位老太太超生的情形列入宝书之中，好让世人知道行功立德的好处。秋生菩萨真是用心良苦，那么弟子就拜访这位老太太了。请问婆婆，您为何能蒙菩萨之超拔呢？老太因我子孙均虔诚好道，入圣门修心养性，并奉献牺牲效劳，而且经常注印善书，使我从贫民区编入善魂行列。自此我经常听闻佛法，心灵无限的平静。今日蒙菩萨的点化，引渡我到西方继续修炼。望我儿林某某能持志不退，将来功于圣门，母子相会有期。秋生老太太，您当可放心，晚辈当转告令郎，不必忧伤，安心的随菩萨去西方吧。祭佛老衲特为你加注灵光。眼见祭佛拿起蒲扇往林老太太额上一扇，林老太太心中无限感激，并于脸上发出会心的微笑。好了，不再打扰菩萨了。秋生弟子在此恭送菩萨及林老太太。老太感谢，济公恩师的加持，在此受我一拜吧。祭佛灵事不必挂虑，快随菩萨去吧。吾徒因为为师上有要事，故提早送你回堂，速上莲台。秋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圣天堂已到，秋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18阿鼻地狱游记第18回。祭佛与秋生接受地藏王菩萨的庆功宴及颁发奖罚凡例018。南宫柳星军将，甲子年4月初8日，8日4月1984的比丘生。诗曰：瑞霭祥云照圣堂，宝书着承喜气扬。历经5月中告竣，效劳书承得流芳。盛世今夜乃是阿鼻地狱游记的最后一回，吾眼观此书能够顺利者成，皆是圣天诸生世坛不懈之功劳。吾除祝贺诸生之外，当依诸生何劳情形，
立表呈书上苍，以定功果。又是最后一同著书，诸生当提起精神，不可丝毫懈怠。济公活佛讲。诗曰：屡次下凡度迷顽，携徒临游至不山。宝书著作非儿戏，的藏庆宴功果班。济佛哈哈，吾屡次下凡著书，如今为了扶助圣天堂的道务差者，做阿鼻地狱游记，老衲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尤其无这个济公名号，又响亮了一次。贤徒，今天地藏王菩萨已摆好庆功宴，我俩赶快赴宴吧。秋生听恩师这么说，今天就是此本阿鼻游记的完结篇，这不是太早了吗？济佛哈哈，贤徒你有所不知，因此上天指示此本游记就以18回做一个结束，老朽也觉得甚有意义。秋生哦，原来如此，害我吓了一跳，以为余徒做得不好，或是圣天门生不够虔诚。济佛贤徒怎会有此想法？秋生可能是本堂刚成立不久，所以我太敏感了。济佛求好心切，也不错，可是不要太紧张了。秋生是的，余徒就是定力不足才会如此的，请恩师原谅。济佛也没什么，但是吾还是希望你能多研悟经典，将来才能更有作为，否则光靠吾的开导，毕竟不是办法。秋生弟子会的，徒儿决定遵照恩师的意思去做。济佛那就好了，快整装启程吧。秋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济佛已到地藏殿，我俩下莲台步行吧。秋生遵命。哇，前面大殿门口好热闹。济佛因为地藏王菩萨款待上界仙佛及十殿明王参加盛会，所以特别热闹。秋生原来如此。济佛贤徒快上前参礼诸仙佛及明王圣安。秋生弟子参见诸位仙佛明王圣安。先明秋生勉励，快入座吧。的藏多劳济佛了，此次著作阿鼻地狱，历经5月辛霜，始告完成。为了表达谢意，特别定于今日释迦牟尼佛佛诞之日举行庆祝晚会。秋生哦，对了，今天刚好是佛祖诞辰，如果不是地藏王菩萨的提醒，弟子还忘了呢。济佛贤徒，今天你可大饱口福了。秋生余徒的度量小，恐怕只能小饱口福而已。是时仙官高喊谕旨道，于是在场仙佛、明王皆排班，恭接谕诏。福佑今夜吾禀受玉皇大天尊之命，特到此处颁发谕诏，神人俯伏，旨曰正居精确，无时不以苍生为念。今台中圣天堂奉旨由济公活佛携带秋生临游阿鼻地狱，历经5月，著作18回，揭开举世不晓的阿鼻秘闻。
继佛及丘生辛苦备常经令吕钦带下琼浆玉液，以助丘生灵体光明。另命幽冥教主代班立，奖励注印阿鼻地狱游记之善性大德，以利阴阳普化。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甲子年4月初8日，继佛丘生素皆止。丘生叩谢天恩广备，使弟子受宠若奴。的藏请入内上座吧。命厨吏开始上菜。正在此时，观世菩萨已临殿前，先官忙着接待，然后引导在地藏王菩萨的右侧而坐。观因今日是佛陀的诞辰，更举行阿鼻地狱著作完成的庆功宴。丘生，你辛苦了，无特别与你加临。丘生，哦，好清爽，身体有种清凉的感觉，谢谢菩萨的加持。的藏请诸仙佛用菜。继佛因时间关系，就请教主代班讲法梵例吧。的藏既然如此，吾就立下几条特别梵例。一凡注印阿鼻地狱游记之善性，本人及子孙凡是业障强者，当准其功德回向，不堕地狱受刑。二，倘有祖先生前曾造罪孽，子孙若能大量印赠回向祖先者，其祖先当可步步超生。三，若本人曾造下恶孽，事后诚心忏悔，并注印此书，功德回向，其人末后当可视其功德转入聚善所。四，若家庭常被阴魂所扰，诚心注印此书，功德回向，其家庭当可由上苍视其功德，驱逐阴魂，使其家庭安宁。以上几项，乃是无代班之梵例，若未完善，当再增删。继佛那当然。丘生菩萨真是用心良苦。继佛今日承蒙教主设宴款待，吾师徒感恩不尽，因时间不早，所以在此想提前退席，望教主见谅。的藏那吾就不多留了，即刻命先官恭送活佛及丘生。继佛请教主及诸位仙佛留步，贤徒快向前拜别教主及众仙佛吧。丘生弟子今夜受菩萨及诸仙佛之厚爱，因时间关系，就此叩别了。继佛贤徒坐稳莲台。丘生弟子已坐稳，请恩师回城吧。继佛无图那。今夜吃得如何？丘生，哈哈，这种口味还是生平第一次，也可能只有这一次。继佛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如今书已者成，为师亦要回天脚趾了。丘生弟子恭送恩师回天。柳星今夜者成阿鼻地狱游记的最后一回，诸生如是重负，无异同感喜悦，想起著书这段时间与诸生相处，今天就要回天复旨，难免有依依不舍之情，但愿诸生能继续努力，将来有缘，天上相见。无回了。本堂主席官登台。诗曰：辛苦5月中有成，披荆斩棘表书成。论功行赏于来日，
颁布功德果超生。盛世今夜阿鼻地狱游记已告完成，无亦感欣慰。此书虽然仅仅著作18回，但是诸生在著书期间披星戴月，筚路蓝缕，此种精神的确令人激赏。又是今夜来堂效劳者各记3大功以资鼓励。他日颁发功果，另行指示。今夜就此停笔。阿鼻地狱游记完。加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地藏王指玄录。林凤指著作林目录地藏王图下载全书524x execute斜线150千位元组。注印一指序一序二凡例序例圣职。第1回，头上神明在，做事守规真。第2回，前非之痛改，不用苦哀迎。第3回，尊天行正道，一善值千金。第4回，能修功与果，永远离六道。第5回，福田种福果，自种自家收。第6回，放生结佛缘，福禄的双全。第7回，世人勤积德，子孙5代昌。第8回，万般天注定，看破早知休。第9回，唐僧问明律，指玄万古方。第10回，正道守纲常，普照出迷津。第11回，菩萨说缘由，粒粒尽其真。第12回，指玄12回，念经的平安。拔誓愿前言。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地藏王指玄录 Decan Wang Xian Ou 奉旨著作 CC 前言。时间1985。地点台湾高雄灵隐慈善堂。主持的藏菩萨。访问众仙佛及读者斜线唐僧斜线求问者。插图524A。原产原书没有留下地址，台湾高雄灵隐慈善堂。自产本文翻版自，翻版书没有留下地址。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近义字。弃字，本作上记下火。转化 Doc WordPad斜线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 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阅读编辑 E 自动唤醒 W 斜线或斜线检视 V 选项 O 自动唤醒 W 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
贴上新文件变件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术语：内文有关阳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7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24 HTML A11 注印 A22 意指A33序1 A44序2 A55繁例 A66序例 A77胜值524B HTML 001第一回头上神明在，做事守规真。002第二回，前非之痛改，不用苦哀迎。003第三回，尊天行正道，一善值千金。004第四回，能修功与果，永远离六道。005第五回，福田种福果，自种自家收。006第六回，放生结佛缘，福禄的双全。524 CHTML 007第七回，世人勤积德，子孙五代昌。008第八回，万般天注定，看破早知休。009第九回，唐僧问明律，只悬万古方。010第十回，正道守纲常，普照出迷津。011第11回，菩萨说缘由，粒粒尽其真。012第12回，只悬12回，念经的平安的藏只悬金刚宝忏。Z11拔 Z22的藏菩萨四弘誓愿。524 HTML N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 N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 N3 修改 N4 转赠加 XX 略去稀有之机缘根 XX 略去的藏菩萨灵感录印光师佛讲述 XX 略去的藏菩萨本述录净慧法师讲述 XX 略去的藏菩萨的过去因缘净慧 XX 略去供奉的藏菩萨的功德利益净慧 XX 略去的藏菩萨的应机示化净慧XX 略去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净慧 XX 疏缺的藏菩萨灵感净文录加注印 A11无极老母为加冕乐注印者，命地藏王菩萨公布封赐赏律于左。1本书乃的藏菩萨奉懿旨之亲功著作，凡发愿注印地藏王旨玄录1本以上，凡祈求自可平安。2凡注印地藏王旨玄录之大德100本者，如今也有犯过错者，能诚心悔改，从心做人者，均准予的辐射罪消其前过，并封赐与福报。3凡注印地藏王旨玄录之大德1000本者，为祈求祖先冥福者，功德回向者，
一切之利愿，自可感应，并封赐离开苦海，并赐民果。4. 凡注印地藏王旨玄录，凡是人力愿应赠造功利果，叩求其父母康安者，或叩求改运消业，解除病殃者，每晚子时11点，在神案之前焚香3支，合掌按念南无大愿的藏菩萨。24次有始有终，连续100日的藏菩萨会亲临赐赦并罪业，并着与赐天福寿，解除业殃。5. 凡修道者，注印本书，特准灵性智慧光明，早日得道升天。6. 凡如为事业、运途、小儿其安、婚姻不顺，一切祈求之愿力，皆能赐位如意。7. 凡有叩求者，可在家中神案前或本堂神前立书焚尘转丙周之，感应如响。8. 欢迎各地诸大德慈悲乐助印赠。注印款请利用邮政划拨地04276259台湾灵隐慈善堂收，并请注明地藏王旨玄录，每本单价25元台币。南天直辖鸾堂高雄灵隐慈善堂敬上加 A22 一指瑶池价钱麻仙姑将。诗曰：鸾门心法自先天，大道真传化大千。旨玄本来无二绝，当头一点反摇天。盛世今夜无奉母命代一旨宣读，神人服服，静听宣旨。亲奉无极瑶池老母一旨曰：母居先天瑶池，心怀念世上元灵，原由无极一气所生，至今世上历劫万千，见师本来面目，幸有凡尘修真之事，知而修持，回归本莲位，但上一下多数灵种，生沉于凡尘中。虽经各教圣人仙佛指引劝化，但执迷行香者，未能了悟圣界本事。无空法相，众子迷恋红尘，无法自脱。近年来，道运鸾堂昌兴，元人受沾光，但可惜如风中之烛，星灯微微，各明其事，又见真端真假百出，均已脱离无极妙空圣道。本来顿悟无空真传，一袭沦为普众末流。上天诸仙佛圣真，负天之命，协助收元大事，责任深重。兹尔高雄南天直辖灵隐慈善堂创堂以来，著作数部善书，阐化诗方，均能振聋启聩，故今无极颁一旨，命名辅教主地藏王菩萨降尔灵隐慈善堂主着新书一部，敕名曰地藏王旨玄录，由善比王生直机传真心法著述。此书非凡，内容以真理大道为主，提高鸾门修道者水准，了悟大道真权，以免受悟行香之法也。此书一出，必惊醒迷途向善，重回大道之旅程。指道之日，每逢鸾其著作完成为止。西灵隐诸子尽忠效劳，携着天书完成，以普度无量众生。书成之日，论功升赏，
母赐连位。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乙丑年3月19日子时，20、38日5月1985，颁命。加 A33 序1。太上道德天尊降序。夫大道无形，无色又无空，无实相又无法相。人生于天地之间，为万物之灵者，故有天然良性，亦有同物天性之诚，无相害欺凌之心，故天下本为第一家。见古通今，人心不古，气合作，乱大谋。世风日下，失三纲，灭五常，恶孽多积，丑态万般，天心大怒。浩劫绵延，生灵哀哭莫诉，民呼痛哉！真此为圣也。今如宗社鸾普化缘人，仙佛处处登台宣化，施方济世度众，以其大千和平。故闻今南天直辖灵隐慈善堂，奉懿旨著作地藏王旨玄录，且汉著作完成圆满，可贺可泣也。本书历时数月日子光阴，善书内容文辞浅白，通合一般社会群众之水准，一阅一物，句句为心，止于至善。诚足以体天而劝世，必善正者加善，恶者引迷入悟，去恶归正。正作纲常，奉行廉洁，则国家社会太平矣。本书乃的辅地藏王菩萨降临，即经指陶笔而传言，以鸾盘而现。自神人合一，代天劝世，著书劝世，辅政利民，非盈利之书也。因此，凡众生可发心助印之，尽善勉励为信。即将出版父子之记，特灵堂降序一篇，描述术语，是所为序。太上道德天尊降鸾序于高雄灵隐慈善堂。加 A44 序2。南宫福佑帝君降。诗曰：的藏旨玄劝大千，灵隐一气及良缘。信的经篇中有成，善气弘扬达9天。序三教摄道普化，广度元人，天有好生之德，人有善根之本，三纲五常之大伦。见古积今，世情相异，世道衰微，人心不古，难不中国女不节烈，四处起浪烟，民不聊生，蒙蔽本来之良能。虽有大道降火宅，皆乎道之将没也。亲仰地藏王菩萨极高真，泯念世道民心陷逆，不忍不教而受诛，无时下凡，普化众生，大费婆心，宣扬圣道，指人同登彼岸。今南天直辖高雄灵隐慈善堂，奉懿旨著作天书一部，资醒迷入悟，返往归真。晚大道于既道，为世风归厚重，拔苦超尘，以救世运，以尽大同，亲谓之。本书内含有明律之理，大道之律理，书中有经忏可诵，借此消灾之，乃可阅之书。
本书为大愿的藏菩萨亲身下明天着笔而成，内容充实，劝示最佳之善书，足弥珍贵。此书一出版，阴阳将放光明之路，愿普天下众生悟读本书，皆能出苦海而登理欲。短短数言，愿世人免之行之。是为序。南宫福佑帝君将鸾序于高雄灵隐慈善堂。加 A55。凡历9天司命真军将。天运乙丑年6月6日、23日7月1985。凡历一，本书乃奉无极意旨著作而成，阅者必须心恭口为，不可有冒读圣意。二，本书是为拯救三期末劫，沉于苦海繁重，渡登彼岸之指玄天书。三，本书如有错字，皆系藤真之错误，阅者勿轻视之。四，本书费尽神人之苦心，全书谢尽明律法条机密，悉天下苍生阅之真之。五，本书乃明辅教主的藏菩萨及仙佛合作而成，印赠或注印。三，草感印。六，本书字句虽浅近，是尽的藏菩萨及圣仙佛婆心，阅者当秉尊。格训名言，早了俗根共登极乐。七，本书乃代天宣化，专心以劝世为宗旨，与一般授书不同，故阅后应传递为阅为是，切勿死藏除涕。八，凡求寿命、求功名、消冤孽、修功德、除病魔、为祖先超拔、求冥福者，发读资印赠此书，皆能如意平安。凡有所求，须在家中造君，神前对虚空焚香禀告诸神，或鬼奴随，即回奏，报应如响。九，本书在此，十方众神护法，阅后至尽处，不得污秽。凡毁谤地藏王指玄录，永堕风兜，罪不可赦，悉众生悟之，行之。加 A66。序例：本堂主席天上圣母灵登台。序例：本堂开堂阐教，挥鸾宣化，发行善书，无非代天宣化，协助政令推行，劝人修身向善，以其匡正民心，挽救世运为目的也。地藏王指玄录乃蒙地藏王菩萨及众仙灵台所着造，诚非人力之自作，悉勿误会，愿大家互读互利，而发扬本书无价之宝。本书中所列内容，皆引经正古，针对时弊而著作，显示灾祥指正因果报应之事实，使人去恶从善，堪为辅正利人之指玄录也。刊载文句，深文奥义悉未必用，乃应现代以及浅白之文理弊，为广大民众一般善德一览会悟，而得其趣妙，故浅陋之处，须当体谅之。文句若有错误，均系传宣抄录，校正之失真。愿阅者谅察，勿生
毁坏之心，而祖宣道之美。本书乃非卖品，均由各地大德善信自游乐县，欢迎独资翻印，轮流阅读，必获得藏大愿佑其消灾的平安，是为续励之。本堂主席林月娘谨序。天运乙丑年6月2日、19日7月1985。加 A77。圣旨：清奉一旨著作地藏王旨玄录善书圣旨表。一旨：奉无极老母赐旨著作。开着：天运乙丑年3月21日。完着：天运乙丑年6月6日。著作：的藏菩萨及三界仙佛著作降笔。心法：白杨居士仙翁执笔。杀法：玉虚童子代转执笔。护法：王天君仙翁、南天柳星君。护神：哪吒三太子、福德正神。正鸾：善比王生。校正：净慧法师。编辑：黄先正。出版：杨梅花。校对：李世军、陈阿菊、苏雪芳、陈明秀、吴国良。班书：本书由灵隐慈善堂全体堂生及本堂读者、十方善信人等捐印乐著，印赠各界，以广流天下。书谢：感谢凤山圣真堂诸贤生从旁赞助协助，本书出版顺利，是以感谢之。加 N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二转换方法看甲乙丙。三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加 M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 地藏网址旋录。第一回，头上神明在，做事守规真。第二回，前非之痛改，不用苦哀迎。第三回，尊天行正道，一善值千金。第四回，能修功与果，永远离六道。第五回，福田种福果，自种自家收。第六回，放生结佛缘，福禄的双全。
加01地藏王指玄录第一回，头上神明在，作事守规真复001。地藏王菩萨 N 开张圣王降，岁次乙丑年3月念1日，10日5月1985。诗曰：天堂地狱九重开，地藏王法奉命来，欲救世人成苦悔，迷津打破上瑶台。又曰：天律天命不能欺，得辅荆轲严重失，不怕亏心好巧计，伤天罪恶绝难移。帝王行善天堂路，作恶地狱行。天有天理，阳有阳法，阴有阴律，分判善恶之报应。若无报应者，谁人肯行善乎？善恶若不分，大地混乱，玉石俱焚。天地间真理不稳，故云天理昭昭，报应无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夜起开始这新书《地藏王指玄录》，特请开张圣王仙翁开头彩出题，指教。开张灵隐慈善堂，奉旨为了弘扬大道正法，使鸾门建立成大道修心圣地，并提高道学水准，三教同参大道真理，与菩萨同降者，作开笔，真是时运道也。菩萨乃是冥府教主，主持所有地狱之音律，有我不度尽地狱之忧魂，是不成佛之愿。菩萨有此大发慈悲，乃因世人为善者少，作恶者多，故天堂之路行人稀，地狱之门行人众，实在可悲叹也。帝王但上天有好生之慈德，定下天律如下：宜凡人在阳世，自幼存心行善者，其寿终自有天神接引登仙道。二功过两半者，命中免入三恶道受苦，即令脱生人道，遂了恩义之源。三善少恶多者，勾入诸地狱受苦，人令往生人道，分别贵贱寿夭疾废，再视其心性，增善者转生福地。四多孽者，复刹厉鬼摄入诸地狱受苦，再令其极贫极贱极苦之处罚，深受灾殃，死归地狱沉沦。五所有不忠不孝，妄自轻生，任性好杀，多伤物命，不信因果者，皆永进地狱受苦。此乃因曹奉天律而处理亡魂之程序。愿世人多行善，勿作恶，以免死后受其之制裁。开张一殿秦广王，是负责专司人间受妖生死册籍，不知统管那些神理呢？帝王凡有左列秦氏之鬼魂，均归第一殿审理。一世人不思天地生人，父母养生之恩者；二擅自轻生自刎、自缢、服毒、投水自杀者；但除忠孝节义殉难者，身为神外，其他一律勾入第一殿。三凡因细小之愤恨，或因犯事发觉其罪不致死刑，或因欲言害他人而弄假成真，轻生气绝者，
四凡轻生，死后若不炼刑，至今死世人者，发到各狱受苦，其闷再发入阿鼻地狱，永远消掉，不许超生。五凡僧道受人之财，待人诵经，如有遗失经句或是错诵经文者，发入补经所补经。不受人钱财者，不在此限。开张二殿楚江王，又是管理专司那些审理。帝王凡是人若犯下祭各项者，均归第二殿审理。宜如犯诱骗少年男女削发入空门为僧尼者，二受人寄托经书、善书、字画、捏称遗失，图谋为己者，三损害人之耳、目、手、足者，四贩卖伪药图利，以害人身体者，五贩卖人口，不准妓女赎身者，六破坏人之婚姻者，欺骗人婚姻，误人终身者。凡犯上面各罪者，均经第二殿审理处刑后，发交小地狱受苦。如是人有施药、施钱救助病困者，或施财救济贫穷者，虽曾犯上记各项，但有悔过者，准照功过两平之例，余罪勿论，转交地。十殿转轮王发放，投身人道也。开张三殿宋帝王，又是掌理那些因法呢？帝王众生凡犯下记各项之罪者，均归第三殿审理后，发交各地，欲受苦。宜凡不思国恩，为臣不忠者，二是民不念水土之恩者，三为人妻、负丈夫之恩爱者，四继承他人为子嗣，得其财产而负其宗之者，五受人之故而负其主者，六犯罪越狱或逃军者，七侵害人之坟墓或损害死人之骨骸者，八诱人犯法，教唆兴讼，代人书写离婚书，伪造契卷，添改账目者，如犯上面之各罪者，分发到各小地狱受苦。其满后，再发交第四殿加刑地狱。如能誓愿，戒而不犯者，准即转生人道，免进各殿受苦。开张四殿五官王司长审核那些帝王如犯下记各条之罪者，均归第四殿审理处刑后，发交各小地狱受苦。其满，再解到第五殿审核。宜纳税乃国民之义务，不履行义务而逃税者。二伪造国币者，伪造有价证券者。三制造伪乐，误人医病者。四窃盗、抢夺、诈欺者。五奸淫妇女、欺暗示者。六不念上天有好生之德而杀人者。此等罪犯均归第四殿审理处刑后，发交各小地狱受苦。其满，再解到第五殿审核。世人若能痛悔，立誓不再犯者，准其能造善功不过，死后免入此殿各小地狱受诸刑苦。开张五殿森罗王，又是司掌那些因法呢？帝王凡鬼犯发至本殿者，先赴望乡台，然后发入教换大地狱。如有须割碎其心者，
压交到16诸心小地狱受苦行也。一曰歌曲不敬神，不信因果报应心，须入小地狱。二曰歌曲杀害生命心，须入小地狱。三曰歌曲行恶心，须入小地狱。四曰歌曲欺骗、邪术、教唆心，入小地狱。五曰歌取狠毒心，入小地狱。六曰歌取陷害、疑惑心，入小地狱。七曰歌取男人强奸妇女心，入小地狱。八曰歌取妇人贪淫、悍妒心，入小地狱。九曰歌取忘恩背义心，入小地狱。十曰歌取好毒心，入小地狱。11曰歌取拐诱未成年之少女，或众心，须入小地狱。12曰歌取妒嫌、诽谤心，须入小地狱。13曰歌取口不遮拦心，须入小地狱。14曰歌取损人利己心，须入小地狱。15曰歌取阻人行喜、毁灭善书心，须入小地狱。诸心小地狱内，各埋有小桩，铜蛇为链，铁犬作形，捆压手脚。用一小刀开膛破腹，勾出其心，细细割下，心使蛇食，常给狗吞。受苦满日，止痛完肤，另发别殿。如是人，在世不犯上者，或曾犯过而能痛改前非，立誓不得犯者，准免入此殿，各诸心小地狱受苦，但奸淫、损他人名节、杀害身命者，概不轻减。开张仲子雅。为善必昌，为恶必败，天理昭彰，报应无差。世人不明真理，万事都为自己之利益，明知不正，偏偏故犯，罪加一等。没有反省之心理，罪恶贯满，报应之日必到，反悔莫及也。帝王奉劝世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勿使灵性走黑暗地狱之路，不得见天日，轮回四生六道之惨。一应之恶速改，见善永畏，是为人之最大本分，速速改过，重新免受苦行也。加02帝藏王指玄录第2回，前非之痛改，不用苦哀迎复002。帝藏王菩萨 N 开张王仙翁降，岁次乙丑年3月念4日，13日5月1985。诗曰：感叹世人为真修，追求假景度春秋。不知性命如朝露，世事常念百年忧。帝王假体是有期限，真体乃无限。假体几十年终归坏灭，真体永久不灭。世人如能顿悟修真体，在世行功立德，造成金刚真体，做将来的财产。迷者全为假体做事，与人计较而造孽招迁，终受无限凄惨，实迷。悟两路之分矣。悟者上天堂，迷者堕落地狱，唯愿世人早醒悟。开张，哈哈！帝藏王教主真是太慈悲了，那怕地狱鬼魂度不尽呢？上一回只问到第5殿掌理之情形，
请地藏王教主在开示第6殿。辩成王司长有那些刑案审理之大约情形。帝王凡阳间人，如犯下记各项之罪者，死后均归第6殿审理后，发交各地狱受苦刑。疑为官不正、贪赃枉法者；2包揽诉讼，为司法黄牛者；3故意放火烧人住宅或烧山林者；4贩卖鸦片毒品或吸鸦片毒品者；5堕胎者；6放重利、扰乱金融者。凡犯此6项之罪者，魂到冥府，发入至教换大地狱，查出所犯事，见，然后发交小地狱受苦。期满后，再解到第7殿查有无别过。开张7殿泰山王，在7殿又是掌司那些刑法呢？帝王凡阳间人，如犯下记各罪者，死后均发入热恼大地狱，在视其罪状，分别发入各小地狱受苦。一道取关内衣饰，或取死人骨，执为药者；2将亲生女或养女逼为妓女卖淫者；3将私生子闷死者；4为信谈师表，不守清誉，奸淫学生者；5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者；6诈欺赌博，朋赌分财者；7割人肉制为馒头等类，卖与人食者。如犯上记各罪者，均发入热恼大地狱与各小地狱受苦后，再按照第10殿发往为人之时，割去其耳、眼、手、足、嘴、唇、鼻孔等，使其残缺1、2件，以报之。如在世有犯过此等恶罪者，即肯忏悔，永不再犯，而欲平难死亡者，构诵棺木或出著收敛经者，到时准免此报应也。开张8殿都市王，又是掌司何刑法呢？帝王凡阳间人，犯下记各罪者，死后均归本殿审理。遗亲在不奉亲，亲没不行葬者；2使父母、翁姑有惊惧、烦恼等者；3凡经第1殿至第7殿各刑，尚有余罪者。凡是人，若犯第1殿第2条之罪者，如不速毁前非，造神乃先将此等男女记名奏上天庭，剪除其衣禄，听任邪鬼随身作虫。死后直入大地狱受苦，再交小地狱分别加刑，受尽痛苦，再解到第10殿转解所内改头换面，永未触类。如果世人男女能痛改前非，时时向造神立誓，知悔永不再犯者，解到本殿，虽有他罪，悉皆减半，免受本殿各小地狱之苦，即交第9殿查无放火、阴毒之事者，随交第10殿分别发往转投人道。开张9殿平等王，又是何司掌那些刑理案件呢？帝王凡是人，犯阳世法律，如10恶中之极恶者，被判死刑，死后虽受各殿之刑罚，如不痛改，解到本殿，则用空心铜柱炼其手足相报，山大焚烧，烫尽心肝，便受各小地狱之苦后，发落阿鼻地狱，刀穿肺腑，自扣寒心，
渐渐陷下地狱底，受苦无休，直到那被害者人人另投人身，方准提出此狱。如是人制造毒品，放火焚烧房屋，打胎、画春宫图片、作淫书等者，须待其毒品已绝，春宫淫书已毁灭绝迹，房屋复旧后，方准出狱，解交第10殿，转生人道。如是人肯行善，收买淫书、春宫、邪术等焚毁者，准因其子孙功名上进。开张最后10殿转轮王，专司那些音律，办理何律何定呢？帝王10殿转轮王，设有金、银、玉、石、木板、奈何等桥6座，专司各殿解道鬼魂，分别核定，发往世界4大部洲，投身于何处。该为男、女、兽、妖、妇、贫、贱、逐各详细记明，每月汇集。通知第1殿注册，送呈丰都。除律规定，胎、卵、湿、化、无足、两足、多足等类，死后位上见下耳，轮推末转，或年纪生死，或朝生暮死，翻覆变换位不杀、位不定杀之类，盖令转结所内查核过犯，分发各方受报，遂终会解丰都。凡是之僧、道法师、术士，如不清修，无德无能，妄自为亡魂诵经、念咒、超度、诈骗金钱者，死后解到本殿，逐名记载，并绘其本来面目，名曰堕落身册。压教孟婆神在祭望台下灌饮迷汤，派投人胎，转世死于腹中，或生1-2日，或生1年半载而早死，使其忘却经文咒语，然后压教。第1殿再转到各殿，查前恶，补受诸狱苦报。如做到功过2半，即已受苦满期者，或功少过多等魂，着定为男、女、好、丑、安、劳，发往何方富、贵、贫、贱之家者，即交。欲望台下，自本殿点名发放往生人道。开章请说明地狱丰都枉死城之情形，好让世人修道者了悟。帝王丰都枉死城，系环绕于丰都城殿之右，其广场1800公里，系收容冤魂及枉死鬼，各在枉死城中待阳世之凶手受尽之日。魂道幽冥受诸殿各狱之苦，使各被害之冤枉鬼魂眼见其受苦刑，以消其恨，直至被害之冤枉鬼魂的有投生之日。或在世有犯罪行者，而提发诸殿各狱收尽受罪者，并非被害遭驱之鬼魂，盖入枉死城受苦也。若是忠孝节义之人，及捐躯报国之军兵，虽阳寿末终而枉死，均不入枉死城中受苦，更有嘉奖其死节而成神，或发往福地投生等。乃世人误传为凡受伤冤枉死之鬼魂，悉皆归入枉死城之说，乃谬之甚也。须知驱死者，岂有在家罪之无辜之苦乎？开章再详细请菩萨开示地狱幽冥鬼门关之情形。
帝王世人一息若断，其魂只有两条路可行：一为天堂之路，二为地狱之路。凡修真成道者，可上天堂之路，否则均堕落地狱之门。地狱之门谓之鬼门关，日有成千成万之魂在鬼门关出入。鬼门关周围甚广，另有一门户，分两扇，高度念8尺，宽度仅10尺，门上横书幽冥鬼门关5大字，有一般青面獠牙之意在此把守，如有福神带路者，均是善魂，可顺利过关。其余之魂一到鬼门关，即被青面獠牙之鬼意用铁扣扣其手足，或被毒打，押入罚厄司暂禁，待查清其功过后，再押至第一殿发落。不论你在世为官显要、富贵荣华、贫贱孤寡，如无福神带路，均是无善德之人，一律须被扣押。所以善德之人，不但在世被人尊敬，死后自有福神为你引路，免受扣押之苦。能得出入鬼门关之魂者，均持有文凭，可在人世有恩报恩，有怨报怨者也。既曰：茫茫苦海叹无边，渺渺人间罪恶缠。早觉修真登彼岸，迷蒙不醒落黄泉。加03地藏王指玄录第3回，尊天行正道，一善值千金复003。地藏王菩萨恩姜子牙仙翁降，岁次乙丑年3月念7日，16日5月1985。诗曰：历代兴衰似水流，水流一去不回头。争名夺利有何益？死后唯留一骨丘。帝王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故属无谬矣。今生富贵者，就是前世积德；今生贫寒者，就是前生失德。此理若明者，自不生出悲叹之心，自能知命，安分知自己之失修，不至骂天怨的，方知素其位而行，便是有知足之心也。人若是不知足，一生劳劳苦苦到白头，终无所得，知足自然没有烦恼，精神安定，快乐无忧，寿命可延长。故云知足方可明理，当自警自悟。今夜特请姜子牙仙翁来到灵隐参者指玄录，请发问题也。子牙请问菩萨学道修行，能不能消除宿业？帝王学道修行，如果真的学道行道，绝对能消业也。今云念佛一生，能消8万大劫生死重罪，悟之。子牙人之死后，灵魂何去？帝王人之生也，复阴报阳，及其死，复阳报阴，当其4大分离。神识涣散，三魂渺渺，亡魂茫茫。是故人之死后，其三魂七魄何去何从？唯乎素有修养，行善积德者，其魂魄光明，不坠幽冥之路，自有神佛为之接引而上天堂也。倘其人在世，不修德而行恶，一旦临终，
则魂魄暗淡，自有诡异拘捕，而往地狱之门矣。子牙死后，未得求真道，行喜行恶又是如何处置？帝王凡人生在世，多行善事，忠孝未怀，善德广众心田，准未得道，魂归后，可入赏善司，将其功过相抵，功多过少者，可容身安居聚善所，或编入修道所。功少者留赏善司享受冥福，待命转世。在世若作恶多端者，魂归后，即入罚恶司待命审判也。但其善魂在世，虽勤俭善德，还要杨氏子孙修功加补，方得容身，而皆先位。如其子不孝，以致拖累，则难得容身也。子牙请说明幽冥聚善所之情形。帝王聚善所好比学校，有张天师教导道法，济公禅师教导佛法，华佗仙翁教导医理，孟夫子教导诗文，及诸圣仙佛、十殿明王君，常来临聚善所讲道理。入聚善所者，有1年期、3年期、5年期、8年期、10年期5种。年期到了之魂，而考试合格者，就可被南天降旨，派到阳间为神，享受香烟。子牙何谓的府御望台？帝王御望台设于第10殿明王殿前6桥之外，高大如方丈4，周廊房108间，向东面走有走道1条，仅阔1尺4寸，由孟婆神司管此台。闽望河背有御望汤，其味分味甘、苦、辛、酸、咸5味，乃采取俗世药物配成之药汤也。凡由10殿批交报道之男女等魂，发往河的转位人者，均须招饮此汤，使其忘却前生各事。各魂饮此汤后，如醉如痴，纷纷各投房舍，阴阳更变，气闷昏昏，颠倒不能自由，双足蹬破紫河车而奔出娘胎，坠地转生也。子牙请解说冥府转结所。帝王冥府转结所属于第10殿，地广5000百里，周围上下具有铁栅设立，内分为81处，逐处皆有亭台，判立设案记事。栅外另有羊肠细路108000条，盘曲弯通至4大部洲，其内暗如黑。7向上见下耳，到死生尽出此路。在外望内，则亮如水晶，丝毫毕露。判例派命诡异轮班把守，出入军个人照出身本来面目分辨无差。思此所知判例，悉系在世行孝父母，友爱兄弟，并戒杀放生之大善人，送入此所，查办轮回转结等事。办过5年，如无错误，则加急调升；如有待勤，或擅作主张办理。发放或失察漏逃、隐匿者，奏请降贬。凡在世不孝父母，或多杀误命之凶魂，受过诸狱受苦后，发交此所内者，先用陶条抽死味，上见下耳，
改头换面，发尽扬长小路，为畜类。凡有禽兽鱼虫，受过万千百十等劫已满，如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之类，其转变轮回受报，复投为胎生等类，劫数已满。若能三世不伤物命，可使复为人者，续名册籍，奏成第一殿批判，发往4大部洲之中，为男女者，即交欲望台下，饮过欲望汤往生人。道子牙的府第5殿设有望乡台，请解说也。帝王望乡台一座，面如弓背，朝东、西、南3向，弯直81里，后如弓弦，坐北建树为城，台高49丈，刀山未坡，砌就，有63级。善良之人及功过2平者，免登此台，只有恶鬼必登此台，以望乡也。登此台，望乡甚近，可见可闻，其死后家人之举动，不遵其遗嘱。凡事变幻，纷争财产，妻女被淫，楼房变卖，账目不清，尽推到死人身上，朋友夫姓，亲戚无情，抱怨等等。作恶之报，望乡悔，勿以迟矣。顺天理而行事者，终归神道，无限之快乐；逆天理而行事者，终归恶果鬼魂，受尽无限刑罚。成神作鬼，此由无人之心所作所为。福祸无门，由人自招，成事私言也。盼望世人自警自悟为信。加04地藏王指玄录第4回，能修功与果，永远离六道复004。地藏王菩萨恩彭祖先翁降，岁次乙丑年4月1日、20日5月1985。诗曰：一旦无常万事休，人生瞬息似浮游。霸王不寿千年也，秦桧难成一世谋。又曰：堕落迷津堪悲叹，苦海迷轮可悲悲。道人清净心安乐，何须荣封万户侯？帝王害人就是罪恶，利人则是功德。害人自然人就害我、损我；救人利人助人就是利我，理之所然也。功德积多，就可归天堂，岂不是利己乎？有罪恶终归地狱，岂不是害己乎？此是明明白白之理。世人都不明此理，违背天理良心，以制造恶招迁，使灵性埋没于冥府，受尽18层地狱之严刑，岂不是痴迷大圣，望世人早日醒悟，快快跳出红尘是非圈，则是贤明之事也。今夜特请彭祖先翁临本堂指玄开谜，请先翁有何问题可以提出。彭祖请问地藏王教主，奉懿旨著作《地藏王指玄录》，最主要意义为何？帝王世人迷悟凡尘，不知返乡，本性玄关受阻塞，喜入左道。故本书是启迪众生，教出地狱，点醒本性，指点门路，打开光明之路也。
引导他归正道。彭祖在鸾堂修道养性之人，其品果是否降低？帝王大千山河皆是有道，鸾堂乃奉天应运普化，堂堂正正，诸子认真而修，并不降低身份也。至于其品果如何，要看修持功夫，行功立得多少而定果位也。现今之修道，行行皆果品，只要专心修持，恒心不变，一定有成就。彭祖请指示杀业之因果报应。帝王杀业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杀，一种是间接杀。屠夫直接杀猪、羊、牛叫直接杀，因吃肉的人要买，他才宰杀，是为吃肉的人杀的，吃肉的人谓之间接杀。此种杀因有如法律上的主犯，主犯就是自己去行杀，从犯就是帮凶。可是直接杀生的人是主犯呢？还是间接吃肉的人是主犯？是不一定的。譬如屠户自己杀了猪去卖时，就是主犯，买肉的人就是从犯。但是肉不够卖，买肉的人还有很多，屠夫就在杀，此时买肉的人便为主犯，屠夫就变为从犯。如是吃有吃报，杀有杀报，如是因，变得如是果。有经可证明云：今生多病为何因？杀生吃肉打非情。今生短命为何因？怨天恨的杀生灵。流震之毒为何因？鸟枪打猎丧残生。官刑牢狱为何因？打骂善良养六畜。下生脓血生暗病。杀猪杀狗杀鸡禽。为人长寿为何因？放生物命救灵鱼。为官为乡为何因？放生积德苦修行。彭祖人在一生之中，为了贪肉而遭到丧失生命的禽兽不下千万。生命最宝贵的，而禽兽因生命为众人所夺，其怨恨之毒蕴于80田中，无时或忘。他日因缘会遇，顿起杀心，互相杀戮。因果，无时得了。帝王明乎？因杀之业因，葬于80田中，轮回道中，生生世世之中，因缘会遇，杀生贪肉之恶心与受杀诸物之恨心互相牵向。大者造卫兵劫、水旱、瘟疫、土匪、盗贼等天灾人祸，以夺生命，作为长报。小者则关系到个人、家庭身体疾病的果报。古时如久旱未雨，必然全民尽图戒杀，而后始可祷雨，以表虔诚。天灾人祸岂与杀业无关乎？彭祖请解说现代之冤孽病之情形。帝王平常疾病，或可医愈，若患至积年累月，或困苦不堪者，或常受刀割手术者，或疑难病症，药食刚效者，皆为冤孽病。是因前世不护身，或杀生过多所得的果报。冤孽之病医药无法医治的如是果，
必有造如是因，故必先转因，使能化果。转因在位上即为戒杀，放生，以化解以往所造的杀孽。故欲求健康者，可由戒杀，护身之中求平安之。或父母不能双全，或无子无孙，或夫妻离散不能团圆等，皆与杀孽过重有关。因你离散众生父母妻子，故得如是果报。奉劝众生，要行放生之因德也。彭祖何谓因果定律之说？帝王因果定律是不灭的。纪曰：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逢时，果报还自受。意义是说，假若过了百千劫那样久的时间，个人所造的罪业是不会消灭的。要知道因与果的中间有个缘，因与缘会相逢的时候，果报还是自己要受的。彭祖杀生之人，不知冥府如何处置呢？帝王割取杀害生命心，判刑入诸心小地狱。杀害生命者，概不减轻。彭祖在藏经中已有菩萨戒本，其中说明了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沽酒戒、六说四重过戒、七自赞毁他戒、八故迁戒、九故田戒、灵谤三宝戒，合称为十重大戒，请解说内意也。帝王第一杀戒佛子，若有杀，叫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应起常往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反自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第二盗戒若佛子，自盗，叫人盗，方便盗，咒盗，盗因、盗缘、盗法、盗业，乃至鬼神。有主赃物，赃物本作劫贼物，一切财物，一真一草，不得故盗。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盗人财物者，是大罪过也。第三淫戒若佛子，自淫，叫人淫，乃至一切女子，不得故淫。淫缘、淫法、淫业，乃至转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及行道行淫。应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尽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则畜生，乃至母女姐妹、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是大罪也。第四妄语戒若佛子，自妄语，叫人妄语，方便妄语。妄语因、妄语缘、妄语业，乃至不见言见，见言不见，身心妄语。而菩萨常生正语、正见，亦生一切众生正语、正见，而反更起一切众生邪语、邪见、邪业者，是大罪过也。第五沽酒戒若佛子，自库酒，叫人沽酒，
孤九因，孤九缘，孤九法，孤九业。一切九不得孤，是九起罪因缘。而应生一切众生明达之智慧，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大罪之。第六说四众过戒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叫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二圣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乘善性。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大罪也。第七自赞毁他戒若佛子。自赞毁他，亦叫人自赞毁他。毁他是因，毁他愿，毁他业。而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大罪也。第八故谦戒若佛子。自谦，叫人谦。谦因，谦缘，谦法，谦业。而菩萨见一切贫人来乞者，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而如以恶心甜心，乃至不施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记，亦为承许法，而反更骂寻者，是大罪之。第九故田戒若佛子。自田，叫人田。田因，田缘，田法，田业。而菩萨见一切众生中善根无正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非众生中，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犹不息。前人求毁，善言感谢，犹田不解者，是大罪之。第十谤三宝戒若佛子。自谤三宝，叫人谤三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及次恶人，一言谤佛因身，如300毛刺心。况口自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是大罪之。菩萨戒的10条重戒，乃分属于身、口、意的3类。在小乘戒中，身口犯戒有罪，心意犯也不成为犯戒，更不以意业为重戒。但在大乘戒中，不为心意为犯了有罪，甚至列为重罪。彭祖无人在世间中，如何防止罪恶？帝王勿犯是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虽简单的说，但此是非就可包罗万事，无人若能严守此是非者，罪恶绝不会发生。若是犯是非，就是罪恶。故仓颉圣人用是非作罪字，确实很有意义。无人若要防止罪恶者，必须谨慎，勿犯是非为要。加05%。地藏王指玄录第5回，福田种福果，自种自家收复005。
地藏王菩萨 n 鬼谷仙翁降，岁次乙丑年4月4日、23日5月1985。诗曰：生老病死4苦场，谁人跳出这高墙？世间不少迷津客，凡海无多觉醒郎。又曰：速速修真扬真理，迟迟学道昧天良。若能求得名师指，脱出轮回免受殃。帝王上天有好生之德，人先恻隐之心，未得造功立德，故不能脱离生死之苦境。人生降世以来，已经数万余年，沉迷不醒，不知行善修身养性，未得脱离苦海。若能脱离苦海，永受逍遥快乐无边，岂不是人生之最高幸福乎？盼望世人早觉早修，修至达道，好生知天心，自能返回瑶天。今夜著作指玄录，特邀请鬼谷子仙翁降坛开示指玄真理。鬼谷有缘能参着地藏王指玄录之天书，感觉万幸也。业无把养生修真大法公布书中，让众生自修了悟自度也。第1章养生修真大法。第1参服气法。首先照着向太阳服气法，服吸气太阳能，然后闭起眼来，在脑海里用观想去描绘阳光渗透于体内，充满身上每个角落，更溢出于体外与外界光合流，以至于沉没于光芒的大海中的情景。人类自从太古时期便敬畏太阳，因此我们仍然知道太阳的光一定便尽照暗，给万物以光明与希望。第2参默想法。默想法之境界位高，神通成就亦甚大，诚所谓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但修道者切须注意，不可因神通而坠于小道，须学就事辞行之普度。世界只是一因一色一物，法界充满一而非二。上上成智的上上成法，性悟自悟，速立就事之大智，做到流中之治世，救世界之苦厄，挽人之自杀，与祸结，功德更胜以往圣贤。加第3参头坐法。在阳光充足的户外，挑一个适当掩蔽处，脱光下半身，实行头坐法。这时候脚不必向上伸，腰弯曲，将大腿抵住下腹部，下肢在膝部弯曲，使阴部弯曲，使阴部晒到太阳光。在这个姿势之下，利用观念之力由肛门吸进气来，使外气经过前立、裂、腺、睾丸、令根、女性的化位产道、卵巢而循环，并且想象到这些器官逐渐强化的情景。加第4参六气法。六气法为却病符蒙法的一种，那是利用土蒙将病患部门污秽的气放出体外面，吸进清新活泼的元气的却病法。所谓元气法，乃是先天欲虚，先法是虚，喝、吸、吹、呼、吸。
虚属于肝脏，并且与眼睛有关。肝脏有病时，所利用虚的方法吐脓，把肝脏病毒从嘴中吐出，再由鼻子缓慢地吸进清新的元气，送到患病部位的。这时候整个精神要集中于肝脏，但是不必顾到肝脏的病态，而要意识到又坚强而端正而活动力充沛的肝脏本来的面目。这一点在往下所述的各气功上都是共通，应加注意的。虚的方法，嘴巴要圆圆的张开，不必用力，而缓慢地吐出气来。喝属于心脏，而又支配着舌头，心脏有病时，还是利用喝气去处理。较为神力，心脏有病的人常常会打喝，也就是在无意识中在实行喝气法的。喝气法要张开嘴巴，那的吐出气来。这时候要把两手指接起来，手掌对向天空，两手臂伸长，比较容易实行。利用这个吐气法，把患病部位的邪气完全吐出，然后由鼻子缓慢而又细微的吸气进来，送到心脏。这时候要想象你的心脏很健全的活动之情景。气是属于肺到鼻子所呼吸的气，细的气要闭起嘴巴，轻轻地咬住牙齿，通过牙缝以及嘴唇间吐出气来，然后静静地由鼻子吸进气来。在呼吸气有病的时候，不必过深吸进，只是吸进肺部就可以停住。吹是属于肾脏，又连着耳朵，而且与那副肾及性器官有密切关系，因此对这些器官都一样的有效。吹的功夫要缩小嘴巴，使劲地吹着气而吐出来，这时候要抱着双膝，紧缩腹部，上半身向前倾斜，头部降下来，自然神法治病。呼属于脾脏，脾与肠胃关系密切。当你感到胃部沉重，肠子又胀大的时候，要用呼的方法去处理它。呼的做法像狗长叫一般吐出气，嘴巴要向左右张开，自然有股真气由肚内发出热量，神奇功效。吸要像笑的时候的嘴型吐出，可治三焦火气。加六气法要在上午1时到10时之间，面向东方静坐下来去做。牙齿轻轻地咬之后，咽下唾液2-3次以上，放松身体，心地极平静中去做，才有神奇效果。如能照这样每次做6遍，每天照做的话，凡病远离而去也。六气法，上热可心火，眼昏须自治。肺寒气急效，耳病者心吹。脾胃常呼吸，三焦治处息。山中无药物，见此是良乐。虚、喝、细、吹、呼、吸，此6字真言去五脏诸疾。若脏肺有疾，但诚心定意，想气存思，唯虚喝、
邪气自散。加第五参先天出气法。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液，液化为骨，精神充满。1年而益气，2年而益骨，3年而益血，4年而益肉，5年而益精，6年而益髓，7年而益肤，8年而益发，9年而益形，10年而成道。返回金刚体，遂得真人之果位，变化自在，天上世界之灵公寓。女皆来世，然出气亦有妙诀。分为喝、呼、吹、吸、嘘、细6种，各分属于脏腑。其关系如左：一喝，由心脏而出之气，口干舌涩之时，喝则可除之。2呼，由脾脏而出之气，腹胃胀之时，可谓之禁咒。3吹，自肾脏而出之气，腰冷阳道衰之时，可谓吹之禁咒。4吸，由三焦火而出之气，三焦不支之时，可谓吸之禁咒。5虚，由肝脏而出之气，眼病服用之。6细，自肺脏而出之气，寒热不支，疮疥发生之时用之。凡服吸气，日午以后，夜半以前，各谓死气，不可服也，唯有时。5年7月 PM， 气可服。又云：凡服气，取自23年1月5、11年1月3卯，5年7月酉，17年1月9时服，是也。如冬月子，23年1月时气，不可服也，谓寒。如夏月5、11年1月3时气不可服，弃之。帝王很感谢鬼谷子仙翁在今夜开示那么多修法大智慧，但愿众子多多了悟也。鬼谷菩萨在今夜尔还莫开示，吾有明律问题请示教主，但慈悲回答。修道者妄造福言，拜悟大道普化，其罪如何？帝王首先消其福分，死后判入刺心狱、铁犁根蛇狱，再转世为暗哑。鬼谷妄言生祸，留害国家不利之时，其罪何？帝王先消其贵寿，助为短折之命，身遭刑辟，死入风雷大地狱。500劫，再入铜之狱，诸狱报应，转世为边夷外狱，残肢百病，再转飞禽。鬼谷修道人，狂造幻说之理，迷误世人修道，其罪如何？帝王消其寿福，注定凶死也。死后判入冰，冰原作左水，又名冷大地狱，再入饥饿诸小狱，1年365天，不能尽饮之罪，满转世人间，为牛马猪羊。鬼谷众生在世之时，既才极能，妄起灭污修道人，其罪何判？帝王消其寿命，注定为短命。身遭失意无常，死后入金刚狱，再入歌星路眼诸小狱，转世报应，身为贫苦无依，受人救济。鬼谷修道者，矫妄取利，诡谲害众之罪，民府判刑如何？帝王消其寿禄，助贫好及命。
身遭奇奇怪怪灾祸及破财火焚，死后入火焦地狱，焦烂其身，身体灰粉，转世为平人。鬼谷修道者，矫妄求荣华富贵，并护短貌长，其罪过何也？帝王死后入车崩地狱，遂裂五体，再入诸小地狱，转世为多灾，多难知晓人。鬼谷修道人，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其罪如何？帝王生前会遭到报应枉屈破坏，死后入有腐魔推诸小狱，并转世为龙子。鬼谷妄听旁言，转以欺人，其罪将来果报如何？帝王生前会遭枉屈落魄，死入屠割地狱，转世为缺唇眼及耳聋。鬼谷以无名氏揭帖，拨弄是非之理由，其罪何？帝王拨人是非到最后会遭刑法枉屈良祸之罪，死后入火汤地狱，割节烹煮，再入诸小地狱，转世为面目不全，六根不备之人。鬼谷妄言误国，造谣误公之罪，其罪报应如何？帝王消其贵命，生前遭挫折流落而死，死后入冰，冰原作左水，又名冷大地狱，受苦500年，再判入岁山地狱，诸小狱，罪满，转世为跛足，龙残疾手，再转水族。君子不扬恶，不张暗昧，不敢侮平人，为天之谓，故其德行全，而内外无愧，恶且不彰，况才未构遂，乱造恶语，以其为平人。悔之无忌，慕天之不畏，人依贺罪，谁任乎毁造，以快其意。为天弗畏，是之谓自离，恶语毁诸人，恶报在眼前，众生不可不慎之。行持口善之道，后之免受刑罚轮回之罪也。加06地藏王指玄录第6回，放生结佛缘，福禄的双全复006。地藏王菩萨 and 保生大帝降，岁次乙丑年4月7日、26日5月1985。诗曰：慈悲戒杀护众生，行功利德是天生，放生终须收福报，家家安泰增吉祥。帝王放生就是行人道也，行人道莫重于爱人，若松柏，若是兰桂，植之而培之，忍或枯之；若是鹦鹉，若是灵龟、蛇类，知其毒而不致伤之，知其为灵物。为谈而必爱之，良知良能，非强而为之也，皆是一切皆有良知也。此一命也，不可伤害之，见为者犹若此也，而况于人乎？如能常常举办放生大会，救灵物者，灵物亦回报之，循环不爽也。保生菩萨说的有理也。昆虫者，具天地之灵也；草木者，同造物之化也。君子弗忍伤之，而况于人乎？生命可爱也，故推之以仁；真名可爱也，故推之以敬。物，天物也；名，天名也。爱物以体天者，
其人阔而充，爱人以敬天者，其人广而大。大则无不容，容乃仁；充则无不实，实乃人道。帝王今夜特请保生大帝发问指玄道理，好让众生了悟。保生灵隐慈善堂，最近几年中，时常倡举慈悲放生大会，参加出资大德很踊跃，证明诸位很有人道爱物之心肠。今日著作以放生及残害功过问题进行发问。买灵物放生，不拘时，得而救护，有爱物惜命之心，此有功德。帝王冥冥之中，增以寿禄，以富而延寿，子孙贤良之报，来生注定聪明稳重，富贵双全，放生功德最为巨大也。保生，举步不忘践踏，举手不忘伤害，爱惜昆虫之善，不焚烈以息物命，不暴舔以犯天和，爱惜物命之善，非时不杀，非礼不宰，爱物命之善，古木不忘伐，不毒杀忘焚，爱惜草木之善。以上爱物之心，功德报应又是何报也？帝王皆注定增以寿福，来生定命为富贵吉，子孙贤孝，自然安乐。不杀灵物放生，有分别轻重，为善报之大小如下：一不杀胎生，全一命计10功；牛马犬之类，全一命计100功。二不杀卵生，全一大物命者，计10功，小者3功。三尸生化生，全命者注定为10功。遵此境界，赐福无量。四春不忘焚山林田地，一次铸500功。五猎者鱼者之类，不伤胎卵，不杀子母，一命100功。小者一命10功，途间偶遇寻觅捐资，买救的全活者，一钱1功。满300善者，助以先级。但免众大德多行放生，自然收福报，家家平安福无量。保生有一些众生秉性残暴，嗜好枪杀，无故杀害龟打蛇之罪，将来果报如何？帝王注销其本命寿禄及凶折，以毒物自戕，凶伤短折之报应。入屠割地狱，转世龟蛇。保生如有杀龟作食，打蛇作物之人，枪身作业，害命淫省之人，其罪如乎？帝王消其寿福，助疾病，饿死疾，以恶病毒灾，凶殃惨死报。入普略地狱受刑，转世为龟蛇。奉天律定规，勿伤有灵性之动物者，一命10过；故伤者，一命3。10过。人劝阻不听，亦忍伤残者，一命定50过。专为杀害众生灵者，以此为业，一命100过。满1000过，降及恶毒伤之灾，10命折一算。误己成灵，乞告福舍者，一命100罪，助以免。冤相报。鸟、鱼、丘、鳝、螺之类，按减此一等。总之非正食之物，食必有害也；即正食之物，贪食戕身，前亦有。明镜之条，犯者不免于殃。注明
以下为各地道亲叩问之问题集。后学创立善道，垂荐善举之善，有代天宣化之心，有何善报？帝王著三品神阁，以显赫幻耀，昌荣绵远报，分别深举，好报来因也。后学心力除弊，乐善施舍之善，何善报？帝王增赐寿命，著一等贵命级，以真荣显贵，爵位崇高报，以大智慧圆满身，贵寿双全。后学造桥修略，见寺造庙之善人，上天其报如何？帝王增以贵寿，注定显贵崇重，福寿真身报，果位敕赐九品神阁。后学施茶舍药，赈济无量之善，又是如何呢？帝王增以贵禄，著三品神职，以福寿平安，贵显快乐报，莫受天曹考核，分别品级，以神思绪用。后学本人皈依某 XX 祖天道之后，却是道考、魔考连连，不知为何。帝王先消其业后，自然有招魔受考，何怕？信心奉行，自然过观之。后学观经道场中，常有色来考道，是为何呢？帝王不足为其知，守道德之心，佛律戒规，自然不怕色考。神圣道场出现色魔考道，乃上天对你的考察，是否道心坚固，悉世人明辨之。后学求道之后，未在道场走动，死后是否超生西方为佛？帝王大道宝贵，千金难买，得道之后贵在修持行功，求道如不行持善功，等于无功无德，无道也。无功无德，怎能成道为佛？后学求道后，再到鸾堂参鸾，身份会降级吗？也有地府抽丁时，是吗？帝王求道人不可自视太高身份，依个人果位、品格是从身份修持内涵领悟来分别高低也。到鸾堂行道，并不降低身份之是增加你修持内性功果，有利无害之。凡求道之人，每逢初二、16日，三官大帝亲自往的府办理的府抽丁，天堂挂号，永不受刑罚苦劳。后学世人到底有几处户籍呢？帝王天律注命，人有3个籍册，原籍是在天堂，寄籍在红尘，分籍是在地府。后学阳间科学发达，祖先去世，其子孙用纸糊成大厦、汽车等，在阴间可否使用吗？帝王阴间有阴律，犯罪之人下地狱，阴间早已准备地板型床营，皆有罪之魂入狱。奉劝众生们，别想贪求享受，如在世间时无恶不作，酒、色、财、气不利益之事，不忏悔佛前，一到阴府打入狱内受刑，那有大厦、汽车逍遥之事，实在余想也。以下是某某先生小姐问，住某处。王生，高雄，学生时代考试曾作弊，又喜爱看黄色小说，死后不知要判何罪。
帝王死后，要判入蛙眼小地狱，凡是判入此狱者，先绑于木柱，然后挖其双眼，罪魂必痛苦哀叫，昏昏死死，一日行3次之刑罚。林森、台南、阳间因车祸丧生之人，因寿元未满亡死者，魂到地狱必尽何处？帝王必尽于王死城内，待其寿元岁足时，再由明王审判功过，以昭音律公正无私。林森车祸不幸丧生，在给予囚禁不能超生，我认为太无人道公正之。帝王非是车祸之人都来此，有者寿元圆满，因业障缠身，及车祸完结冤孽，则不必来此。高升、台北世人堕胎小儿，因其已成形，堕胎不知犯何罪。帝王一人一条生命，被堕胎的小儿，因未能出世，怨恨本心，除暗中消耗其父母之钱财外，待父母死后再有一段纠缠。所以劝世间之人，不可随便堕胎，此举不但损德，还会造成淫风。不习。凡是已曾堕胎损儿者，要多造功德，以补过错。陈升、台北，我是正信佛教徒，虔诚诵念佛经，但字音不正，是否将沦落补经所吗？帝王的府补经所是在生以诵经做法事，拿人金钱替人消灾，但并无将道经、佛经全部诵全，方要入补经所。若是自己诚心诵经或替人服务，发心不同，不是用来赚钱取利。如有错误，天律会特别宽恕之。陈升听说，因差对亡魂不尊敬，对死后亡魂时用铁叉压之，或用鞭压打，不知是否真实呢？帝王亡魂在世无恶不作，不守道德，所以因差对其不客气，此乃其罪有应得。如是人在世，心存济慈悲，助应善堪，行善立德，死后因差福神对其礼让3分，是世人自作自受。陈升现值三曹普渡，地藏王菩萨在美殿均设有讲道所吗？帝王美殿均设有讲道所，凡狱中罪魂上有善根，受刑中表现良好者，皆可轮流到讲道所听仙佛说法。陈升参加歌舞团，到4处演出，期间表演脱衣舞，以招来顾客，不知犯何罪。帝王死后判入寒冰地狱受刑，每日要压迫在冰块下，四肢僵硬，寒气攻心。奉劝世人千万不要学脱衣舞，以免犯明律。陈升大帝造化全凭一气运行，一气不知何解。帝王一气是先天之气，一气足以化万千，故天有天气，地有地气，人有人气，大地人无时不在乎一气。如果天气断绝时，天理紊乱，的气断绝时，的即崩裂，人气断绝时，人即死亡，此点真。气就是心气，即是一气。谢生、新竹有一些富家，常持富淫人妻女，并用金钱买来含苞
少女以淫奸侍女、处女为乐，不知此情形，犯何罪呢？帝王此罪太重了，要判入诛心地狱受刑后，再转世为公鸡，至业债圆满。谢身心举止犹如人类，鹦鹉口中还能讲话，是否因果？原因何在？帝王心举止如人，头脑也很聪明，只怪生前聪明自误，背叛，此事堕落受身。鹦鹉虽能人话，其前世为人逞口舌，害人家破人亡，今生只好入笼内听人言语，学人说话。世人一举一动如果违理违法者，死后堕落非禽畜兽永无了其不可不慎之。王生、平东在世制造伪药，害人不浅，死后不知得何种报应呢？帝王死后要判入灌药小地狱受苦刑。本狱用黑色药水灌服，此药极苦，且含毒素，难以入口，一入口里，肚肠搅滚，此为至伪药之报应。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地藏王指玄录第7回，世人秦基德，子孙五代昌。第8回，万般天注定，看破早知休。第9回，唐僧问明律，指玄万古方。第10回，正道守纲常，普照出迷津。第11回，菩萨说缘由，粒粒尽其真。第12回，指玄12回，念经的平安的藏指玄金刚宝忏，拔的藏菩萨四弘誓愿。07地藏王指玄录第7回，世人秦基德，子孙五代昌复007。地藏王菩萨降，岁次乙丑年4月念8日，16日6月1985。诗曰：顿悟无常指玄关，无字真经指无字，合同本来归天意，白杨三宝镇金仙。盛世天书地藏王指玄录参透了内中真理，保证你免受冥行之苦。今夜大德问玄指道，可以开始发问。黄姐，台中代为募款建庙，对前无清白，将所募之钱部分留下自用，死后堕落地狱之后，不知如何判罪。帝王吃神明仙佛之前罪孽最重，死后必判入毒蜂小地狱受刑。毒蜂无情叮人食痛，刺痒难忍，慎之。黄姐因在世贪淫好色，或犯清规戒律之色鬼，不知如何刑罚。帝王因生前好淫，拜道坏德，必除割下阴根阳物外，并判入割圣鼠咬小地狱，并由老鼠猛咬其根底，其斩草除根之刑。陈升，台南现在有一些人骑机车常超速驾车，不按交通规则，是犯何罪呢？帝王死后要判入车训地狱受训1年，每日要学习骑车，山路都是下坡，两足作为刹车，使两脚底腐烂，痛苦不堪，
不可不慎之。臣身有一些流氓喜欢吸毒品，及注射吗啡因成瘾，便四处偷窃东西，以便购买毒品东西，死后会被判入何狱受苦呢？帝王死后判入浅嘴含针小地狱，每日吞铁丸受刺嘴之苦，痛苦难言之报应。臣身有一些修道者，背了不少修道之成语，便时常与亲友道亲强词辩理，但因所说是邪说歪理，且常引用圣贤之言语毁谤他人，不知死后该判何罪。帝王修道者，不以圣贤之语用来行善，且用来抢辩无益之理，应算妄言，嘴巴既硬，明律定云判入吞刺铁丸之滋味，受刑受苦。臣身现在社会中，有一些富翁们积了不少钱，为贪利息，皆以高利贷出借，牡蛎相加，日进斗金，此有罪吗？帝王放高利贷，吸人血汗，吃钱太凶，死后当然要受吞钱刺丸之刑。高解、嘉义在世假藉神明而谋财骗色之人，不知死后其刑罚如何？帝王死后当然受报应，先判入毒蜂小地狱，每日受毒蜂叮咬拳，身痛痒难当。盼望天下神机执事要谨严慎行，假神道而骗色，难瞒天眼。高解我先生开赌场抽头，并常设计诈骗，骗财甚巨，应得钱荣义，生活糜烂，常行犯法之事，于黑社会很吃得开，死后不知会遭怎样报应。帝王先判入烙手指小地狱受刑20年，每日需烙手受苦难当。高解常看见一些不法官员，常利用职权上方便，收取不法贿赂，或共谋炒地皮，争取暴利，死后需受何刑罚报应？帝王须入抽长小地狱受刑，狱内受刑情形，罪魂赤身排列，被附于柱上，因差鬼卒用刀向罪魂肚上一插，肠肚外流，苦不堪言。是人为官之人，不可不慎之。高解时常看到一些学道之士，常在同道面前说师，或前人前贤之是非，死后是否犯了欺师犯贤之罪过呢？帝王诽谤师命吃罪难当，说师之是非，说前人前贤之不是，死后必判入顶石蹲深小地狱，受刑果报，重者打入天牢。林森、台东有一些修道者，会嫉妒他人，常常挑拨离间，常用话重伤他人，致道亲之间不和睦相处，犯何罪呢？帝王死后，判入拔舌川塞地狱受刑，狱内因差用铁钩将罪魂嘴巴拔开，再将舌头勾出，即用利刀将舌头割断，再用铁钻将罪魂两腮穿过，以示报应刑罚。林森奸淫不孝，杀人害命，死后如何判刑其罪？帝王经各殿之刑罚后，再判入车崩小地狱受刑受苦，是人犯奸淫不孝，杀人害命，有失去人格，
故压成肉酱，重新制造，但愿世人慎之。林升常听世人最怕死后入阿鼻地狱，是何原因呢？帝王打入阿鼻地狱者，大部分不能超生，如阳间法院判无期徒刑。林升生前专门做走私生意，并吸食注射毒品，并暗中从事贩卖。毒品勾当，害人不少之，应受何报应？帝王赚取不道德之金钱，不凭道德取利，走私毒品，危害众生身体，天律不容之，最后要判入阿鼻地狱，永不能超生。林升何谓下18地狱？帝王人死后下18地狱，即是指阿鼻地狱而言。因阿鼻地狱有18层直透地心，内中阴森不见五指，闷翳的江。林升如何观察其正修道者高尚品格呢？帝王闻其言论如何之，观其行为如乎之，察其本色如乎之，自能明悟。林升父母先世已久，问神，说已在地府受苦刑罚，不知如何立功。回向给父母祖先呢？帝王父母祖先若已在地府受苦刑，为人子孙可为亡灵，立其功果，回向给他，自然能消罪业。行功方法如注印善书、放生、善举等等。林升皈依三宝，修净土法，亦受玄关点传，是否有违佛旨呢？帝王皈依佛法僧三宝，学道者之道理，学佛之佛法无边。前修净土，佛净无心，接受先天点玄，悟为佛意，可增来世智慧。林升一贯大道，处处皆有佛堂设立，并广度众生，并也互相拉益。道亲来信仰自己之宗祖，这样是否有罪？帝王行道之人，处处皆是道，须立定正心、邪心，看清目标而行，自然无恙也。延伸，高雄时常听到白杨弟子说，要去除3心4相，请解释何意？帝王要扫除3心不难，只要做到过去心不思，未来心不想，现在心不存。4相，我相，自私自利；人相，别人无关；众生相，分行绝界；寿者相，习命延年。延伸身为白杨弟子学道者，需注重那些要旨。帝王大道宝贵，学道之人需要慎重注意修身，有疑必问，注重改过，虚心求进步，立志虔诚奉献。延伸如何看破红尘假景呢？帝王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圆觉经说，当知身心皆如幻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这是告诉世间众生要看破红尘放下的最好妙诀。延伸万法归一，亦归何处？帝王佛法常以一字论道，一字至精至微，先天之无极也。我说，万法归空，亦归本性也。欲修道者，先问自己，生从何来？
此从何去？才可知原来。言生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肯无面，诸人还识否？帝王无有本性，无空无相，无来无去，空心空身，是诸佛本源。言生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谓者亦若是，何解呢？帝王本句出自言子曰：本句乃勉励修道者，人人可以为圣贤，人人可以为仙佛，只在有志气与无志气分别而已。言生时常听前贤说，念经若能超生死，古佛当初念何文了？此亦是在说明何意呢？帝王本句内亦是说真经不在纸上，念经只不过引人入悟，行善之基础，若要能超生死，须在精进悟之。加08地藏王指玄录第8回，万般天注定，看破早知修复008。地藏王菩萨降，岁次乙丑年5月2日、19日6月1985。诗曰：苦海茫茫赶不尽，只是疑问指南针。指玄录抒情宣化，大觉迷途用一生。又诗：道德推行尽大同，礼义廉耻守纲常，颓风振起新文化，行赏诸生第一功。盛世今夜著作《地藏王指玄录》，先与王生对答有关大道问题，悉诸生集。甚真读者准备有益众生的问题，借此机会启化众生，指玄开示迷经，以资正道。王生有何问题可以提出？王生常听前贤云：修道者要自信自度，佛不能度，道理何在？帝王自己吃饭，自己饱，佛不能代替我们吃。自己生死自己了，佛不能代替我们了。佛若能替我们了生死，则过去诸佛祖老早就把全世界的人全部渡回去，何必等到如今还劳动诸天仙佛下凡，成凡尘普度收缘呢？所以说本性本度，自能超度。悟之。王生如何消除修道者妄心呢？帝王本性本具足一切功德，行善布施，不从外之，内心谦下慈悲是功，外行修持于周礼是德功，无心是功德，六根无染尘印，用无爱即是德行。功德岂是行善布施，说法度人之所成？唯有不者相布施行善，说法度人。王生什么是无常？帝王我说无常，苦空无我，是方便，今当说常乐我净。无常者众生，常者法身，苦者外道，乐者涅槃，无我者死。我者如来，不净者有为法，净者正法，此谓黄盘四德。王生何故不应食肉？帝王食肉者，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众生恐怖，杀生罪过罪重，故不应吃肉。王生十方三世中，无尽世界，无尽事物，
皆是什么东西所缘起？帝王一即万法，万法即一，融通周遍，不相妨碍，互相应现。此名法界缘起，或无尽缘起。十方三世中，无尽世界，无尽事物，皆此一心之所缘起。王生临终时，如生贪念、甜念、痴念、俗情，或正念者，来生可落何道？帝王如临终时，有生出贪念，来生定轮恶鬼报应；甜念来生定陷入地狱道，痴念来生定为畜生；俗情缠绕，正念分明，来生定为佛国。王生死者第80尚未离开人间时，而向之作是生更衣等事，会的何种后果？帝王死者气息虽断，而第80尚未离，此时可先更穿寿衣，切不可啼哭、入殓、进棺等诸事。此时当继续念佛或诵经，待至周身冰冷时，乃可行之。否则死者必生烦恼，恶者会坠三恶道。亡生病人如有未了事，牵挂心头者，亲人应如何措置？帝王叮嘱病者，亲人应劝病人勿作杂念，当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并以软语安慰病人，为说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安乐，能得生彼生可庆贺。病人如有未了事，牵挂心头者，应尽能力所及，为之办理妥善，令彼知见，以安其心。王生是举古人临终死后，其瑞相有几种，请开示。帝王人当将死时，热气自下渐升至上者，为超升相；自上渐降至下者，为堕落相。故探验死人身上热气最后所停留，而最难冷却的部位，即之死者来生落在何道？有云：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的寄语。但大众若能致戒助念，则彼自能生西方，切不可屡屡矣。手探摸，因死者若第80未离，尚有感觉，必生烦恼，致令堕入三恶道，则罪过甚大，故一步探摸为妙。此时但念佛诵经不断，则自得大利也。王生三期末法，修持佛法三宝，以生信愿力，持佛名号，可生西方吗？所谓生信者，信其何事？请开示其意。帝王一切行门之中，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至极稳当，至极圆顿者，则无如以生信愿，持佛名号矣，亦可深入西天。所谓生信者，信释迦如来，梵音声香，绝无诳语；弥陀世尊，大慈悲心，绝无虚愿。且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见佛往生之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可不待问佛，而能自信者也。王生今时有终日念佛忏罪发愿，而西方尚遥远，往生福宝者，何故？解疑也。
帝王如有人发愿往生福宝者，无他也，若能将娑婆恩爱视同嚼蜡，不管忙闲动静苦乐忧喜，靠一句佛号，如须弥山香。4. 一切境缘，无能摇动。或时自觉疲懈，或一现前，便奋起一念，如倚天长剑，使烦恼魔君逃窜无地。亦如红炉猛火，使无始情时，消烁无余。此人虽现处五浊之乡，己浑身坐在莲花里，又贺呆弥陀元首，观音灵驾，而使性其往生哉？往生念佛修道中，如何克耐磨念，一心不乱？帝王念佛要一心不乱者，只以一句佛名，极力追顶猛之又猛。情时一断，则欲去世，思量不来，未来世补度不着，现在尽心时不见，三心断绝，直至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同消。1. 绝不立。如大圆镜中所现万象，无一点可指你分别，荡然身心，如云去来，此各光景，名亦一心不乱，到此便无心可乱也。王生白羊旗，佛子高声念佛，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帝王三期末法，白羊其中，佛子念佛诵经好处很多，在一心智成而已。高声念佛，念时声音洪亮，气凯壮阔，善能拓开心胸，排除杂念，去泄滞，驱睡魔，唯久念则伤气，且亦不变，故不宜常行。默念念时，自外表看来，只见动唇，不闻出声，其实虽不出声，而南无阿弥陀佛6字一样的粒粒分明，所以其功效并不逊于有声。此在卧时、病时及公共场所等用之最宜。王生所谓回向功德是什么意思？帝王心既坚信而行功立德，行三施立功，必然愿生其处，必然会修成诸功德，加以回向，这些都是属于愿行，所以信愿行是一贯的，有信自然有愿行。王生常常听前贤云说，一念之差，可以生出3000妙果，不知何谓一念3000。帝王心性中本具有3000法，明理具有3000，欲缘现起，诸法宛然，各事造3000，是与理圆融无碍，非一非二。此3000诸法实具于无人一念之心，各一念3000也。王生大道之中，常常提到说，诸佛亦有恶，阐提亦善，本亦圆。因为何呢？帝王在大道修持中，自信本具十界3000善恶诸法，既然具有解脱涅槃，当然亦具有烦恼生死。本句原意是说明善恶有性有修，性是先天有的，修是后天造作的。诸佛虽没有修的恶，却有性的恶，不过不发生作用也。阐提虽没有修的善，却有性的善，所以欲缘开发，终当成佛之。王生弟子记得
冥府有一个灵咒，可使众生长生不病之咒，请菩萨开示公开。帝王此咒亦有，但须有正气之人念诵才居有效也。咒曰：明天灵法，可动天地，天宁即荣。愿得长生，五脏均长，自享安宁。凡人夜卧时，以手抚心，念此咒即得明天长生。男诵18遍，女诵12遍，永无疾病矣。亡身世人犯邪淫之罪业，如何解脱其冤孽？帝王快刀斩一念，一刀断邪淫，绝不再犯错，并请速印诵各类善书，以功不过，注印善书，立下回向功德，自然可消冤孽报应也。王生本唐师方济世时，常有伴礼道男人，不顾妻儿家庭，在外与女人同居，将来有何种报应罪过？帝王此罪报，死后转女身，反报前业。夫妻相处，本是因果恩怨，应相互宽容体谅，自然和乐。王生现代社会中，出卖灵肉的女人很多，不知下场如何。帝王因果前世业报，自甘堕落的女人，如果不知悔改，积极行善，削减罪孽，将沦为畜生道，以示报应。王生色情是现代社会中大罪源，而主持色情行业的人，岂非罪大恶极？报应如何呢？帝王万恶以淫为首，这种人将来报应中堕落18阿鼻地狱，万劫不复生。经营此种色情卖灵肉之主持人，不可不慎之。加09%。帝藏王指玄录第9回，唐生问明律，指玄万古方复009。帝藏王菩萨降，乙丑年农历4月念4日，12日6月1985。诗曰：赏罚公平按律行，因私判罪重和轻，轮流转世分贫富，报应阳间6道痕。又诗：不忍克劳守功德，应等何时有其缘？错过此时何时的？千载难逢误一生。甚是奉旨着造帝藏王指玄录，重大德如有关明律，大到可以提出叩问之。留声高雄求道后之何种众生才会往地狱去报道？请详细开示。帝王凡今先天明师一指玄关的闻大道之人，而一直在世上无恶不作，绝不行忏悔之人，须判入明天地狱受刑苦。修先天大道之人，升天堂往地狱，而在一念之差而已。流生亡魂在经过转轮台后，是如何到所指定地点投生呢？帝王人死之后，须经各殿审判，要投生转世，经由七司注集后，交由受生司办理授权受生事宜，各领凭证投生。投生为官者领印信转生，为士者领文笔，为商者领算盘，为农者领锄头，
为攻者领工具，为走兽飞禽者各领皮毛头身。刘申现在人口众多，人死后若不必接受地狱之诸种刑罚，平均要经过几年后，即可转世投胎。帝王轮回果报投胎，有者永不超生，按前世功过多少而定轮回报应。如是人有大善，应享富贵几世；有大恶，应受穷苦几世。或能复还人身，或不能复返，而永堕胎卵湿化，皆有一定之力，乃曰难脱劫命。刘申现时有部分人先请算命先生，择一好时好吉日，利用剖腹生产之方式，在预计之时刻中产下婴儿，是否即可改变此婴儿之命运？帝王俗云：立地成命，上天注吉，福禄寿命可是因果注定好好。人为难算之，大概众生求个好吉祥，无他原因，还是立德行功，才是本钱至宝，日后免受名律刑罚。刘申地狱中之牛头、马面及鬼卒等之职位，是属六道中之何类人物担任？帝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鬼奴牛头马面之鬼魂，均由冥王悉收掠好办善之人，王后担任之。刘申世间常发生如飞机失事、海难、矿灾等之劫难，往往同时死伤数十人，是否每一个人均注定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命运？其中是否也有枉死者？又如何来安排这些人同时来应劫？帝王天灾的变之灾劫，乃天数难逃，善者也难逃劫难之报应。世间有享富贵而受高者，有享富贵而受短者，有居贫贱而受促者，有居贫贱而受长者，有以生下而遭溺死、闷死者，失事而死、矿灾而死者，有生下数日、数月、数年而夭死者，等等不一。其他如犯法而死、被人谋害等等，其有一定劫数，此乃受命司之注劫之物。然也有所谓枉死者，乃生而为人，不知守分，引起意外、杀身之祸，或行事疏忽造成死亡，则系人为因素，不在定律之内。黄生、凤山现在东岳大帝是何位神圣担任呢？他所掌握的权责有那些？帝王东岳大帝圣职现由黄飞虎仙翁担任之，管理阴间之阴法天律。黄生现在阳间在台湾公安执行义清专案及扫黄扫黑，地狱是否也在配合呢？帝王行恶之人当然受恶报。俗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是时间未到。义清专案扫黑、扫黄，乃属阳律治恶之政策，乃属国法与民律，因法无关之。黄生地狱的贫民区生活情形是否与阳间的生活情形一样呢？帝王冥府之贫民区与阳间大同小异，生活相同。当然阳间可好，
之，可逃刑法之漏洞，因兼平民区犯法定罪不赦之。黄生现在社会变相色情理法厅到处林立，影响社会风俗，请问菩萨慈悲开示，移开理法厅之老板在民府犯何罪？二赚取不道德钱财之李荣小姐又犯何罪呢？三前往寻欢客又犯何罪呢？帝王凡是风化区或是变相色情理法厅之老板，一生专门经营拐诱或收买女孩赚取皮肉钱行业，死后判入粪尿泥地狱，转入有顶地狱受刑。在世贪淫好色，败道坏德，死后判割肾属咬小地狱受刑，故割下因根物外，并由老鼠猛咬其根底，斩草除根而受此报应。陈解，高雄近来投机分子见多大做走私生意有之，请问知情购买使用与不知情购买使用，其中应律如何判刑？帝王凡是专行走私勾当，在世脚不踏实的，为官贪污，收取回扣者，死后判入粪尿泥小地狱受报应。陈姐，请问酸雨的形成对人类将来会形成浩劫吗？人类应该如何避免？帝王酸雨乃由的水、风、火四要素所组合的低气压上升所凝成的酸雨，也是代表劫数已尽也。如果要避劫，请速行功立德，坚志修道，自能避免劫数。王生、凤山、白杨其中修道者很多，不知那一类的是断善根者。帝王若有聪明侠慧，能善分别，远离善友，不听正法，不喜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最能断善根。又说无因无果者，是则名为断善根也。无名读者，何法世间为最富有？何法世间最贫无？帝王，母在唐时为最富，母不在时为最贫。母在之时为日中，非母亡时为日没。母在之时皆圆满，非母之时悉空虚。许生、桃园、般若三昧，如何修习？帝王常作三昧，又名一行三昧，以90日为一期。独居静室，结跏跌坐，舍诸杂念，专细念法界。若遇疲倦及病睡等障，当专称一佛名，以求加倍，而念念不离于此三昧。常行三昧，又名般若三昧，亦3月为期，绕行念阿弥陀佛，无休息时，由佛威力、三昧力及行者本功德力，能于定中见佛。半行半坐三昧，7日为期，挠咒旋绕，思维10香，或依法华经。于3、7日间，或行读此经，或坐读此经，皆可。10。地藏王指玄录第10回，正道首纲常，普照出迷经复010。地藏王菩萨降，缺日期。诗曰：顿悟大道修指玄，菩提运转自先天。口诀合同无真经。
三宝通用正经仙。盛世地藏王只玄录众生真理，今已完成9篇，进入10回篇。今夜有关大道问题可提出叩问。刘申求过大道与未求过大道之人，诽谤大道，诽谤每一次要受天律计多少过？帝王诽谤大道，当然要受明律报应受刑，口吐是非，乱造口业，每一次计实施。刘申坛主设佛堂，认理不清，不坚心，听信他人的诽谤，将佛堂关闭，要受到如何天罚？帝王修道不坚心，难成大器也。自顾自封，自关佛堂，不让众人修持朝拜，其过日后当受天牢，受刑报应。刘申前人、经理、坛主个人认假祖师，办起道来，不知要受天律计多少过。帝王所谓物以类聚，邪者归于邪类，恶者归于恶类，善者归于善类，正者归于正类。道中修道，专门走邪径小路者，一切归假也。宜修行不脚踏实地。2贪功真果者。3重喜真神通，玄奇者。4私心自用，共高自大。5不尊师重道者。经云：自信自度，佛不能度。自己的罪业自己消，悉自悟之。刘申在佛堂、鸾堂办盛事，钱财不清，每100元计算要受天律计多少过？帝王钱财不清，此人必定心邪不正，难成大事之。在佛堂、鸾堂普化度人，盛世钱财一定要清，心地光明，才能得悟正法。每贪污100元台币，明律计实施得，以定刑罚。刘申宗教及人种不同，是否天堂地狱地区不同？帝王凡善中之人归命天堂，凡恶中之人归命地狱。宗教及人种不同，死后受报一样。刘申祖先去世后，子孙为了孝顺，要用那种功德回向祖先，比较有义。帝王凡间众生，为了孝顺先灵，可参加超拔，使先灵早日离开苦海，免受刑罚受苦。也可注印善书、经书回向功德先灵，使其早日往生极乐。刘申请问地藏王菩萨，全世界地狱是否菩萨全部管辖？帝王凡明天地府所有，皆由无佛管辖。刘申新闻设一间佛堂，坛主上天如何加赏呢？帝王新设佛堂，度人向善，功德无量，日后修成正果，可得9品莲位，入正佛果。设一间佛堂，天律济公一道，9玄7祖离开苦海。一等。刘申子孙超拔祖先，如子孙功德不足，为什么会生病？子孙是否可以速行功立德来弥补，才不会生病？帝王超拔祖先，如功德不足，可速行功德，补足因功，自然可使病业早安。凡超拔祖先之人，乃皆孝心，
上天会暗中佑护平安，请无虑也。留声祖先忌日必须是那种善魂才有资格回家团聚。帝王凡在八德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守一心德，皆可返阳回家团聚。留声在阳间之鬼魂，每天都食用那些东西过日子。帝王四处行乞讨时，故欲普渡时、法会时、建教时祈求无果，荤物食用。留声现在人心不古，故意恶性倒闭道会，将会受到何种恶报？帝王恶性到开会前，使人伤心或自杀，罪大恶极，死后判入诛。心小地狱，割取欺骗之狠毒心。王生无人在世，如何防止罪恶？帝王勿犯是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留声人死之后，其神智是否恍惚如梦中，亦清醒如平时吗？帝王人死后，清醒如生时。臣身入冥在每日何时？审案时间多少？帝王最初在每日晚间，其后日间亦能往，但须在下午来去皆。晨间行走甚急。审案时间每次数小时，然遇复杂案件，亦有言。长至数日之。臣生人有少至老而死，容貌渐变，鬼之容貌是否亦逐年衰老？帝王鬼之本来容貌与其病没之时相同，似不因岁久而变衰老。臣生冥府中官吏亦有投身转世者否？帝王有。功德高者，受超生西天，或转身富贵家。譬如现在公务人员，另谋高就，一样之道理也。臣生三教鼎立，信仰各殊真理，冥思所重为何教？帝王三教皆重，然而最重佛教。臣生学佛者死后生极乐世界，学道者生洞天福地，儒教死后往生何处？帝王一样亦可生天界，绝不消灭之。臣生牛头马面是否真有？帝王牛头马面皆是假面具，以不凶魂，若善良之魂，不现此恶面相也。臣生人头上之光以何色为善恶呢？帝王红白黄为善者，黑赤色为恶者，或到头上，一切甚之。加11。地藏王指玄录第11回，菩萨说缘由，历历尽其真复011。地藏王菩萨降乙丑年6月3日20日7月1985。诗曰：因思更比阳间苦，地狱千般行罪罚，觉悟此诗须作善，来生富贵亦常人。又曰：三教真传贯古今，学道超生与乐死，诸生觉悟真理修，只玄经篇降吉祥。甚是害人就是罪恶，利人则是功德，害人自然人就是害我损我。9. 人利人，人就救我利我，理之所然也。
功德积多，可归天堂，岂不是利己乎？有罪恶终归地狱，岂不是害己乎？望世人早日醒悟，快快跳出迷津，则是贤明之事也。今业著作止，玄录可开始发问也。后学地藏王菩萨圣诞是哪一天？帝王是农历7月30日。后学是否可开示菩萨来历根据吗？帝王，唐朝永徽4年，正临653癸丑3146，唐036高宗，永徽04。东方部有新罗国，现在的高丽。太子金乔觉出家后，航海来中国，到安徽省九华山的九子山头，端坐了75年，在唐玄宗开元16年，正临728戊辰3221，唐011玄宗开元16 7月30日成道，后又入定了20年。到唐正德2年，正临757丁酉3250，唐040肃宗至德02 7月30日显圣其塔，所以无佛圣诞就是这一天。后学九华山是否就是的藏菩萨的道场？帝王是的。九华山道场在安徽省的青阳县境，每年7月间到。九华山进香的众生很多。后学为什么念圣号的时候，常称为大愿的藏菩萨？帝王大愿2字是大有来历的。无佛在地藏本愿经曾说，菩萨往世曾为婆罗门女，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前发大誓愿说，愿我尽未来劫度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为长者子时，在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前发大誓愿说，我今尽未来既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为光目圣女时，发大誓愿说，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华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亦成正觉。为国王时，发大誓愿说，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的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在我释迦法中，是调伏刚强众生，是度脱疾苦恶趣，首推我大愿的藏菩萨。后学听说地藏王菩萨只度地狱众生，有这话吗？帝王在本愿经中，佛说是地藏菩萨于言菩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在占察经中，佛更十分明显的宣说，的藏菩萨发心以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已能度萨婆苦海，功德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引示十方。虽复普游一切沙土，常起功业，而于五浊恶世化一篇后，在思会中
身香端严，威德殊胜，唯除如来，无能过者。又于此世界所有化业，唯除遍及观世音等诸大菩萨，皆不能及。以是菩萨本愿势力，速速众生一切所求，能具众生一切重罪，除诸障碍，现得安稳。世人以为无佛只度地狱众生，而无关人道的话，岂非是大大误会吗？经云：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果故要，就因更急。人道众生造12罪业的因，来生极的堕的欲的果。无佛的藏对那已经堕地狱的尚且未知就拔，何况对这位堕的呢？后学我又听说的藏菩萨的功德利益超过诸大菩萨，有这话吗？帝王诸大菩萨多是古佛再来，原无高下，但众生多劫以来所结法缘，不免有深有浅。而无佛地藏王于此世界有大因缘，所以世尊偏赞最胜，令众生坚信得益。本愿经云：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亦化百千身行度于六道，其愿上有毕竟，是无佛的藏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后学我们供奉的藏菩萨，究竟有什么功德利益呢？帝王供奉告佛的藏菩萨今生的功德利益，说不能尽。后学那几种功德利益最为显著呢？帝王凡欲求福惠于菩萨的，无不可于现世求平安，显著的如出外旅行的安康、新生男女，以及重病恶病等等，都有灵效。后学旅行中供奉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利益呢？帝王本愿经说，若有众生入山渡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先念菩萨名号万遍，所过使得土地鬼神护卫，免诸险害。后学新生男女供奉的藏菩萨，有什么利益呢？帝王经说，若有新生男女7日之中，祈求与读此经，指本愿经，并念菩萨名万遍，此新生子速殃尽灭，安乐异常，更增福寿。后学患重病者供奉的藏菩萨，有什么利益呢？帝王经云：若有众生临命终时，闻菩萨名一声立于耳根，死后永离三恶道苦。此时如父母眷属，将病人宅舍财物宝贝衣服塑画菩萨形象，或更能使病人命未终时的眼见耳闻，则业报或受重病者，使得除越，且寿命增加。如业报命尽，因有罪业或堕地狱者，使得业障消灭，超生人天，受胜妙乐。后学患恶痛者，供奉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利益呢？帝王经云：若有众生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又有在夜睡之中梦见恶鬼加亲，或有险道，或共鬼游，日久病生，年终较苦，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故暂不得愈，
或难舍受。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本愿经一遍，或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家人对病人前高声说：我某某等为了病人，对经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对病人说3遍，使其听清楚。如病人气尽，1日乃至7日以来，但高声说高声读本愿经，此人命终之后，宿罪永解脱。后学逢时斋日供奉的藏菩萨，有没有利益呢？帝王有经云：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也。能于时斋日，即每月之初1、初8、14、15、16，念3、念4、念8、念9、撒10，对佛菩萨像读的藏本愿经一遍，在所居4方100里间境内，离诸灾难，此居家人，无论长幼，现在未来，永离恶趣，无诸横病也。衣食自然丰富。后学据说的藏菩萨修地大圆通，正如来藏性10轮经言的藏菩萨将至法会，众觉的大增强，身重难举。那么住家的和务农的供奉的藏菩萨，不知是否有好处呢？帝王是的。本愿经说，在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龛室，在内塑化的藏菩萨形象，或用金石土木造像，烧香供养胆礼赞叹，是人居处有10种利益。1者土地丰收，2者家宅永安，3者先王升天，4者现存益寿，5者所求遂益，6者无水火灾，7者虚耗辟除，8者杜绝噩梦，9者出入神户，10者多遇圣因。后学请在广说供奉的藏菩萨的利益。帝王无佛曾在本愿经云：若有众生见地藏形象，即闻本愿经，乃至诵读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好处。01者天龙护念，02者善果日增，03者极胜上因，04者菩提不退，05者衣食丰足，06者极易不能，07者离水火灾，08者无盗贼恶，09者人见清净，10者鬼神住持，11者女转男生，12者为王成女，13者端正相好，14者多生天上，15者或为帝王，16者素智命通，17者有求皆遂，18者眷属欢乐，19者诸痕消灭，20者业道永除，21者去处尽通，22者夜梦安乐，23者先亡离苦，24者速福受生，25者诸圣赞叹，26者听名利根，27者饶慈悯心
28者必尽成佛。后学发到心供养的藏菩萨，所得到利益是不是还要大呢？帝王经云：若有众生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此人如能见菩萨相，闻菩萨名，至心归依供养瞻礼者，则所愿速成，乃至所求必成。后学称的藏菩萨与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分别？帝王没有分别，都可以念。诸经多称的藏菩萨，为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亦称地藏王菩萨。后学那几种人该堕无间地狱受苦呢？帝王：一是不孝父母或杀害的；二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的；三轻捐常住，玷污僧屋，或迦兰内一行淫欲，或杀或害的；四是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的；五是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与而取的，这几种人当堕无间地狱，求出无期。后学我愿从此每日敬礼的藏菩萨，菩萨可以撰一篇发愿回向文。帝王好也。发愿回向一记，人人可用。一心归命，地藏王菩萨。大慈悲父，功德巍巍，穷劫难宣，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密藏，常行会施。如轮横转，持戒坚固，如妙高山，精进难坏。如金刚宝，智慧深广，犹如大海，众生障垢。至重至深的藏弘词，不厌不舍，护诸部位，不原文作部。如亲如友，防诸怨敌，如茜如尘，斩烦恼贼。犹如神箭，救诸危难，犹如父母，子幼若息。父爱偏强，而不孝息，母怜偏重，弟子某某。因身原身，是以身心，奉地藏王，福愿弘慈。常觉悟我，使我念念，忆菩提心，决定生息。的净弥陀，成本愿力，化度有情，随于成劫。处众苦中，待众生苦，令先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是不成佛，尽未来际。无有疲厌，结实可疑，此愿不改，所修福业。忏悔发愿，种种善根，体同法界，一一回向。普施含识，悉正真常，皈依佛事。归命回向，南无的藏菩萨。加12。地藏王指玄录第12回，指玄12回，念经的平安。的藏指玄金刚宝忏负012。地藏王菩萨降乙丑年农历6月6日23日7月1985。诗曰：的藏指玄12篇，正法归一切真机，沙盘演法精妙旨，灵隐弘扬第一家。盛世的藏指玄录道尽了12篇，今夜特着造地藏指玄金刚宝忏。
已是12回完结篇。本宝忏可用心念诵本经，自有感应平安。的藏指玄金刚宝忏。水赞：阳之净水，遍洒3000，性空八得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消愆，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的菩萨摩诃萨。三称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成一方音，诸佛现今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净口业真言俺。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净身业真言俺。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恭请南无的藏菩萨宝告。至心归命礼。三称以下每佛号观此4字，至心归命。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孝父母罪消灭，愿解三期普度三灾厄。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惜无辜罪消灭，愿解三期普度疾病厄。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尽天地罪消灭，愿解三期普度火雷厄。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拜祖先罪消灭，愿解三期普度虎狼厄。南无的藏金刚佛。口不理神明罪消灭，愿解三期普度水火厄。南无的藏